朝女帝意外流落到你的县城，发现这个原本贫瘠的土地，现在竟变得无比繁华，甚至就连普通百姓都能拥有堪比朝中官员待遇的住所。更让他震惊的是，这里竟全民皆兵，随便一个路边扫地的都是宗师级高手。原来多年前你穿越到这个世界，本想着可以凭借现代知识辅佐先皇获得其欣赏，可没想到当今朝中不仅奸臣当道，就连先皇也昏庸无能，非但不听取你的建议，还将你贬到了一处贫瘠之地当起了县令。可你依旧没有任何怨言，甚至还多次想要上奏，希望先皇能够下发钱财好让你振兴县城。但每次上奏都如同石沉大海，就好似早就将这块土地遗忘了一样。没想到就在这时，你的系统终于激活了，只要默默的发育，你就能不断变强。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你的修为早已变得深不可测，身边也聚集了无数高手，麾下更是有着百万雄兵。可突然有一天，先皇驾崩，新皇女帝江玲珑上位，年幼的女帝被奸臣威胁做他们的傀儡。可江玲珑不愿成为奸臣们的傀儡，于是，在金甲护卫的保护下逃离了皇城。在无尽的追杀下，从一开始的3000大内金甲卫，到现在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终于在某一刻，他支撑不住，摔倒在地，昏睡了过去。当他再次睁眼醒来，发现自己被一个贫瘠之地的县令二夫人救了下来。江玲珑第一次见到眼前的女人时被震惊了，只因眼前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美，就好似真正的仙子刚从天上下凡一般。江玲珑看向绝美女子，美目中满是好奇。绝美女子见状，先是一愣，旋即失笑，向江玲珑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眼前绝美女子名为宁幽若，是大周3大名医之一宁神医的女儿，而这里是大周与邻国越国边缘上的一个小县城。在江玲珑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这里的信息，因为朝中近年来大事不断，已经很久没有这些小地方的奏折呈上。宁幽若交代完后，这才抱着补琴款款而去。走前还提醒着江玲珑把药喝了，然后好好休息一番，并且在门口安排了侍女，有什么需要随时开口。随着房门缓缓合上，江玲珑这才看向手中的药，然后又打量了周围的环境，发现这房间的布置其奢华程度比至皇宫的都不差。江玲珑不敢相信这里竟真是苍云县的一个小县衙，如果真是小县衙，那又该收刮多少民脂民膏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原来江玲珑在这一路的逃亡中，他所过之处百姓易子而食，民不聊生，可唯独贪官和世家贵族才不受丝毫影响，依旧过着锦衣玉食般的日子。他以前在宫中不知民间疾苦，现在深刻体会才知道这些贪官有多么的可恨。一想到这里，江玲珑怒气就腾的一下冒起，将手中的药碗摔在地毯上。这药在江玲珑看来已经不是药了，而是百姓的血。江玲珑神色冰冷，气鼓鼓掀开被褥，不顾腿脚伤势，就要去找那所谓县令质问。可刚走一步，他便止步。想到大周死士皆为护他而死，现在孤身一人还身受重伤，如此鲁莽前去冲撞了这狗官，恐怕性命堪忧。江玲珑这才压下心中怒气，使自己冷静了下来。就在这时，门外的侍女传来喊声，语气带着关切。江玲珑故作虚弱，刚想要解释，没想到侍女敲门3声就推门而入，连问道：“姑娘没伤着吧？”江玲珑见到侍女如此关切，心中微暖。侍女闻言放心了下来。在侍女收拾的过程中，江玲珑又从侍女口中打听到，你家中一共有8位夫人，个个都是国色天香。江玲珑得知后，对你的恨意更深了，因为在他眼里，你定是使用了肮脏手段才取得这几名夫人的。可一想到刚才的二夫人宁幽若那一脸幸福的模样，又不像是被胁迫威逼，顿时又犹豫了起来。就在这时，侍女小青笑嘻嘻说道：“姑娘，你生得如此娇美，说不定以后有机会成为我们第9位夫人，到时候姑娘可别忘了咱。”江玲珑闻言，心中虽怒，可面上却不动声色，强笑敷衍，不免怀疑就她的目的就是为此。片刻后，侍女小青端来了一碗新药，江玲珑这次没有扔掉，因为她确实伤得很重，如果不尽快医治，恐怕很难痊愈，甚至就连武道根基都会受到影响，到时候更别提复活了。服下药没多久，江玲珑便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伤势在此刻尽数恢复，就连腿上那被利剑贯穿的伤口都已经愈合。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宁幽若推门而入，看着正在床上盘膝运气的江玲珑，微笑询问道：“小妹妹，休息得如何？”江玲珑睁眼，在一阵寒暄过后，江玲珑提出想要出去转转。宁幽若笑着点头，可刚一出门，江玲珑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因为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直插云霄的阁楼。江玲珑见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叛逆，因为大周明文规定不可修筑高楼，哪怕王侯也最多只能建造8层的楼阁，帝王才能建造9层。此刻一个小小县令竟如此大胆建造如此高楼，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宁幽若瞧得江玲珑的目光，解释道：“此乃观星楼，是相公为了我们看星星所建，待得晚上天晴，我带你前去一观。”江玲珑很是不屑，可神色却不变道：“那便先谢过若若姐了。不过敢问姐姐，令夫君如此行径可是大不敬，难道就不怕？”宁幽若笑着摇了摇头，此地早已无人问津多年了，朝廷都已经忘记了此事，甚至是忘了这么个地方，又有谁会在意？何况那大周皇帝当年听信奸臣谗言，将相公外放至此，相公为了此地不辞辛劳，没有半句怨言。可相公这些年连一点响应俸禄都未看到。江玲珑闻言不能明说，只能在心中轻叹一口气，继续与宁幽若同行。江玲珑一边走，目光越发的冰冷，目光所及之处几乎无一普通之物，一座座豪华宫殿，论气派奢华程度，丝毫不比大周的皇宫差。整个县衙府的面积更是超出他的想象，这哪是什么县衙，简直就是第2个皇宫。江玲珑踩在光亮的地板上，心阴沉的在滴血。一个小小的县都能做到如此，他已经可以想象到外界如今是什么情形。内里越豪华，外面百姓的日子就越苦。宁幽若突然开口道：“怎么样，还喜欢这里吧？这里很多建筑都是相公亲自设计，我们都很喜欢呢。”江玲珑表情管理得很好，宁幽若并未发现异样，只是心中冷笑，不断点头附和。宁幽若又问道：“不知妹妹可有婚嫁？至此又有何打算？”江玲珑心中一明，果然那狗官是抱着这般打算，只怕要让姐姐失望了。江玲珑委婉拒绝。宁幽若点头惋惜道：“那可真是可惜，妹妹生得这般漂亮，若能一同服侍相公。”可没等宁幽若说完，江玲珑突然打断：“姐姐好意我心领了，我想去外面看看，可以吗？”宁幽若答应得很爽快，出乎江玲珑的意料。江玲珑随着宁幽若朝着县衙外走去，不知走了多久，2人才穿过后院来到前堂。走出衙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块宛如湖面般
般巨大的广场，广场边缘是通往各地的街道，街道两旁各种叫卖声不绝，欢声笑语更是萦绕在耳边，各种食物的香气顺着空气飘荡，令人忍不住吞咽口水。江玲珑有些惊讶，这与他想象中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凉州不是灾年吗？不应该到处都是饿着肚子逃难的难民吗？怎么此地却是一副盛世的景象？人人脸上不仅没有愁容，甚至还笑容满面，彬彬有礼。这种景象别说凉州了，皇城鼎盛时期也做不到如此。随着走到街道上时，耳畔时不时传来百姓对宁幽若的亲切问候：“二夫人早，二夫人又漂亮了，二夫人陆大人可好？”江玲珑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会是真的，县衙里那般豪华，百姓怎么可能还过得如此舒坦？关键是这些百姓似乎还对那狗官爱戴有加，他无法理解，甚至是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错了。但如果不是贪官的话，怎么可能有那巨额财富？朝廷官员一年最多才3万雪花银而已，就这点银子还不够建一座宫殿。江玲珑心中暗想，此地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看到此地的民众都不受辱，反而看起来孔武有力，这样的人若是培养成军，那必是一支精锐之师。一路走来，江玲珑一直在观察四周，除了街道的商铺，更引他注意的是两旁的建筑，随处可见的3层小楼阁，整条大街满满一排全都是这样，宛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江玲珑心中疑惑，问宁幽若。宁幽若将手中的一颗葡萄轻轻放入嘴中，这才笑着解释道：“此乃民房，是苍云县百姓的居所。”他没有隐瞒，因为他想将江玲珑留下，为相公做侍妾。江玲珑并不知道宁幽若心中所想，只觉得很是惊讶。这精致的阁楼比一些朝廷重臣的居所都不差，现在居然只是百姓的住所。江玲珑还不死心，继续问道：“这应该只是城内的世家大族所住的地方。”宁幽若闻言向他解释道：“玲珑妹妹，这你可想错了，在这里可没有什么世家大族，所有人都一样，只要肯干活都能住在这里。每个人从出生开始都有资格分到这样一套楼阁。”说完，脸上还带着浓浓的自豪。“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江玲珑惊诧不已，追问道：“敢问姐姐，此地百姓数量几何？能做到这般，只怕百姓数量很少才对，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人人都能分房。这得是多大的魄力，耗费多少财力？这真的是一个小小县令，在没有朝廷的支援下能做到的吗？”在这一刻，江玲珑心中对此地县令总算有了一丝改观。如果宁幽若说的是真的，那此人倒还真不能算一个狗官，毕竟能做出这种事，为百姓着想的可实在不多了。加上此地如此富庶，朝廷这些年可没拨任何银钱下来，何来贪墨？江玲珑猜测此地没有世家大族，多半是从世家大族手中来。小小县令竟能将盘踞此地的世家大族给拔除，他很清楚，在任何地方世家大族都是庞然大物，就连他这个大周陛下有时候都要看世家大族的面。可这位县令竟有如此魄力叫板世家大族，关键是他竟然做到了，做成了。江玲珑此刻印象已经全然发生了改变，同时暗暗赞赏你是个人才。不过他也知道，此地能如此，多半是地处偏僻，人数不多才会这么简单。这时宁幽若告诉他自己也没怎么了解，不过前段时间无意听到人提起过，好像有着几百万来着，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江玲珑闻言再次震惊了，小小一县竟有几百万人口，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整个皇城也不过才100万人口罢了，关键是这几百万人口人人一栋阁楼，也就是说此地竟有上百万阁楼。江玲珑根本无法想象，偌大的皇城竟不如这小小一个县。虽然江玲珑心中有些不满，但还是想探探宁幽若的口风。幽若姐姐，真有这么多人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里？按理来说，此地如此繁华，不应该不为人知才对。只见宁幽若笑呵呵地说着：“妹妹对这些事这么关心做什么？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让人去查一下。”江玲珑见状急忙解释：“不必麻烦姐姐了，我只是好奇，随便问问。姐姐也知道我出来此地，这里与外界实在有些不太一样。”宁幽若闻言回想起了当年出来此地时的景象，不由感慨到，当初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不过是块贫瘠之地来着，百姓们衣不裹腹，居无定所，时常还会受到妖兽侵害，更要遭受世家压迫，苦不堪言。就连小小县衙都是破旧不堪，谁能想到短短不过20年就已到了这种程度，就好像做梦一样。相公为了这里，为了百姓，可真是煞费苦心。江玲珑听完陷入沉思，20年就做到了这一步，这位陆大人还真是奇才。只是此事好像并未上报朝廷，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宁幽若看了他一眼，摇头道：“玲珑妹妹，你应该知道，我也不怕说，当年此地贫瘠，相公多次上书如石沉大海，别说上报朝廷了，就连朝廷下的人都见不到。他到此上任后，朝廷便从来不管不顾，能有今天可全是相公几乎以一己之力做到。”江玲珑认同点了点头，这点他深有体会。他所看到的能看到，其实都是那些朝臣愿意让他看到。一开始他还觉得大周很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实际上当他走出皇城，看到残酷的真相后，才知道那奏折上的内容有多么可笑。幸好自己来到了此地，否则只怕这辈子都不知道大周还有这等地方，还有如此人才。就是不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能否让他助自己一臂之力。江玲珑心中暗想，这可是数百万百姓，除去老弱妇孺可战者，只怕高达100万大军，这股力量应该足够了。不过需要得到那位陆大人许可。想到这里，突然江玲珑面色一变，想起了自己身后还有追兵，如果被他们发现此地，以他们的实力，这里只怕……心思急转直下，江玲珑只想到一个对策，连忙拉着宁幽若道：“姐姐，我才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此地已经不安全了，快找陆大人，让他下令让此地百姓撤离吧，不然很快就会大祸临头了。”宁幽若疑惑地眨了眨眼：“玲珑妹妹此言何意？”江玲珑神色焦急：“此事说来话长，我之所以来此，便是被人追杀而至，没有亲眼见到我身死，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这里来。”宁幽若面色不变，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原来就这，原来是此事。妹妹倒是不必担心，他们找不到这里的，就算找到了，也能让他们有去无回。偷偷告诉你，我家相公还是个练武奇才，万中无一的高手。宁幽若笑嘻嘻说着，江玲珑如何听不出这话中含义？不过他显然更关注另一件事，对方实力不容小觑，可是有着宗师存在，非一般人可敌。宁幽若皱了皱眉，心想：宗师，还以为是什么高手，才宗师而已，还不如自己呢。江玲珑接着说道：“所以当务之急是疏散百姓，免得遭受无妄之灾。这群家伙根本没有人性，会牵连无辜。”宁幽若拍了拍江玲珑的肩膀，安慰道：“玲珑妹妹不用担心，我家相公早在10年前就已经大宗师了，
宗师而已，弹指可灭，甚至都不用相公出马。你信不信姐姐一曲琴音就能令他们肝肠寸断？江玲珑愣在原地，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什么大宗师？江玲珑有些错愕，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深吸一口气，小心确认道：若若姐，你刚才是在说大宗师吗？宁幽若确认点头，你没听错，就是大宗师。江玲珑眉头皱得更紧，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陆大人真是大宗师的话，自己之前竟还想着去杀了他。想到这里，江玲珑心中有些后怕，先天对战大宗师，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江玲珑疑惑的同时还有些懊悔，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外放至此，当一个小县令？自己的父皇未免也太昏君了吧！大宗师的实力，此地百姓安居乐业，钱财不缺，我该又有什么理由让他帮我？怎么说服此地百姓与我复国呢？江玲珑摇了摇头，只怕多半是不行。突然心中刚闪过之前宁幽若的话，但很快就被他否定。自己堂堂大周陛下，安可屈服他人做第9夫人？江玲珑思绪闪过，最终对着宁幽若道：幽若姐，不知可否带我先去见一下陆大人？你想通了？宁幽若大喜，他之所以说这些，正是要江玲珑答应他。江玲珑松口，那自然再好不过。他这1年来为了此事可愁了，想要配得上自己的相公，自己又能看得上眼，相公也可能喜欢的人可真不好找。江玲珑出身皇室，天赋也不弱，无疑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人选。江玲珑发现宁幽若会错意，连忙解释道：幽若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见见陆大人。宁幽若大失所望，心想看来还不够。江玲珑见状无比忐忑，如果连那陆大人都见不到，接下来的话也就无从谈起。怎么了，幽若姐？不行吗？宁幽若解释道：倒不是不行，只是相公如今正在闭关，别说你了，我也见不到，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无聊了。江玲珑点了点头，这才松了口气。幽若姐，敢问陆大人名讳？宁幽若见江玲珑对陆远很有兴趣，又来了精神。相公姓陆，单名一个远字，感情嘛都是慢慢培养的，就像之前的老七老八，那么桀骜不驯的姑娘，最后不也答应了？江玲珑出身是不简单，可这里的人哪个身份简单了？在他看来，江玲珑反而是最简单的那一个，只不过想要将他拉到与自己一条战线，抗衡那几个妖女的话，自己还得出力得到江玲珑的认可才行。江玲珑呢喃重复了几句，脑海中努力回想与之有关的信息，可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到，好像在皇宫的奏折卷宗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陆远这个人一样，这实在有些反常。他们2人边走边聊着你的事情，很快来到了一个古街茶楼旁，一进去小二就认出了宁幽若的身份，立马准备上好的雅座上了最好的茶水。茶楼有5层，坐在边缘位置能将4周大部分景色尽收眼底，这般景象已是多年未见，触动着江玲珑的内心。这不正是他心目中的盛世吗？不由得他心中对你的好奇心已经攀升到了极致，此地的每一样都超乎了他之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幽若姐，继续说吧，我还想听。宁幽若含笑点头，继续讲述着你的事迹。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茶楼下的古街上一阵轰动，江玲珑循声朝下望去，只见一个个不过10来岁的童子，手中举着刀剑，步伐稳定队列整齐，齐步前行。不过30人气势之强，连一些军队都无法比拟。关键是这些童子们年纪轻轻，气血雄浑，可不是普通孩子可比，只怕实力也不弱。江玲珑心中震动，询问得知，原来他们是附近书院的童生。从你来此之后，朝廷便断了此地的一切，苍云县的童子们无法参加青云试炼，你便只能在县内开办书院，不取分文，派人免费教授他们文武并进。如今整个县内已有10来座书院，童生数量高达数万。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幽若姐，这是发生了何事？江玲珑问道，心中不免想到之前的追兵。宁幽若云淡风轻说道，没什么大事，不必担心。这大周出事了诸侯，并且皆有反心。附近县的县令最近归顺了梁王，正想替着梁王招兵买马，到处抓壮丁呢。刚好找到了这里，正在城外呢。这些逐入书院的童生便是前去驱赶。江玲珑不由一呆，看向渐渐消失在街道尽头的稚嫩身影，这才反应过来，惊讶出声。宁幽若见状微微一笑，于是开始给江玲珑解释，这些童生年纪虽小，可武道天赋可不低，其中最低的也是后天修为，对付那些杂鱼绰绰有余。江玲珑听完后很是惊讶，他以为自己已经是天纵奇才了，17岁先天竟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对比此地书院的10岁童生，仅仅修行4年就已经追平了他当年的成就。若再给这些童生7年时间，只怕比起当年的他还要更出彩。1个2个他也能理解，可一下子这么多人，就是他江玲珑再笨，也明白这绝不是天赋那么简单了。你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办法，才能够培养如此多的武道天才出来。江玲珑此刻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见你，可想到你尚在闭关，只能压下心中激动，于是就要看看这些童生是否真的如宁幽若那般所言。宁幽若想了下，表示正好无聊，于是脚尖一点，拉着江玲珑便腾空而起，飞向半空，平虚御空。江玲珑认出宁幽若这手段，不由惊呼。先前他还觉得宁幽若说自己是大宗师时，他还不信，可眼下看到宁幽若使出只有大宗师才具备的能力时，才知道没有骗他。如此年轻就已步入大宗师，哪怕是大周那些成名已久的大宗师，都无法与之媲美。而宁幽若之前还说这一切还都是你的功劳，要知道10位大宗师便可稳固大周江山数百年，此地最少有着3位以上的大宗师，加上那些书院的童生，个个天赋不俗。如果你有着造反之心的话，哪怕是巅峰时期的大周都难以抵挡。之前江玲珑还想着见到陆远时告知其自己的身份，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主意，此刻他只能寄希望于那位陆大人没有造反的心思。很快2人到达了目的地，此地距离来时的县城最少也有10几里地，但飞行下来不过半盏茶功夫。江玲珑看向四周，发现空空如也，于是好奇地问道：若若姐，那些闹事的人呢？宁幽若解释道：还没到呢，哪有那么快，他们又不会飞。江玲珑很是疑惑，宁幽若这才解释道：相公这些年就担心别人擅闯，沿途布置了不少暗哨，几乎各县有任何动作都会立马上报。你也知道，苍云县想要发展成今天这样不容易，若中途被人发现，定然少不了各方面的压力。不过好在如今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有了底气，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能从容应对。江玲珑点了点头，觉得确实是这么个道理。闲聊中，宁幽若解答了不少江玲珑的疑惑，两人的关系也是在这般下更为熟络。突然，宁幽若神色一动，开口。江玲珑定睛朝前一看，发现并没有人，正欲询问，却听远处有着交谈声传来。
来。下一刻，下方崎岖的山道上，迎面走来10几位身穿县衙足力服饰的男子，还在骂骂咧咧。突然，其中一人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江玲珑二人，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宁幽若本就相貌不俗，一身白色衣裙搭配着山中浓雾，简直就是仙子一般。江玲珑虽年幼了一些，可五官同样很精致，脸上带着寒霜冷意，平添了几分高贵气质，如神女俯视凡尘。两人站在那里，想不吸引人注目都难。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口水直咽。有人跃跃欲试，二话不说就朝着两女走来。小娘子，你们可是迷路了？来，哥哥我带你们出去。哥哥不是什么坏人。胆大的那人一边走一边搓着手，眼中的渴求几乎不加掩饰。宁幽若嘴角挂着淡淡笑意，并无动作，也懒得说话。江玲珑本想开口，可自己的台词却被人抢先了去。好大的狗胆，竟敢对二夫人不敬！一声略带稚嫩却中气十足的喝声响起，惊动了所有人。10几个足力豁然转头，只见一旁一个个年纪不大的小子们不知从哪里跳出，有人注意到他们手中居然还拿着刀剑，不由来了点兴趣。哪里来的小子竟敢对小爷大呼小叫？你可知小爷是什么人？管你什么人，敢对二夫人不敬那就该死！其中一个童子话音未落，整个人脚尖一点，就如离弦之箭一般飞射而出。只见那童子人在半空手中的长剑轻轻一挥，整个人下一刻就出现在了足力的身后。紧接着那足力的脖间一道细密的血线流出，整个人软绵绵倒下，人头掉落。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很多人还没看到发生什么。这娃娃什么来头，竟有如此实力？杀人不眨眼，这还是娃娃吗？突然有人吓破了胆，惊呼一声，转身就要逃。可刚一转身之前，那童生眼神一迷，手中长剑一丢，顿时长剑破空，下一刻直直穿透了那足力的后背，直入前胸。众人见状，只觉裤子一凉，双腿一软，纷纷跪伏在地，哭喊着求饶。江玲珑俏脸有些凝重地看着这一幕，10岁童生出手如此干净利落，杀伐之果断，出乎他的意料，让他不由得联想到这小小年纪平时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导。他不着痕迹看了一旁的宁幽若一眼，宁幽若神色依旧平淡，似乎没看到眼前的一切一般。这样的女子怎么见到杀人竟不惊不慌？好似这样的场景见了不止一次，这还是他心目中那个和善可亲的宁幽若吗？见过二夫人，30位童生齐齐上前拱手行礼，他们都低着头，不敢多看宁幽若一眼，仿佛多看一眼都会亵渎这位美丽的夫人。宁幽若轻轻笑了笑，点头道：“小家伙，你的剑法又精进了，倒是有你师尊几分影子了。”童生心中微喜，能得到二夫人的认可已经是莫大的殊荣。二夫人，那这些人？那名童生问道。杀了吧，敢打苍云县的主意就应该有这个觉悟。宁幽若随口说着，好似在说今天晚上吃什么一样简单。江玲珑瞪大美眸，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玲珑妹妹，现在见到了吧？我可没骗你。宁幽若转头笑呵呵看向江玲珑，只是那笑意让的江玲珑后背有些发冷。怎么了，玲珑妹妹？江玲珑抢笑拼命摇头，没什么，若若姐。宁幽若笑着解释了一句，别怕，姐姐可不是坏人。刚才你也听到了，这群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姐姐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你与他们不一样。江玲珑僵硬点了点头，口水直咽，显然这话并无法令他心安。走吧。宁幽若一笑，旋即带着江玲珑御空而去。宁幽若两人回到县城时，江玲珑的神色始终没有放松下来，目光不停打量着四周，这里的人个个都不简单，路边叫卖的摊贩，戏台上的戏子，一旁的说书人，就连大树下对弈的老者们，身上隐隐散发的无形气血都不简单，显然实力不俗，不是普通民众。离谱的是，连一身粗布短打戴着草帽的农妇，一身肌肉都极为恐怖，力量惊人。这还不是一个两个，几乎人人如此，这是他之前万万没想到的。数百万人若人人如此，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江玲珑可笑自己之前的想法实在有些天真，现在只想不暴露身份，先活着离开这里。但他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宁幽若的礼待，只是想让她成为你的妾室罢了。想要离开谈何容易？宁幽若发现江玲珑神色异常，柔声开口：“怎么了，玲珑妹妹？刚才姐姐不会吓到你吧？”江玲珑惊醒，连忙摇头否认。宁幽若轻叹道：“玲珑妹妹啊，不是姐姐心狠，只是你不知道这人心难料啊。相公说过，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若是放他们离去，他们将此地消息带回去，接下来又是无穷无尽的麻烦。何况这群家伙本就不是好人，倒也是死有余辜。不过妹妹你放心，你与他们可不一样。”江玲珑点了点头，那几个族吏确实死有余辜，不过他并没有信宁幽若后面的话。如今世道乱起来，连这里都被波及，这安生日子怕是过不了多久。宁幽若不由感慨，突然他问道：“对了，妹妹，你是大周的几公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江玲珑一惊，没想到宁幽若有此一问，心思急转，故作诧异道：“姐姐，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周的公主？你身上的衣物呗。”宁幽若解释道。江玲珑闻言面露恍然，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瞒的，于是告诉了宁幽若自己的身份与来龙去脉。宁幽若听完后先是惊讶，然后又叹道：“大周有此下场，倒也在意料之中。”江玲珑闻言一怔，还以为宁幽若在说大周活该。宁幽若见状连忙解释：“玲珑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相公果真神机妙算，居然早算到了大周今日景象。不过你那皇帝老爹那般对相公说句活该也不为过。”这般直言让江玲珑的面色有几分难看，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心中对宁幽若那句“你早就算到了这一切”倒是好奇，不仅是神医，还是大宗师，一手将苍云县发展至此，还懂卜算天机，此人真有那么厉害？这时宁幽若突然想起什么，对了，不知道玲珑妹妹记得你们大周的三公主不？江玲珑闻言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影，三公主、青离公主、三姐，我当然记得。在她印象中，她那位真正的三姐应该已经故去，因为三公主在她才几岁时就被送去越国和亲了。不过在和亲路上出了意外，可实际上她登基后无意间看到皇室的密信，其上记载着三公主下落不明，不知所踪。若若姐，你怎会突然提及我三姐？突然江玲珑似乎想到了什么，吃惊不已。宁幽若笑道：“你挺聪明的，有你三姐的风采，不错，她也在此地。”江玲珑倍感欣喜，实际上两人并不熟络，可偏偏如今皇室凋零，大周倾覆只于她一人，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任谁听闻还有与自己的亲人在此，那自然倍感亲切与欣慰。宁幽若解释道：“当年你三姐去往和亲路上途经凉州，遇袭之际刚好地处不远的深山，那时候我与相公等人正在山中遇到了你三姐，相公心善出手救下了她，你三姐便以身相许了，在此隐居不问世事。”江玲珑得知真相后点了点头。
头。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那岂不是说那位是自己的姐夫？有了这层关系，原本已经放弃了的江玲珑突然希望倍增。想到这里，江玲珑忙问道：“敢问若若姐，那我三姐现在何处？她也在观星楼闭关呢，正准备突破大宗师。突破大宗师？”江玲珑瞪大美眸，自家三姐也要大宗师了吗？他记得他三姐的天赋，在一众皇子公主中也只能算作还行。如此看来，那位姐夫只怕真的有培养大宗师的能力。江玲珑心中惊讶更为高兴。玲珑妹妹，我与你三姐关系还算不错。那个之前姐姐与你说的事，你觉得？宁幽若说出自己的目的，有了这对姐妹花，她还不信他们三人合力对付不了那几个妖女。江玲珑神色尴尬，本来她就不打算答应，此刻陆远是她姐夫，那就更不想了。她还是不理解为何宁幽若非要撮合自己与你。宁幽若见状摇了摇头，好吧，那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如今大周倾覆，你若无处可去，先留在此地吧。等你见到相公，说不定会改变主意。若若姐，不知陆大，我那位姐夫何时出关？江玲珑开口，对你的称呼已然发生了改变。他知道，哪怕有着这层关系在，只怕也没那么容易。你能走到今天，就证明你不简单。岂会因为自家夫人一句话改变？宁幽若想了想，按时间来算，相公他也快到了出关时间，你可以在此先等等。怎么？你是想让相公助大周一臂之力？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相公他对大周可没什么好感，此事最好提都不要提。莫说你了，哪怕是你三姐的话也是无用。不过你若是愿意答应姐姐，我倒是愿意替你开这个口，帮忙一起劝劝，或许会有转机。玲珑妹妹，你觉得如何？见江玲珑没有松口的意思，宁幽若也不逼迫。今日也差不多了，你先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陪你。与此同时，观星楼最高层中，房间正中软榻上盘坐着一人，看起来不过20来岁，十分年轻。此刻他正闭着眼睛，双手结印置于身前，周身隐有一股气机涌动，突然气机紊乱。男子睁开了双眼，一双深邃如幽潭的眸子中闪过一抹失望。他便是苍云县令陆远。呼，还是失败了。大宗师之上的境界到底是什么？陆远吐出一口浊气，言有沉思。他在此闭关半年，参悟境界，以失败告终。难道这个世界只是第五世界，无法得到长生？陆远心中疑惑。他步入大宗师圆满已经有了10个年头，10年来他一直在想办法突破这个境界，达到大宗师之上。可尝试闭关多次，皆以失败告终，令他心生困惑。作为一个穿越者，区大宗师境界自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大宗师圆满虽为当世巅峰，无人可及，可大宗师的寿命却是十分有限的，不过短短上百年。据他这些年在外的暗网调查结果来看，活得最久的大宗师也不过170岁，其他一些普遍才150岁，只比凡人的平均年龄多出2倍。若是之前他孑然一身，倒也不会如此在意。可当自己拥有实力、财富、美人之后，他的心思开始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如今自己已经快步入不惑之年，见多了其他人的生死之后，他终于明白，为何古代帝皇末年为何都开始追逐长生了。这就是人藏在骨子里的天性，欲望不可避免。眼看自己的寿命过去1/4，陆远心中愈发紧迫，换出系统面板。陆远领域等级5级，声望值323411000000，当前领域覆盖范围：苍云县基础领域特性，领域内的领民中心度提升，宿主的威严度提升，宿主人格魅力提升，每日可签到1次，根据领域等级获得丰富奖励。特殊领域特性，随领域等级解锁，积攒声望值可提升领域等级。1. 风调雨顺特性，宿主所在领域范围内天灾人祸的出现概率降低。2. 五谷丰登特性，宿主所在领域范围内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3. 气运金融特性，宿主得到气运护持，触发机缘概率提升，遇到宝物概率提升，领民诞生后辈时出现天才几率提升，有小概率得到高手美女前来投奔。4. 急速修炼特性，身处领域，宿主修炼效率提升，可指定目标修炼速度提升。5. 天道酬勤特性，身处领域，宿主修炼必有所得，可指定目标获得天道酬勤。有天道酬勤还是无法突破，看来大宗师已是此界巅峰，或许与我修炼的功法有关，可凭空创造长生法也绝非短时间能做到的。长生之路任重道远，如今看来苦修并无意义，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了。继续提升声望等级，或许之后的系统奖励会出现长生功法或者丹药。此界有诸多秘辛，也曾有上古时期不知可否打探到有关长生亦或者飞升的消息。陆远看着面板，心思转动。当年陆远被贬此地，刚好激活系统，通过签到不断提升声望，才有如今的实力。他也知道外界凶险，大周皇帝昏庸，多半逃不过皇朝盛极必衰的定律，是以这些年来都在暗自发展，争取天下大乱时才能够不受影响。如今他的实力不但提升到了当世巅峰，领域之中的强者也不少，有了足够的底气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苟了20年，现在实力足够，倒也不必再猥琐发育了，提升声望倒也不是什么难事，也该出去看看了。陆远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心中有了决定，陆远起身缓缓走出了阁楼。门外有着2人守候盘坐在此，替陆远闭关护道，是2个老者，头发发白，微闭着双眸，周身没有任何气息，一副行将木就的模样，仿佛随时都要断气一般。但陆远知道，他们可不是普通老人，而是大宗师。虽然只是初期，但放眼大周，也绝对算得上凤毛麟角般的人物，曾经在这大周江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无数人传颂。需要赵老。陆远开口。
两位老者这才察觉陆远出现，连忙睁眼：“公子，你出关了？劳烦两位在此护道了，你们先去好好歇息吧。”陆远声音温和，但却让人感觉有着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两位老者早已习惯，心中尊崇更甚。公子言重，此乃我等分内之事。陆远点头，不再多言，转身下楼。他之所以如此，并非他没有人性，相反，他精通人心，想要人对自己死心塌地，绝对不是把他当兄弟对待，而是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陆远走下阁楼，来到下一层。这里是一个极为宽阔的空间，其中布置着各种机关设计的器物，还有着不少人正在忙碌。这里便是陆远这些年来精心构建的情报网——天网，用以搜罗天下情报，任何消息都在此地汇集交流运转，效率极快。信息足够，便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见过公子。所有人发现陆远，连忙行礼。公子，你出关了。一个身穿如袍头戴纶巾持着羽扇的中年书生上前，对着陆远拱手见礼。此人虽修为不怎么强横，但智计不俗，乃天网的负责人顾长风，曾也是大周朝臣，被贬后郁郁不得志，陆远将其收入麾下。我闭关这半年可有大事发生？陆远一边说着，一边来到阁楼的那间，缓缓坐下。顾长风跟在后面准备着茶水，眼中有着佩服。公子果然如你所料，大周如今已经穷途末路，诸王并起，自立为王，天下已然大乱。陆远翻看着桌上的一些书册，问道：朝中如何？是谁在执政？回公子，大周先皇突然驾崩，因尚未立下太子，致使皇室内部争夺十分惨烈，不少皇子皆因此落难。最后是假扮男儿身的九公主江玲珑，对外是自称一位尚未封册的皇子，力压诸多皇子，夺得了皇位。江玲珑即位才不到1年，因拒绝向奸臣苏权妥协，苏权便下令要除掉他。他现已逃出皇城，被二夫人收留，正在苍云县内做客。如今大周的陛下是一位替身傀儡，实际大周已被苏权全局掌控。不过有着诸王牵制，此贼尚不敢逼迫禅位，试图剿灭诸王。听完顾长风的汇报，陆远那双狭长深邃的眸子微微眯了起来。先皇突然驾崩，当初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得知这个世界乃是可以习武的武道世界后，便有了习武的心思。他出自山村，父母双亡，想要习武难度可不低，跋山涉水数万里才找到一个武道门派。只是由于武道天赋普通，直接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才想着投奔朝廷，努力学习考取功名。凭借着前世记忆的优势，加上穿越后过目不忘的本领，才使得自己凭借出色的文考，一路通过青云试炼，参加了殿试。本想好好辅助先皇，提出了一些对当局十分有利的进言，得到其欣赏，获得练武资源，却不曾想先皇昏庸，奸臣结党，不听取进言也就罢了，还将他贬为县令。若非系统激活，当年来到此地的他，只怕早就被当地的山贼世家吃掉。对于那位先皇，陆远可没有半分好感。没想到那位先皇竟然不过短短20年就驾崩了，这实在出乎意料。他印象中那位先皇虽然昏庸了一些，可实力可不普通，同样是一位大宗师圆满，否则也不可能镇压江湖朝堂如此之久。我记得他才不过80岁，怎么会突然驾崩？陆远不太理解，问道：消息是否属实？为何而崩？属实，内线确认过很多次，据说当时这位先皇想要覆灭江湖势力，暗中与当时5大门派的掌门有过交手，以一敌5，身受重伤。回到京城后便闭关不出，不出1月就宣布驾崩。顾长风说着自己所得到的所有信息。陆远沉吟了一会儿，5大门派的掌门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底蕴也极为深厚，如此倒也说得过去。只是这先皇未免太过心急，但一想到这人本就是个无脑昏君，倒也不奇怪了，没有在此事上纠结。陆远如今的实力已经非当日可比，莫说先皇，便是5大门派的掌门联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这20年他签到得到的奖励可不少，一身修为最少有着500年，若非是此届武道功法限制，他早已经突破至更高境界。江玲珑，陆远呢喃了一句。他很清楚，想要从诸多皇子公主中脱颖而出，夺得皇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江玲珑倒是有点东西。他之所以来到苍云县，只怕与气运金龙有些关系，能夺得皇位登基，本身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他母后是谁？调查了吗？陆远不由多问了一句。公子，是纪贵妃。纪贵妃？纪星月？陆远眼眸微抬，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有了波动。正是。顾长风点头。陆远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仿佛陷入了极为久远的回忆当中。纪星月与他年纪相差不大，和陆远是同乡。纪星月是当地纪家的千金，美貌惊人。当时陆远刚刚15岁，在县里一边替大户人家打工，一边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纪星月买到了陆远的题字，惊为天人，联系到了陆远。得知陆远要参加青云试炼后，提出愿意银子买陆远更多的书画。实际上陆远知道纪星月是想找个借口让自己一展宏图，而这才是陆远人生转折点的开始。若非当年没有纪星月，也就没有后来高中的陆远。在当时陆远的心中，这位纪星月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产生了爱慕之情。
他能感觉到纪星月对他同样有着好感，并且多次暗示过想要陆远提亲。可陆远知道这个世界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他一介庶民，如何有资格有脸面去提亲？季家哪里看得上他这个穷酸的一无是处的家伙，根本不会答应。青云试炼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他那时候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通过青云试炼，待得金榜题名时，再回到故乡，名正言顺的提亲。只是在陆远上竟赶赴青云试炼，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殿试前时，看到了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他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贵妃。当时这个结果让陆远有点无法接受，好在他心性非常人，历经了很久很久，才渐渐将此事忘却，把那份喜欢埋藏在了心里，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而纪贵妃对他依旧不错，给予了他很多帮助，他初入朝堂被卷入党争，好几次危急时刻都是纪星月出手将他暗中绑了下来。这件事过去多年，陆远几乎遗忘，听到这熟悉的名字，这才恍然想起，20年早已经物是人非。江玲珑是他的女儿嘛，都已经登上皇位了，陆远不由有些感慨，没有其他什么情绪。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感激了。没有纪星月，他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所以对于纪星月这个女儿，陆远倒是多了几分在意。倒也好，借助江玲珑这个陛下的身份，我也算名正言顺，如此所能获得的声望只会更高。陆远接过中年书生递来的茶杯，抿了一口。他现在想要提升领域等级，需要大量的声望，而声望获取的来源很简单，无非是名。知道的人越多，名声越响，那声望就越多。当然，这名声得是正面，负面的也有声望，但提升的很少。刚来苍云县时，他击溃山匪马贼，扫清世家，发展此地，才在短时间内将声望提升至如今这般。明星与声望有很大的关联。公子，另外3夫人的事已经查清楚了，当年参与围杀3公主的乃是梁王主使。顾长风道：梁王吗？陆远眼神微眯，透露一股危险的气息，让得一旁的顾长风感觉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下降了许多。顾长风还是第一次见到陆远这般模样，心中微凝。如今时机成熟，有些账也是时候清算一下了，连本带利。陆远自语，语气森冷。当初他被贬至此，除了先皇昏庸之外，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开罪了当朝丞相苏权，只因为不愿和奸臣同流合污，便被穿了小鞋。不少大臣为了讨好苏权，不仅将他贬到此地，断绝了他的一切饷银之源，甚至还派出了人想要了他的性命。幸好当时他系统觉醒，加上纪贵妃相助，才逃过一劫。当初没实力，陆远一直没有妄动，默默将此事记在心上。如今也到了清算的时候，任何曾经对他和身边人不利的家伙都将付出代价。公子，还有一事，近日天下大乱，已经有不少人将目光放在了苍云县，只怕此地多半就要暴露。公子的意思是？顾长风又道：无妨，20年了，也差不多了。相信你们这些人也厌倦了这样枯燥的日子，也早就等不及出去一展宏图了。趁这个机会，也出去看看吧。陆远随意说道：是，公子。顾长风面有喜色，连忙拱手。那公子，那些擅闯此地的人要如何处理？是直接杀了，还是不必先留着，让他们回去通风报信，顺便派人出去散播消息，说大周新皇在此？陆远摇头：啊，公子这事……顾长风不解。不错，与你想的一样，我身为大周县令，如今大周倾覆，自然不能做事，解救天下百姓苍生于水火之中，这才是我等大丈夫所做之事。陆远正气凛然道：啊，大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凭我们现在的实力？顾长风有些惊讶。陆远摇头：长风，只要百姓过得好，江山在谁手中并不重要，格局眼界放开一点，百姓过得好，他才有更多的声望啊。什么皇帝，什么江山，与长生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这需要以他的名去做这些事。顾长风有些自惭形秽，羞愧低下了头。是长风愚钝，天下有大人，实乃大幸。陆远微微一笑，起身离去。不过他并未去找江玲珑，而是去找了自己的几位夫人。闭关半年，实在也憋得慌了，去火仙。县衙占地辽阔，在观星楼后方还有着一座极为扩大的山庄，此地是陆远独有，除了陆远与几位夫人以及侍女外，任何人不可靠近。山庄建于山腰，其内有天然湖泊山峦，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园中的湖心亭上有着几个年轻女子坐在亭中，娇笑不断。在她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块块由玉块所制巴掌大小的牌具，四女围坐玩牌，不亦乐乎。碧波之上，一只轻舟缓缓而行，船头站着一道俏丽身影，正闭目垂钓。一座拱桥上，一位身穿天蓝纱裙的女子站在上面，在她面前的水中汇聚着诸多锦鲤，争先竞游。她微微一笑，玉手抓起100余石丢下。众女个个相貌不俗，五官如画，并不比宁幽若差，各有千秋，韵味不同。同样，她们的身份也并不简单，不乏魔教的教主，也有剑宗的圣女，还有世家的千金，甚至是异域的美人。本来各自水火不容，可此刻却显得前所未有的融洽，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正在这时，远处一道黑影闪过，
众女顿时警觉，看向远处，低喝出声：“谁？竟敢擅闯闲云山庄，找死！”所有人顿时察觉，纷纷转头，目光微凝。桥上的蓝衣女子手中鱼石飞出，如天女伞，直直朝着前方激射而去，与空气摩擦，发出阵阵音爆之声。庭中几女拿起手中的牌具，同时丢出，破空声不绝于耳。湖面轻舟上的女子睁开美眸，手腕一抖，面前的鱼竿飞起，湖水四溢，于半空汇聚一条水龙。水龙翻身入湖，再度出现时，已然是数十丈长的巨龙。激昂龙吟声响起，朝着刚才异动的方向杀去。好好，看来相公闭关半年，你们也没有落下修行，不错。轻笑声响起，一个黑衣男子踏波来，速度虽慢，但四周的一切都仿佛静止，显得他的速度也快了很多。鱼石牌具水龙在进入到他周身范围3尺处，纷纷止住，再也无法寸进。陆远伸手将鱼石牌具轻轻握在手中，手指一点，水龙溃散，化作湖水洒落湖面，散发一圈圈涟漪。众女认出此人，原本凝重的神色顿时变得轻松，都露出喜色。相公，相公出关了。陆远微微一笑，将轻舟上的女子揽入怀中，清香扑鼻。下一刻，身形轻动，已然出现在了庭中。下一刻，陆远手指微动，庭中几女的罗衣竟是不由自主滑落。相公，你好坏！众女脸上羞红，娇斥一声。陆远大笑，还有更坏的呢。事后，宁幽若躺在陆远的怀中，玉指轻轻敲着陆远的手臂，一脸幸福。突然，他想起了什么，道：“相公，我有一事与你商量，是江玲珑的事吧？”陆远心中一动，便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当真什么都瞒不过相公。宁幽若娇羞道：“相公觉得如何？”陆远大手绕过宁幽若的腰，狠狠捏了一把。你这丫头，真亏你想得出来，有你们几个，相公已经很满足了，此事不必再提了。那玲珑她……宁幽若哎呀叫了一声，躲开了陆远的大手，道：“陆远沉吟了一下，她是纪贵妃的亲生女儿，纪贵妃当年对我不薄，没有纪贵妃当年暗中相保，我只怕难以活到今天，这份恩情倒是不能忘了。我会去见她，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这传出去，别人把我当什么了都……相公一世英名，可不能败在你的手里。”宁幽若似有不满地哦了一声，不再相劝。另一边，县衙后院，江玲珑坐在窗前，玉手托着雪白的下巴，望着远处的观星楼，怔怔出神。这几天，他在宁幽若的带领下，已经差不多将整个苍云县的情况完全了解清楚了。苍云县的一切都令他出乎意料，无论是百姓们的生活，还是各方面经济条件、实力、建筑，任何一方面都远超大周任何地方。即便是皇城内的百姓，都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可以说完全实现了盛世的必要条件。甚至史书上的盛世与之相比，都差了很多。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习武读书，不必为了吃喝发愁，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脸上的笑容几乎没有停下过。百姓们自给自足，有着各种福利优待，对于金钱的需求几乎降到0点。可偏偏他们不但不因此懒惰，反而还动力十足，做事干劲十足。大家攀比心理也不严重，此地更是从未出现过偷盗等任何治安方面的问题，比起外界的差距，犹如天壤云泥。甚至有那么一刻，他都想待在这里，就这样安稳生活下去的想法。作为大周新皇，他很清楚治理一方水土的难度有多大。陆远能够做到这般，足以可见其能力。他对陆远此刻已经不仅仅是欣赏，还有着一些惧怕。此地实力雄厚，陆远深得民心，一声令下便可轻易自立，这也是他最为忧心的地方。如果不能说服陆远，那么在未来，即便他有望收复大周疆土，陆远也将会是拦在他面前最大的那个拦路石。他想了好几天，都未能想到有完全把握说服陆远的理由。此刻正因此发愁。玲珑小姐，夫人派我来告诉你，今日她便不来了，大人出关了，你且在此稍等几日。门外响起侍女小青的声音，江玲珑回过神来，精神一振。这么快就出关了吗？我三姐呢？三夫人的事，小青不知。好，谢谢。玲珑小姐客气了。小青离去，江玲珑心中不由有些忐忑。之前她还挺想陆远出关的，可现在陆远真正出关了，她还没想好如何劝说陆远。关键是她一点都不了解陆远，不知道陆远的软肋从什么地方插入此事。如果自己说错了话，那后果……接下来几日，江玲珑几乎连睡觉都没睡安稳，一直都在思考此事。3日后，小青再度前来，玲珑小姐，二夫人传来消息，说大人想见你。二夫人让你放轻松一些，有三夫人的关系在，不必担心。听闻此言，江玲珑心中稍安几分，在小青的带领下，朝着闲云山庄而去。山庄建造的十分气派，江玲珑之前都未发现，这里居然还有这等地方。在山庄中穿行不知多少回廊，才在一处院前停下。玲珑小姐，到了。小青止步，示意江玲珑自己进去。江玲珑心跳得很快，哪怕是他当初登基坐上皇位时，都没有此刻忐忑，胸口不断起伏。陆远在他心中神秘且强大，与这样的人会面，压力不比面对与奸臣苏权时小。之前自己还有君臣关系兜底，可此刻的他一无所有，连引以为傲的修行天赋，在陆远的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
如此被动的情形下，对他而言可是不小的考验。江玲珑闭着眼，深呼吸几口气，努力平复心绪，好半晌才轻抚胸口，睁开了眼，咬牙走入了院中。院内栽种着不少树，清新淡雅。走过院子，来到前堂，江玲珑看到了坐在堂前太师椅上的陆远。陆远一身玄衣宽袖长袍，衣角袖口皆绣着金边云纹，一头黑发披散，鱼头束冠，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剑眉笔直，狭长双眸微垂，鼻梁高挺，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俊朗，更多的是冷厉。那一股冷厉气质，让得江玲珑下意识吞了吞口水。身形看起来偏瘦，但一双手白皙的堪比女子，手指很长，捏着茶杯轻轻吹着。不得不说，陆远与之前江玲珑心中想象的形象有些差距。他以为徐远最少也是个中年模样，留着胡须，看起来有几分威严那种。可没想到陆远看起来这般年轻，但这并无法令他小看分毫。哪怕陆远一句话不说，他都感觉到了一丝极致的压迫。这等气质，他只曾在自己的父皇身上感受过，哪怕面对那奸臣苏权，都从未令他有过这样的感觉。他衣袖下的玉手不由紧紧握在了一起，手心有着细密的汗水冒出。你来了，淡淡的声音传来。江玲珑一怔，停下的脚步再度向前。来到堂中，他有些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应对。面对陆远一个九品县令，他堂堂皇帝自然不可能行礼。君向臣礼，自古以来可没有这个说法。可若是不行礼，未免太过自视甚高，很容易触怒陆远。陆远吹着茶，抬眸打量了江玲珑一眼。江玲珑一身贴身的宫装，玲珑有致的身材，不大不小，给人很协调的感觉。这件衣服本是陆远之前找人给宁幽若定做的，上面绣的青瓷图案，蓝白色调，配合上稚嫩白皙的脸庞，本就高贵的她多了一些典雅气质，很有韵味。倒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与她实在是有些像，眉毛、鼻子、嘴巴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与纪星月年轻时候很相似，让陆远有一瞬竟感觉自己回到了30几年前。不过相比纪星月，江玲珑少了一些文静，多了几分高贵气质。江玲珑被陆远打量，心中微紧，不敢与其对视，纠结之际，陆远开口：“坐吧。”江玲珑松了一口气。陆远又道：“不必如此拘谨，我没那么可怕。”我怕了。江玲珑被看穿，有些羞恼：“我才不怕，我只是……你叫江玲珑对吧？我之前听幽若说起过你了。哦，对了，之前幽若所说全是幽若自作主张，并非是我的意思，你不必放在心上。说起来，青离与你倒是有些渊源，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一声姐夫。”陆远没有拆穿江玲珑的身份，如果此刻拆穿，无疑会让江玲珑心中警惕心大起，还以为自己要玩挟天子令诸侯那套，没这个必要。江玲珑虽然认可陆远这个身份，可他有些开不出这个口。不过听到陆远说他并无看上自己的意思，略有些庆幸，只是庆幸之余，还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这倒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单纯觉得自己与陆远其他几位夫人相比落了下风，这让内心骄傲的他多少有些挫败，仅此而已。勉强一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陆远笑道：“你是纪贵妃的爱女吧？”“你怎么知道？”江玲珑有些哑然。“纪贵妃人中龙凤，天赋卓绝，你倒是与她有几分相似。我与纪贵妃倒是有些交情，你别紧张，先喝杯茶。”陆远摇头轻笑，指了指旁位上冒腾着热气的茶水：“有母后有着交情？我怎么没听说过？”江玲珑紧绷的身子稍稍放松了些许，从短暂的接触来看，似乎陆远不是他想象中那般的恶人，也没有认出自己的身份，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还与他母后有着交情，心中的惧意担忧不知不觉消散不少。他缓缓来到旁位坐下，神色依旧有些拘谨。看着这般模样的江玲珑，这倒是让陆远觉得有些好笑。这位大周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么惧怕自己？自己看起来有那么可怕？摇了摇头，陆远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缓缓道：“玲珑，我叫你来不是因为别的，如今大周的形势我也有所了解。奸相苏权大逆不道，实在该死。当年在宫内，我就与他很不对付，他暗箱操作，任人唯亲，把朝堂变成了他的一言堂。只可惜先皇并未听我进言，陆大人，此事都怪父皇。父皇他……”江玲珑道。陆远摆手：“都已经过去了，罢了，我也不怪先皇。若非先皇，只怕我未必能活到今天。”此话倒是实诚，毕竟如果不是他来到苍云县，或许系统都不会激活，乃来今天的他。只不过这不代表他会感激那位昏君。江玲珑闻言大感吃惊，不可置信抬头看向陆远，可陆远神色坦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他心中顿时觉得内疚极了，没想到皇室如此亏待陆远，陆远竟然如此海量，丝毫不计较此事，实在出乎他的意料。陆远比起他想象中要好很多。看来陆远能够得到幽若姐和自家三姐的青睐，并非是毫无道理的。他并不觉得这些是场面话，他现在在陆远眼中只是一个落魄逃难的公主而已，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连挟天子令诸侯都做不到，说好话给他听干嘛？玲珑，不知萧贵妃、纪贵妃等人如今是何处境？纪贵妃、萧贵妃是他与三公主江青离的生母，往事如烟，但对于纪星月，他内心还是很感激的。如今天下大乱，大周倾覆，
后宫只怕也不安生，他想要报答纪星月当年对他的恩情。江玲珑闻言神色微暗，我当时离开皇宫时时间仓促，如今我也不知道，倒是母后病重，只怕时日无多。病重吗？为什么？陆远皱眉，据太医说是他年少时的隐疾，具体是什么也不愿告知。江玲珑摇头，大人，不知你可否助玲珑一臂之力救出母后？说完，他期盼地看着陆远，神色很是忐忑。他知道皇宫之中何等凶险，想要救人的难度难如登天，可他此刻也没别的办法，只有陆远能帮得上他。陆远面露难色，皇宫之中如今已被奸臣苏权尽数掌握，高手如云，何况距离苍云县实在太远。就在江玲珑面露失望时，陆远又道，不过我如今名义上也还是大周臣子，哪怕大周已经将我遗忘，但我始终还是大周臣子，尽管只是小小县令，能力有限，可我不会做事的。当初纪贵妃待我不薄，我并非忘恩负义之辈，亲离的母后也尚在宫中，她若得知这个消息，只怕寝食难安，我尽力而为吧。陆大人，江玲珑豁然起身，心中震撼之余还有着浓浓的愧疚。陆大人这格局天下难有，可笑的是大周竟曾如此负他。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若有生之年能够卷土重来夺回大周，他必定封陆远为第一个异姓王，无论能力品行都太高尚了。这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自从见到陆远之后，他还觉得陆远有些不好接触，这些话都不知道如何开口。可现在看来都是自己想多了。你得到天子认可，声望加1000，系统提示音突然闪过，陆远为之一怔。他本来只想借助江玲珑的身份，如此更好名正言顺，不曾想还有这等收获。1000声望可不算低了，比起当初清除世家还要多，倒真是意外之喜。看来声望的获取方式不只局限于明星。陆远不动声色，继续道，你且放心，你是你三姐在这个世上为数不多的亲人，若有机会，我会派人救下纪贵妃，让你们母女2人团聚。你得到天子感激，声望加1000，还有……陆远诧异，2000声望放在之前足够他将领域升至2级了。当下继续开口，如今乱世将起，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百姓深陷水火火热之中，天子不知所踪。玲珑，你既为大周公主，应当肩负起光复大周重任。我知道这是对你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可是到如今，你不能将自己当成女子，理应站出来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既为大周县令，愿助你一臂之力。江玲珑瞪大眼睛看着一脸诚恳的陆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得到天子认可，声望加3000，在得知苍云县发展至如今这番模样时，江玲珑就不止一次想象过说服陆远相助于他的心思。这段时间他想了很多的理由办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天下为由，道德绑架，也有画下大饼，成事后封侯拜相，封疆次第。但这些理由他知道都不足以打动陆远，甚至是夜深人静时，他还想过要不要答应宁幽若委身陆远，换取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知道如此会让大周颜面尽失，甚至是在史书上遗臭万年。可比起眼睁睁看着大周倾覆，拱手他人，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罪在自己，功在社稷。当然，这样的想法只冒出了一瞬间就被他掐灭。没有到那最后一步，他不会就此妥协。可不论如何，他想了很多种办法，很多理由，可绝对没有想过陆远竟然会主动提及此事，愿意帮他。此刻他能够想到的唯一理由，那就是自己之前低估了陆远。很显然，陆远是一个心怀天下、忠君爱国的大忠臣，看到大周如此模样，不计前嫌，愿出手相助，哪怕是9品县令之身，也有雄心报国的壮志，这实在太难能可贵了。这一路下来，他走过无数地方，当地的官僚，无论是封王州府，听闻天子到此，要么是避之不及不敢承认，要么就是直接狠心派人追杀，谁会在乎他这个大周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唯独偏偏陆远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9品县令，居然敢站出来，在他眼中，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官，居然说要为了将要倾覆的大周出力，他心中的心情可想而知。要知道，陆远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他是天子啊。陆远这般做，图什么？能图什么？他如果是陆远，拥有苍云县这般底蕴，恐怕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有野心一点的，直接自立为王，与天下争锋；没有野心，也可如之前一般，守着这世外桃源，哪里也不去，静看沧海桑田，王朝更迭。可偏偏陆远选择了一种连他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陆大人，大周实在有愧于你，我江玲珑在此替先皇抱歉了。江玲珑躬身行礼。此刻面对陆远，他心服口服，哪怕自己身为天子，也愿为此屈身，不只是为自己，为父皇，更是为天下百姓。你得到天子认可，声望加3000，看着不断冒出的声望值，陆远心中欣喜，这才多久就已经积累了快1万声望了，这速度简直不敢想象。此刻江玲珑在他心里可不单单是一个落魄的天子了，这明显是个行走的声望机，用来刷声望的呀。陆远心中虽喜，面上不露分毫，义正言辞道：公主言重，
此乃下官分内之事，我相信任何一个良知未泯之人都不愿见到这等事情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战乱苦的不是别人，唯有百姓啊！百姓是无辜的，这些掀起战乱的人简直罪该万死。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大人，大周能有你这等忠臣，实乃万世之福。江玲珑美眸微动，面露赞赏。公主，你觉得以如今的形势，该当如何？陆远问道。江玲珑看了一眼陆远，发现陆远不像试探，这才面露沉思之色，思考着如今局势。很快，他有了决策，不过他并没有说，而是道：陆大人，我一介女流，不懂行军作战，也是第一次遇到此事，拿不定主意。陆大人既然能够将苍云县发展至这般模样，想必比我在这方面更为擅长，此事还是交由陆大人吧。何况此地是陆大人一手发展，深得民心，治下的百姓只怕只听取陆大人的话，我一个外人不好多言。陆远一听，这小女人还挺有心机，难怪能登上皇位。不过他并不在意，这并不影响，反正他的目的不是江山，与江玲珑不会产生利益冲突，两人的目的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国泰民安，属于同一个阵营。这一点他需要江玲珑能够明白，如此才不会出现内乱。公主多虑了，此地是大周治下，大周疆土一部分，都是大周百姓，你既为大周公主，听从你的调遣也是应该的。陆远说道。江玲珑犹豫了一下，才道：那陆大人可否借我10万？哦不，1万有着武道修为的百姓，1万百姓。陆远愕然。江玲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不瞒公主，我苍云县内这些年开垦荒山，为震慑宵小，倒是养了一批实力不俗的武者，若公主需要，多少都可。陆远又从怀中腰带取出一物，递给江玲珑。公主，这是苍云令牌，可调遣苍云县内的百姓。陆大人，江玲珑诧异无比。这并不是因为陆远私自募兵，这个世界武道为尊，有实力的地方想要维持治安，养兵是很正常的事，就连世家都有自家的私兵，更别说县衙了。只不过对于数量有所限制而已。陆远所在的苍云县地处边界荒山，常有凶兽，多养些兵也是正常的。而是没想到陆远如此信任自己，顿时他羞愧的有些无地自容。刚刚自己还耍了点小心机，实在是有辱陆大人啊！这一刻，他对陆远已经没有了半分疑虑，无比信任，敢将相当于兵符的令牌交给他，相当于把半条命交给他啊！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如果陆远真有反心，何至于此？陆远不是傻子，他很清楚，你得到天子信任，声望加1000，紧握着手中的令牌。江玲珑歉然道：陆大人，抱歉，刚才的猜忌无妨。陆远笑了笑：公主自便吧。这短短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已经得到了上万声望，简直血赚，岂会在意这些？至于令牌，有着领域特性在，哪怕没有令牌，这些人对他的忠心程度也是100%的，不必担心被反噬。不过现在看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得到了江玲珑的信任，这些隐患都不会发生。陆大人，你为大周所做的事，玲珑不会忘记，大周百姓不会忘记的。江玲珑没有画太多大饼，只说了这么一句，而后捏着兵符告辞离去。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苍云县有多少兵力了，这将是他复国大计的第一步。相公，你怎么将令牌都交给他了？相公，你真看上他了？这女人看起来不错，相貌天赋气质都算上佳，但心思深沉，相公要当心啊。是啊，他还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分明没有将相公你当成自己人。相公，你还是太心善了。江玲珑离去，一旁的侧堂涌出几位美貌女子，刚才与江玲珑的谈话，她们自然听在耳中，几女你一言我一语，都有些不解。几位妹妹，可不能这么说，她毕竟是亲离的妹妹，也算自家人了。倒是宁幽若笑得很开心，她很乐意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你们懂什么？相公这样做，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们作为相公的夫人，哪有质疑相公的道理？幽若姐，这话我可不喜欢听了。我们不都是为相公好？听说这女人还是你带回来的，你只怕是有别的什么意图。我能有什么意图？哼，不就是看你们几个没把相公伺候好，想给相公找点新鲜感吗？不是，相公你说是不是？谁没伺候好了？相公昨天不知道多开心呢。陆远听到几女日常吵嘴，无奈摇头：你们吵吧，我有点事。几女也不管陆远，插着腰在堂内大眼瞪小眼，一言一语毫不退让。对此陆远也没办法，一山不容二虎，女人多，特别还全是优秀的女人，想要完全和平相处几乎不可能的，他也不能偏爱谁。这样吵嘴，至少比起暗地里玩弄心计要好，也能让这里显得不那么冷清。这么多年过来，陆远倒也渐渐习惯了。离开闲云山庄，陆远来到了观星楼。观星楼足有上百层，可不光光是用来观星的。观星楼中有着海量的武林秘籍，几乎都是这些年陆远签到所得。秘籍品质有高有低，不过数量奇多，就算是大周武库的武道藏书，也未必比这里齐全。也正是如此多的武林秘籍，才让陆远培养出来了各类高手，还吸引了不少武痴驻留，愿意为陆远效命。一开始这些武痴还只是因为武林秘籍，到后来见识了陆远的实力之后，慢慢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在观星楼中汇聚了来自天下各地的武学奇才，数量足有上百。这些人的实力绝大部分都是在宗师境界，皆有望步入大宗师。这个数量的顶尖强者，无论放眼天下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可能做到。陆远找到顾长风，先是了解了一下京城的消息。这些年来，他虽一直待在苍云县，没有出去过，但他的眼线情报已经暗中渗透了天下各大势力，任何地方发生变化，他都清楚知道。哪怕是奸臣苏权蓄意谋反的事，他也知道。只不过他与先皇关系不和睦，懒得理会罢了。虽说这位先皇名义上来说是他岳父，可并无半分亲情。就连三公主江青离也是如此觉得。毕竟当年送他前去和亲时，就已将他当成了工具。虽对大周先皇无感，可江青离的母后与其关系不错。这些年来，他听得最多的就是江青离担心自己的母后，想要见上一面。之前大周安好，倒也罢了，可现在不同，大周名存实亡，皇室力量积弱，后宫只怕也不安生。公子，那苏权老贼倒是忌惮流言，并未对后宫下手，如今只是软禁。不少忠于皇室的大臣和一些世家倒是受到牵连，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了大狱，秋后就要问斩。顾长风道。陆远点了点头，替我将剑痴找来。是，公子。顾长风点头。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走入了店内。男子穿着简单的灰色布衣，身形偏瘦，背上背着一把没有剑鞘的剑。此剑无锋，整体呈黑色，上面的纹路有些怪异，没有任何规律，与平常的剑有很大的区别。说是剑，整体看起来反而更像是一坨随意熔炼的废铁。只不过随意熔炼倒是真的，但并非是废铁，而是东海之中的千年寒铁。表面上平平无奇，但内里蕴含着无边寒气。只因锻造人的缘故，无法做到令千年寒铁成剑，才造成这般情形。见过公子。男子目光平静，隐有锋芒闪烁，朝着陆远拱手。陆远看着他身上隐隐散发的剑意，知道他在剑道上的造诣又有了些许提升，道：剑痴，我叫你来是有一事吩咐。公子尽管吩咐，我剑痴来到此地时便说过，只要有公子用得上的地方，哪怕是刀山火海，剑痴绝不皱眉。剑痴是他现在的名字，他的过去并未对任何人提及。在这里，他性格孤僻，没有朋友。他的实力就算放在整个观星楼都能排进前10，已经步入大宗师中期，领悟到了剑意的存在，凭借剑意与寒铁剑，甚至可以与大宗师后期交手，非不败还能取胜。整个观星楼的高手几乎没有几个没败在他剑下的人。他是剑痴，在他眼里，这世上好似只分为2种人，一是敌人，二就是路远。见到任何人，他都想要拔剑试剑，这也导致很多人远远看到他都避之不及。在观星楼内，不少人都称他为疯子。他只敬陆远一人，不是因为陆远当年在他落魄时救了他的命，而是因为陆远的实力。陆远是他唯一尚未击败的人。当初交手，陆远只是一指就破了他苦研3年的剑招。作为一个剑客，这些年来他最大的目标是击败陆远。不过他知道现在的陆远比起刚闭关时又强了很多，他还没有胜算，也没有开这个口。你去皇宫走上一趟，帮我带2个人回来。陆远知道他的心思并不排斥，反而很欣赏剑痴，这样有信仰有坚持的人很纯粹。当然能够留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纯粹。好，剑痴一句话没问，直接答应。他不在乎皇宫这种地方是否有多少高手，是否充满着重重包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剑。面对任何事只需一剑。陆远将萧贵妃与纪贵妃的画像拿出，剑痴看了一眼，记在了心中，随后一言不发，转身离去。待剑痴走后，一旁的顾长风这才抬起头：公子，皇宫中高手不在少数，不免大宗师坐镇。据说那苏权这些年培养的大宗师数量可不在少数，而且还与5大门派有所交集，只派剑痴一人前去，是不是？你不是见识过他的剑吗？陆远道。顾长风一滞，想起当时被剑痴一剑击败的情形，脸上有些发热。公子，那我不善武斗，败在剑痴手下也很正常。我承认他的剑很强，可是他的性子太直，我怕他。无妨，相信他。他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若一直留在此地，剑道很难再有精进。加上他的剑道本就贯彻一往无前，败尽天下，我若给他安排其他人，反而是他的累赘。公子原来是这个打算。顾长风恍然大悟。清河县衙，梁王特使坐在高位，脸上的表情十分难看。3天时间已到，本特使让你们找的人呢？怎么，诸位是丝毫不将梁王放在眼中是吗？下方几位家主与县令面面相觑，大呼冤枉。特使大人，我们已经派人去各地搜寻了，还派出了家中供奉，按理说早就应该回来了，可能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大人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相信很快就会回来。近日来，县城之中多出了不少流言，有关天子的传闻，是不是他们遇到了天子禁卫？梁王特使听到这个消息，倒是眼眸微亮。天子传闻是什么？说来听听。大人，这可能是下方升斗小民随意编排的流言，当不得真。天子怎会出现在此地？县令抢笑解释说。梁王特使眼一横，吓得县令抖了一抖。是大人，传言说天子被奸臣暗害，逃离皇城，如今正身处苍云县，
被苍云县令接纳。苍云县令放言要替天行道，匡扶大周，解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望诸王不要妄动，齐心铲除奸臣。县令支支吾吾地说着自己听到的流言。对于这个流言，他本身是一点不信的。先不说天子不天子的，主要是这个苍云县令的狂言实在太狂了。苍云县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就在隔壁，能不知道？这种地方的油水，连他这个清河县令都看不上，懒得费时费力去收刮，可想而知到了什么地步。加上地处深山，穷乡僻壤，要啥没啥，山中凶兽遍布，打猎打不成，就连种粮的收成都差很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的县令，还放言匡扶大周，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哪怕流言是真，他也觉得这位县令肯定是没看清局势，不知天高地厚。天下能人何其之多，区区县令才什么实力，还想解救天下百姓？所以这流言当不得真。之所以有这个猜测，无非是因为自己派出去的人到现在没有回来，他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的理由，才会联想到这里。换做平时，就算打死他，也不可能相信。苍云县，这莫不是你们一起想好敷衍本特使的借口？梁王特使也根本不信，冷笑扫视着众人：“大人，下官绝无半句虚言。”县令被吓得脸都青了，心中后悔提及了此事。这事听起来确实离谱，也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不只是他不信，就连治下的百姓对此也不信。哼，看来你们是对梁王此举不满，才会如此不配合。既然如此，那你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梁王特使冷哼一声，就要出手就地格杀县令。县令被吓得跪倒在地，求饶不断。其他家主眼皮跳动，口水直咽，一句话都不敢说，哪里敢替县令求情，心中已经做好打算，将世家的人手送给梁王算了。也在这时，县衙外传来一阵惊呼，众人齐齐转头看去，只见几个族吏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走入了衙内。此人看起来十分之惨，一只手已经没了，身上的衣衫都已变成了血衣，混合着泥土，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头发散乱，看不清容貌。张供奉，其中一位世家家主认主这人手上戴的一枚戒指，顿时瞪大眼睛，不敢置信。所有人一听，全都惊呆了。张供奉是谁？他们都很清楚，那可是王家费大代价请来的供奉啊，曾是凉州灵鹤派的长老，实力已经步入先天，无论身份地位实力，放眼凉州也绝对算得上不错了。灵鹤派可是凉州的名门大派，光是灵鹤派3个字的名头就能在凉州境内横行。什么人如此大胆，有如此实力，将张供奉伤成这副模样？梁王特使眼眸微眯，没有出手，似乎看起来眼前这些人真没有骗自己。这位张供奉他也曾见过，虽实力不如他，但怎么说也是同为先天强者，怎会落得这般境地？张供奉，发生了何事？王家家主连忙问道。张供奉喝下了族吏喂来的水和药，状态稍微好了一点，刚想开口，便发出一阵重咳，淤血不断吐出。张供奉，别急，慢慢说。缓了好一会儿，张供奉才一句一停说着：“是苍云县。”张供奉，你是否遇到了凶兽？不是苍云县的人。回想起之前一幕幕，张供奉仍心有余悸。当时对方的警告，他并未放在眼中，与其交手，结果只是一招，他带去的人就尽数覆灭，还斩断了他的一只手。如果不是对方刻意留手，他知道自己恐怕回不来了。什么？苍云县的人还有先天实力的强者？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清河县地理位置比起苍云县好处太多，县令的实力才不过刚步入后天罢了。这还是他这些年来与世家合作，大力收刮民脂民膏，才弄到如此多的修行资源。可小小苍云县竟卧虎藏龙，还有先天强者？不，那人实力绝非先天，最少宗师。宗师？大堂内一股倒吸凉气的声音接连响起。宗师对于这等地方，无异于庞然大物。灵鹤派能够在凉州立足，成为名门，不就因为灵鹤派的掌门是宗师强者吗？难道流言为真，天子真到了苍云县不成？如果是天子禁卫出手，那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众人心中不由冒出这般想法，只有天子禁卫才有这个实力将步入先天境界的张供奉重伤吧。只是他们不理解，天子既然已经逃出皇城，消息为何又会走漏？是谁走漏了风声？特使大人，此事众人都将目光看向梁王特使。如果事关天子，那这事的重要性比起募兵而言，可高出太多了。梁王特使面露沉思，想了片刻后才道：“此事有待商榷，不过关系重大，哪怕是流言也得重视。本特使先行回禀梁王，你们在此等候消息。”正常而言，他这个特使第一时间肯定要去苍云县确认一番事情真伪。不过看到地上的张供奉这般下场，他心中有了一抹惧意。他只是先天，对方可是宗师。如果真是天子禁卫，那他此去肯定有去无回。立刻封锁消息，天子在此的消息绝不能外泄。梁王特使吩咐了一句，然后又将募兵的事情交给手下，直接离去，快马加鞭赶往凉州城，着急将此事上报梁王。大周皇城丞相府全失败了。
当朝丞相苏权坐在书桌前，看着手中刚刚送来的急报上的消息，眉头微皱。消息是前几天的万里加急，跑死了10几头凶兽，才在今天送到丞相府。急报的内容是他派出追杀江陵龙的人无功而返，请苏权定夺。大宗师吗？苏权将急报缓缓捏成一团，眼眸眯成了一条缝。没想到苍云县还隐藏着这样一位高手，结合这些时日的传闻，看来小皇帝在苍云县倒是真的。只不过小苍云县令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仗着区一位大宗师也敢插手此事。苏权手中还有着一份有关陆远的卷宗，上面记载的是陆远的生平。我道是谁？原来是你，难怪。看了陆远的卷宗，苏权才想起陆远这么个人，轻笑摇了摇头，神色满是不屑。尽管陆远文采不错，武道天赋差了一点，但不可否认，他是个人才。可惜太过迂腐。当年苏权也想过将其招揽，只可惜被拒绝了。任何不能为他所用的人才，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便出手让陆远被贬离京城，自此也没再多加关注。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再次听到这个名字。他虽不在乎陆远死活，也没下令斩杀陆远，可苏权的手下人为了讨好他，那可没少好好关照陆远。这些事苏权自不在乎，也从没将陆远放在眼中过。与本乡作对，天真。苏权沉吟了片刻，并没有下令派人前去追杀江陵龙。傀儡已经登基继位，皇城尽在他的掌握，江陵龙死不死，对他而言关系已经不大了。如今江陵龙只剩一个人，已经不被他放在眼中，对他产生不了任何威胁。想要东山再起，根本不可能。当然，最关键的是，他还有更为棘手的对手，那就是各位封王。大宗师这等顶尖战力，可脱不开身。在他看来，陆远虽不知怎么得到了一位大宗师相助，但想要解决也没那么简单。光派出一位大宗师可能还不够，何况苍云县距离皇城路途遥远，就算有着凶兽赶路，来回也要10几天时间，有些费力不讨好。如今梁王也已自立，他得知小皇帝的消息，怕是不会做事。梁王麾下高手不在少数，此事就让他去头疼吧。不只是京城，大洲各地都有着江陵龙在苍云县的消息传出。这个消息有些空穴来风，很多人都不是很相信。但不论信与不信，至少陆远这个苍云县令的名字在大洲传开了，几乎都知道了苍云县令要助大周天子一臂之力的这件事。只不过嘛，大家对此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陆远此举无异于自寻死路。在之前，很多人连苍云县都不知道在哪，更别提一个小小九品县令了。县令能有什么实力？想要扶持天子，得从龙之功，简直荒谬。不止诸王，就连百姓也这样觉得。百姓们其实并不关心这些事，也不在乎谁能登上那个位置，他们只希望战乱早点停下，有地可以种，有房子可以住，有东西可以吃。是以对江陵龙这个天子，没有什么人支持，更没有人想过去投奔江陵龙，助其一臂之力。各大封王甚至没有派人前去查探消息虚实的打算。如果是先皇落难，在百姓中颇有声望的话，他们还可以借助先皇的声望招兵买马，求个名正言顺什么的。但现在只是刚刚登基不久，还没有什么底子基础的江陵龙，就没有这个必要了。相反，他们还巴不得江陵龙崩殂，借这个理由向苏权发难，明显更好。所幸江陵龙并未出现在他们地界，头疼的是梁王。凉州城，梁王此刻确实很头疼，这消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他想不知道都不行。只不过这个消息他也不确定是真是假。梁王是大周王爷，江陵龙算起来还是他的侄孙女，他刚借着铲除奸臣的名声自立，如果他派人对付江陵龙，无疑会落人话柄。但要接江陵龙来凉州城，不太现实。这时禁卫来报，王爷，特使求见。传。不多时，梁王特使出现在了堂内。特使将自己在清河县的所见所闻尽数汇报。天子禁卫，你确定？听闻消息，梁王神色微动。是的，王爷，那人实力最少也有宗师实力。特使回禀。宗师吗？梁王眸光微闪，沉吟了一会儿，才道：来人，派出10位宗师高手前去苍云县一探虚实。本王倒要看看谁胆敢冒充天子。禁卫一听，顿时明白这位王爷的意思。王爷是留还是就地格杀？是。另外传消息出去，本王将亲自前去苍云县，即刻启程。江陵龙出现在他的地界，他必须得处理干净。当然，诛杀天子这个恶名，他不可能光明正大背上。不论如何，面子功夫要做足。苍云县衙，江陵龙一袭蓝白青宫装，站在衙门前方，手中握着代表苍云县衙的令牌，心中有几分激动。直到现在，他都感觉像是在做梦一般，这一切来得有些太过简单了一点。陆远竟然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他，着实是他没想到的。有了陆远相助，加上苍云县这诸多百姓，令他节约了多少时间心力，还给了他一线希望。刚走进县衙大门，立马便有一名族吏上前询问：敢问可是玲珑公主？不错，我就是。江玲珑点头，并不意外会被认出，想来陆远已经将消息传了出来。族吏连忙行礼，卑职见过公主。不必多礼，我想先了解一下此地的情况。
江玲珑开口。这时，一名美妇走了过来，施行了一礼：“妾身李柔，见过公主。陆大人已经下了命令，让妾身保护公主安危，顺便带公主了解此地情况。劳烦了。”江玲珑闻言点头，打量着李柔。李柔看起来约莫30-40的样子，身形饱满，十分有料，风韵犹存，充满一种熟到极致的诱惑，一颦一笑很能勾动人的心弦。周身看起来毫无气息，但江玲珑不敢小觑，能被陆远派来保护他的实力只怕不俗，最少也是个宗师吧。不知公主想先了解什么？李柔笑盈盈道：“我想知道衙内是否养兵，如今数量几何？”回公主，这些年衙内养了些兵，皆为开垦荒山深处所用，数量大概在100万左右，如今在县内只有10万，大部分都在深山，如果公主需要，可以随时调回。100万？江玲珑只感觉心脏狠狠抽搐了一下，瞪大美眸，被震撼得不轻。他在之前不是没有设想过陆远养兵，可他觉得能养个几千上万兵已经差不多了。如苍云县这种地方，养兵的作用大多是震慑山匪马贼，数量不会过千，而且养兵消耗可不少。当了皇帝之后，他对这方面才有了更为明确的概念。光是一支万人军队，每年投入的资源，那都是一个极为夸张的数字。大周一年的税收，除了官员俸禄、封王赏赐、皇家资源这些，绝大部分都是用在了养兵上面。大周之前一直处于太平时期，兵力并不多，反而在逐年减少，不是因为安全度够了，是因为养兵太费资源了。最后只保留了100万精锐，其中大半是用来稳固边疆的。皇城中除了10位大宗师以及3000精甲卫，真正能够调动的兵力其实很少。这也是为何苏权可以轻松掌控皇城的原因。只要想办法将大宗师牵制解决，就足够了。而此刻，这么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小县，居然也囤了100万兵力，堪比大周。这一年得耗费多少资源啊？他承认此地的繁华富庶程度远超他的想象，可这里真能比大周还富有吗？关键是没有税收，大家都足不出户，也没交易，光靠开垦荒山，自给自足。江玲珑完全不理解陆远是怎么做到的。100万精兵，江玲珑深吸一口气，有些庆幸，幸好陆远是个好官，忠君爱国，心怀天下，否则有这兵力底蕴，大周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好像突然明白陆远为何会放心将代表兵符的令牌交给他了。陆远对这天下、对皇位、对权势根本不感兴趣，他真是令人意外。江玲珑脑海中不由浮现陆远那一张略显冷厉的脸庞，看起来冷厉，但实际上天差地别。这样的人有实力、有能力，还没野心，宁愿窝在这小小县衙开垦荒山，为大周开疆扩土，也不愿超歌向天下，实在太难能可贵了。天下何人能与其相比？他自问，换作是他是做不到这般的。能遇到陆远，江玲珑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公主是否要召集他们？李柔将江玲珑的神色看在眼中，脸上也有着浓浓的自豪，仿佛身为苍云县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麻烦召集一下吧。江玲珑很客气，并没有表现出大周天子该有的霸道与倨傲。公主客气。李柔笑了笑，旋即传令：公主稍等，县衙之中并无驻守，皆在野外历练，很快就会回来。公主先进衙内坐上一会儿吧。江玲珑摇了摇头：不必了，我就在此等候。这些都是经过历练的兵力，可比他之前想象的百姓要好很多，至少减少了自己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自己一声令下，便可随时杀回皇城。当然，这个前提是这些兵的实力不会太差。等待之余，江玲珑好奇问道：李仪，我有一事不解，我观此地百姓实力也都不弱，他们是否也算在100万兵力之中？听到李仪这个称呼，李柔受宠若惊：公主，你直呼妾身的名字即可，李仪妾身可受不起啊。至于公主所问嘛，此地百姓确实实力个个不俗，这是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在学院修行，获取相应的修行资源。陆大人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天赋，给他们适配合适的秘籍修炼，因材施教才会如此。不过，想要加入军中，可得经过层层选拔才行，每年都会进行各类选拔考核，通过考核者才有机会进入军中，成为苍云军一员。公主看到的这些百姓，除了个别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通过考核的，他们在县中都负责其他行当，维持着县内运转。不得不说，陆大人真乃神人，是他一手造就了苍云县如今景象，此地每个人无不对陆大人感恩戴德。就好比我吧，我之前不过是此地的青楼女子，陆大人来了之后，我才有机会接触武道，慢慢到了如今的层次。李柔颇为感慨说道。江玲珑大吃一惊：呵，公主你有所不知，在这里可没有上下九流之分，不论出身，不论贵贱，大家都是一样的起点。说句不好听的，比起大周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来说，高明太多了，所以才会造就此地如此繁荣的景象。陆大人对妾身如同再造，是他让我真正活了一次。李柔挂着由衷的笑意说道。江玲珑闻言，对陆远的了解更为深了一些，不分出身贵贱，光是这个理念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人。在这一刻，他感觉陆远在他心中就好像当是圣人一般。也在这时，
远处一阵隆隆响声传来。江玲珑抬头望去，只见街道尽头，一支身穿玄甲的队伍整齐划一地朝着此地踏步而来。他们动作十分一致，宛如一体，远远看去就好像一只巨虎，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脚步落下，大地仿佛都在震颤。这一幕实在太具备冲击感了，比起大周3000金甲卫都有着气势。关键是从这些人身上散发的气血之力十分不俗，低喝声中似乎士气高涨，几乎凝为实质，在众人头顶凝聚成了一头黑虎模样的事物。黑虎正在酣睡，栩栩如生，隐而不发，但极具压迫。先天武者，江玲珑眼帘微缩，感知到从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实力，大受震撼。这10万军队竟是全由先天武者所组成，整整10万，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武道一途很是艰难，先天武者已经不多见了，说是万里挑一也不为过。大周军队最多也只是百夫长、千夫长这些人达到这个实力，其余人能有后天境界，已经算得上一支精锐，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可此刻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支全由先天组成的军队，10万人，论战力，哪怕大周之前的50万军队都无法与之抗衡。加上这10万人的士气凝聚，只怕战力还会更高。这一刻，江玲珑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地方。关键是，这才是李柔口中的1/10呀！除了这10万，还有着整整90万大军呢。要是将这100万大军汇聚在一起，光复大周，岂不易如反掌？三姐啊，没想到你居然因祸得福，遇到了姐夫这样的人。想到自己竟这么快就拥有了翻盘的机会，江玲珑心中不禁想到。江玲珑很清楚，自己能够这么快拥有这一切，全靠陆远。而陆远之所以愿意帮他，除了陆远本身为人不错，其中多半也有自己三姐的关系在其中。在这一刻，他是由衷为自己的三姐感到庆幸，当然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幸运。黑虎军见过公主。也在江玲珑心思转动之际，10万大军已经来到县衙前方的广场之上站定，齐声开口，蕴含一股无形威势，声震四野。江玲珑望着这一幕，仿佛感觉自己回到了皇城，面对3000金甲卫的时候。一想到3000金甲卫为了保护他尽皆战死，他神色有些哀伤，但很快便化为坚定之色，喃喃道：师尊，我会替你们报仇的。公主，这便是黑虎军了。苍云大军分为10支，皆以神兽命名，各有10万，都有大宗师坐镇，统管3军，每1万人又有10位9品宗师，军内每人实力最少有着先天实力，且年龄不超过50，都有着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李柔在一旁解释道。江玲珑暗自点头，大宗师坐镇，此地的大宗师的数量果然不少，加起来已经远超10位，比起大周底蕴都要雄厚。就算是整个天下的大宗师数量加起来，只怕都没有苍云县多。关键是宗师数量同样不少，1万人有着10位9品。在这一刻，江玲珑从来觉得在世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宗师，在此地就好像大白菜一样随处可见，简直离谱。不知道那奸臣苏权以及我那几位叔公叔伯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江玲珑想到这里，眼中狠色一闪而过。这一路逃难至此，以3000金甲卫的实力，他的下场绝不至于如此凄惨，其中多半有他的那些封王的叔辈爷辈的老家伙，暗中派出人手对他出手。他很清楚这一点，如今也是时候清理门户了。这笔账他要一一清算。诸位辛苦，今日便在此歇息一晚，明日我会挑选1000精锐，随我前去探探虚实，将附近的县城拿下。江玲珑开口下达了自己的第一个命令。他如今虽掌控了10万大军，但他也没有轻敌，稳扎稳打，保存将士实力才是最要紧的。这些可都是陆远精心培养的精兵，每损失一个，他欠陆远的就越多，他格外珍惜。是。黑虎军齐声应道。检阅了一番军队实力，江玲珑又来到了库房检验装备、粮草，这些在行军作战之际同样很关键，特别是粮草，哪怕大宗师也不可能不吃不喝。虽坚持的比普通人久一些，可实力会受到一些影响，更别提其他人。除了粮草，还有其他坐骑以及医药这些。来到后勤仓库时，江玲珑又是被震撼了一番。整个县衙的仓库粮草堆积成山，几乎数不过来，按这数量，即便是维持几十年消耗都足够了。想来陆远当初就已经做好了很多充足的打算，才会囤了如此多的粮草。不过他也没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而是借，将来肯定是会还的，而且还要加倍奉还，哪怕将国库掏空，他都要还。当然他很清楚这份天大的人情是怎么也还不清的。紧接着他又见到了此地很多精良的装备，各种战甲不但轻便，防御力十足，锻造手艺同样不简单，显然出自名家之手。咦，李仪，这是什么？江玲珑发现在诸多兵器架旁还摆放着一样他从未见过的事物，好奇问道。这东西看起来像个凳子，可却如马车一样有车轮，在凳子上还加了一个圆形的东西，整体还是钢铁制作。回公主，这乃真气炮。李柔道。真气炮？江玲珑美眸眨了眨，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这是陆大人取的名字，也是陆大人派人所制，整体由金刚所制，
内部是很多高手的真气内力汇聚积累，用特殊方式封存，还能将真气内力封存，那威能如何？是的，这么一门真气炮，威能可就很厉害了，普通5阶灵兽的肉身防御都撑不住此炮一击。关键是此炮射程很远，高达100里，爆发那一刻堪比宗师全力一击。而且操控此炮并不消耗高手，哪怕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都能操控。也就是说，普通人得到此炮亦有斩杀宗师的能力。只不过此炮威能巨大，大人说不到关键时候不会动用，很容易伤及无辜。听完李柔的解释，江玲珑嘴巴直接张大，足以塞下一个鸡蛋。击破5阶灵兽的防御，射程高达100里，堪比宗师，普通人都可以，这么多的优势，此炮简直就是神器啊！什么工程器械，与之相比，简直弱爆了。这可比一般的神兵利器厉害太多了。大宗师之下，有几人能敌？在这一刻，他对陆远的认知再度刷新。不但武道天赋卓绝，文武双全，在治理方面同样不俗，还能创造制作出如此神器，那是何等天才！如果大周100万大军拥有此物，边疆宵小还敢来犯？拥有这一切，江玲珑感觉哪怕是头猪都能一统大周。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天才的人，若非亲眼所见，只怕不敢相信。数万年来不乏惊才绝艳之辈，但与陆远一比，都显得奈般不堪，如萤虫与皓月般。江玲珑此刻对陆远的佩服简直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为大周天子，本觉得天下应该无人能及他分毫，可此刻被陆远彻底折服，佩服、欣赏，甚至有了一丝仰慕。不过不是爱情上的仰慕，是那种看到一个几乎完美的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他是女儿身，从未考虑过儿女情长，更没幻想过未来自己会欣赏谁。但现在他的心态第一次发生了一丝转变，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陆远莫属。与此同时，另一边正在闲云山庄与几位夫人玩乐的陆远，脑海中接连不断出现声望值提示：你得到天子佩服，声望加1000；你得到天子欣赏，声望加3000；你得到天子仰慕，声望加10000。短短一天下来，陆远轻松收获了10几万声望值。这其中除了江玲珑提供的声望之外，还有他的知名度在世间传开，提升了一小部分。不过那些与江玲珑提供的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还不够一个零头。这声望刷的值，自己当个甩手掌柜，躺着就能获得声望。至于江玲珑想怎么折腾，他并不在意，让天子给自己掌兵这种事，谁能做到？江玲珑就这样忙碌了一天，并不觉得累，反而不亦乐乎。看到苍云县如今真正的底蕴，他心中的底气十足，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用过膳后，回到房间，小青带着一个侍女等候在了这里。公主，她叫小云，是二夫人派来照顾你起居的。另外，屋内的饰品、衣物和胭脂水粉也是二夫人叫人送来的。小青，替我多谢二夫人了。江玲珑感激道，自己在这里的待遇实在是她没想到的，让她有些受之有愧，不太好意思。公主客气了，三夫人与二夫人关系亲如姐妹，公主又是三夫人的妹妹，二夫人吩咐过，可不能怠慢了。小青十分客气，那公主我就先走了。小云，好好照顾公主。是，小青姐。侍女小云很年轻，长相还算乖巧，笑嘻嘻地对着江玲珑行了一礼。小云见过公主。江玲珑之前还没怎么留意，此刻细细观察之下，才发现小青、小云两个人身上的气息居然同样不简单，显然一位武道高手，不由好奇问道：小云，你的武道修为如今到了何等境界？小云诧异了一下，才羞羞说道：让公主见笑了，小云实力低微，如今刚刚步入先天。江玲珑美眸明显闪了一下，什么意思啊？先天也叫实力低微？她也是先天，岂不是说她的实力根本算不得什么？不过一想到此地的侍女实力都有先天，她引以为傲的天赋，为什么才与一个侍女差不多啊？关键是眼前侍女看起来年龄比她大不了多少啊！她怎么说也算是大周数一数二的修行天才。江玲珑感觉到自己的自信心再次受到了重击。小云，你的意思是先天境界在侍女当中算很弱？是呀，小青姐姐都快宗师了，还有其他几位夫人的贴身侍女同样不俗，想要成为侍女比加入苍云军的条件还要苛刻呢。小云天真眨着眼说道：比苍云军还要苛刻？江玲珑不敢相信，白天他已经见识过苍云军的实力了，本以为苍云军的选拔已经是万里挑一了，没想到连个侍女的挑选条件都如此苛刻，皇宫的宫女也没这么严苛啊。不过一想到整个苍云县每个人实力好像都不普通后，他也慢慢释然了。这让江玲珑有一种错觉，此地简直就是一处福地，居然能够诞生如此之多的武道强者。但是之前那么多年也没听说过苍云县出现过什么人才的传言啊，难道这也是因为姐夫？这一天逛下来，江玲珑对于陆远的认同感已经拉满了，这声姐夫他已经心甘情愿叫出口了，能够将10万先天强者毫无保留的交给他，还有物资粮草什么的，别说姐夫了，让他叫声爹说不定都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她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而是在看透了世态炎凉之后才知道雪中送炭有多么的难得。无疑陆远这个姐夫足够得到他的认可尊重。小云，我想知道此地如此多的武道强者，
都是因为姐夫指点吗？啊，不是啊，陆大人平日很忙的，哪有时间指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过我们所学的功法武技都是陆大人赐予的，反正对于陆大人，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如果没有陆大人，我们苍云县现在连吃都吃不饱呢。小云知道公主想问什么，武道天赋罕见，这里出现这么多武道强者，很难理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陆大人来了之后才有所改变。之前苍云县最强者才不过后天实力呢。我们私下都觉得陆大人是上天眷顾的宠儿，甚至是天神下凡、神仙转世呢。小云说起陆远，小脸上满是崇拜。天神下凡，神仙转世，江玲珑呢喃了一句，他是不信神仙之说的。如果真的有神，就不会有百姓遭难，他身为天子，也不会落到如今这般地步。那不过是皇室为了巩固皇权所编造出来的一些东西罢了。但此刻他第一次有些动摇，对这个说法竟然不是那么排斥。无他，陆远实在是太不像个人了。他目前所做的这些事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或许这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一定。呢喃了一句，江玲珑不再多想。无论如何，现在陆远与他是一起的，这对他来说是好事。走入房间，江玲珑看到桌上摆放着一个个玉盘，上面放置的都是些看起来面料极佳的衣物，以及一些胭脂、水粉、香料等等。江玲珑对衣物倒是不怎么讲究，不过看到这些面料颜色质地不错，上手摸了摸，这面料当真不错。是啊，县内的纺织锻造、修筑酒水各方面，据说都是陆大人出的主意。小云赞同点头，姐夫本事真大。江玲珑由衷说道。听说陆大人还精通音律、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小云一副小迷妹的模样，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这我倒是知道一些。陆远之前进入殿试，在文采方面肯定毋庸置疑，至今还有不少诗词为人流传。公主，这衣物是陆大人专门为夫人们设计的，二夫人居然舍得送给公主。小云看到江玲珑手中的衣物，满脸艳羡说道。原本对衣物不太感兴趣的江玲珑听到是陆远亲自设计的，不由来了兴趣，仔细打量起手中的饰物。短袖短裙有些褶皱，蓝白配色看起来还挺好看，只是太短了，如此暴露她心中是拒绝的。这要她穿出去见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公主，这衣服好像是叫什么杰可来着，穿上去可好看了。这是叫黑丝，那是白丝，还有高跟鞋，哇，还有洛丽塔涅。二夫人对公主也太好了吧。江玲珑每拿起一件，小云都叫出了名字，这些名字很陌生。江玲珑看着这些衣物，眉头直皱。除了那黑丝、白丝、高跟她还能接受以外，其他的衣物面料实在是太少了，自己在房间里穿还行，穿出去也太丢人了。难道优若姐平日也穿这些？江玲珑心中好奇，然后尝试性的将黑丝穿在了腿上，对着铜镜照了照。别说，看起来感觉好像真不错，美腿的轮廓线条完美呈现。就是高跟鞋穿起来有些不太合脚，很不适应。试验了老半天，将所有衣物都试验了一遍，最终他摇了摇头，只把黑丝留了下来。不是不喜欢，穿上去也确实好看，主要是穿上这玩意儿，他实在感觉没脸见人，自己可是大周天子哎，形象很重要的。虽说如此，可他还是佩服陆远的脑洞，居然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这能力果然非常人可比。一般人光是修炼就很累的，陆远居然除了修炼，还有闲心搞这些，关键还突破到大宗师了。这要是让那些一辈子都在苦修的大宗师知道，不得道心崩碎了才怪。翌日一早，天还没大亮，江玲珑早早起床，来到县衙准备点兵。他并未穿昨日宁幽若给他准备的衣衫，而是找小云给他弄来一套黑虎军的甲胄。甲胄很重，穿在身上沉甸甸的，看起来有几分英姿飒爽。黑虎军起得更早，已经开始在操练了。江玲珑有些惊讶黑虎军的自律。黑虎军统领发现了江玲珑，走上前问道：公主，人手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候命。知道这位统领是个大宗师，江玲珑不敢怠慢，点了点头，辛苦赵统领了。赵统领大手一挥，立马有着1000黑虎精锐集合。江玲珑看着这1000精锐，很是满意。既然准备好了，那便随我出发。昨夜他研究了很久的地图，对于整个凉州的地形已经有所了解，心中有了大致的路线。大州19州，边缘的几个州府，包括凉州在内，皆为封地。封王虽有地，但不具备实际权力，属于是郡县分封结合，如此也可以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用来削弱封王实力。先皇这样的想法当然不错，可实际落实下来，便是封王州府狼狈为奸。如今凉州除了苍云县这个外人看起来的贫瘠之地无人问津外，几乎全部臣服梁王麾下。他如今的打算便是一路向东，直取凉州城，先将凉州拿下，作为他的第一个据点，再朝边缘扩张，最后再对皇城形成包围之势，令苏权插翅难逃。如此一来，顺便也解决了封王的问题。心中思绪闪过，1000黑虎军在江玲珑的带领下，直奔苍云县相邻的清河县而去。像这种小县，实力都挺一般，最强者不过几个先天，1000黑虎军足矣。何况有着赵统领以及李柔这2位强者压阵。刚走出苍云县城，县城外不远处的驻地已经有人等候在此，只有1人，但在他的身后有着足足1000匹形态凶猛的黑虎。光看气势，便知这些黑虎不是普通的野兽，体型极大，显然是凶兽无疑，实力不俗。
这时，江玲珑美眸闪过诧异：“公主，这是我们的坐骑，经过训练，他们已经没了凶兽的凶性戾气，十分配合，亲如兄弟。与我们的黑虎军配合，实力还会更强，所向披靡。”赵统领道：“坐骑？”江玲珑深吸了一口气，这黑虎应该是相当于5阶凶兽了吧？堪比先天的存在，居然被驯化成了坐骑。凶兽驯服是很难的，一头凶兽想要完全驯服，都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他见过驯服的凶兽，可数量并不多，大部分驯服的凶兽只会用来送信，参战也不过才几头，只有统领才有资格。就算参战的凶兽实力也只比普通的战马厉害一点，从没人驯化过3阶以上的凶兽。此刻一眼望过去，足足有1000头。江玲珑很清楚，这1000头很可能还是因为他只带了1000人的缘故。只怕黑虎军10万众，人人都有这样的坐骑。黑虎军的坐骑是黑虎，那青龙军的坐骑该不会是青龙吧？江玲珑低声吐槽。赵统领闻言一笑，哈哈哈哈，青龙据说是神兽，从来没人见过。不过正因如此，才没法成为青龙军的坐骑。若是被陆大人遇到，那指不定要成为青龙军的坐骑。看着赵统领对陆远如此崇拜的模样，江玲珑似乎也有一点得瑟，腰杆挺得很直，仿佛有这样一位姐夫，也很自豪。他感觉在这个地方，好像说上一句陆远是我姐夫，比起说自己是大周天子，应该更有威慑力吧。但他也有些好奇，赵统领，那青龙军的坐骑会是什么？9头赤蟒？9头赤蟒？江玲珑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世界凶兽数量种类同样不少，虽没有威胁到人族的统治地位，可凶兽之中带个凶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强大的实力。凶兽根据血脉，成年后皆具备不俗的实力，有些甚至能与人族大宗师媲美。仅论战力，一般的大宗师还有些不如。有好事者游览天下各地，找寻凶兽足迹，与凶兽交战，最终通过凶兽表现出来的实力，还为此谱写了一篇万兽录，其中记载的就是各大凶兽成年后的介绍。根据血脉强度，还对其有着排名，其中排在前10的就有9头蛇一族。9头蛇在蛇类中无疑是最强大的凶兽之一，能排在9头蛇前面的是天下几乎难见到的龙凤麒麟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兽，可见9头蛇的厉害。而9头赤蟒是9头蛇变异后的存在，实力比起9头蛇还要更强，成年后每一头9头赤蟒的实力都堪比宗师、大宗师。而陆远手下的青龙军居然是以9头赤蟒为坐骑。直到此刻，江玲珑似乎才明白陆远这些年着力开垦荒山的意图是什么了。这并非是为了种地啊，是为了抓捕凶兽，驯化成坐骑。连9头蛇这样强大的凶兽都被驯服，简直不可思议。这已经不是实力能做到的事情了，就算大宗师也没有驯服的这个能力啊。自己这个姐夫还真是不断给他意外的惊喜震撼。江玲珑更好奇了，问道：“赵统领，你可知我姐夫是怎么将这些凶兽驯服的吗？”赵统领摇了摇头：“公主，这我就不知情了。我也好奇来着。当初陆大人只是去了一趟深山，回来身边就跟了一头大蛇，对其言听计从，好似非他不可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头大蛇就是9头蛇的老祖宗。有这头蛇族的老祖宗在，下面那些小家伙自然也乖乖听话了。驯服这些家伙根本没用我们出力，只不过想要挑选自己心仪的坐骑，还得得到凶兽的认可才行，得双方彼此都看对眼，都满意，就好像娶媳妇一样。9头蛇的老祖宗？”江玲珑更吃惊了。是的，这位蛇族老祖宗现在还在县内后方的深潭之中，有人说他可能要化龙了。赵统领煞有其事说道。江玲珑妈了，真的假的？化龙？嘿，除了这蛇族老祖宗外，深山中其他凶兽的老祖宗都是这样被陆大人带回来的。苍云县里如今最少有着10来头这样的凶兽，这也使得我们和凶兽关系缓和，不再像以往那样见面就搏杀的时候了。有了这些凶兽相助，我们在深山中还遇到了不少宝藏矿脉，据说有些还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公主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上古的物件。难怪江玲珑顿时恍然了，他就说苍云县怎么那么富有，原来是有着宝藏矿脉。他曾看过古史，这方世界以前也有过极为辉煌的时候，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没落，不过也遗留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宝藏，只是很少有人遇到过。曾经倒是出现过几次，但每一次宝藏出世都会在天下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没想到自家姐夫驯服了这些深山中的凶兽，意外收获了这么一批宝藏，当真是天道眷顾。公主，这是你的战旗。赵统领牵来一头黑虎，走到江玲珑的面前。这黑虎足有3米长，1人高，即便没有露出凶光，也有些摄人。江玲珑并不是第一次接触驯服的凶兽，有着经验，伸手在黑虎的背上抚了抚，见黑虎没有反抗后，这才踩在蹬上，翻身上了虎背，动作行云流水，让赵统领都露出了赞赏之色。出发！江玲珑手一挥，脚下用力，黑虎顿时冲了出去。身后1000黑虎军同样翻身上了虎背，跟上了江玲珑的步伐。1000黑虎骑浩浩荡荡冲入了山林之中，通往外界的路十分崎岖，山路颇多，不过有着黑虎，行进效率十分之快。没一会儿，江玲珑就来到了一处熟悉的地方，正是前段时间他与金甲卫分别的枫树林。江玲珑默默下了虎背，拍了拍虎头，
这才缓步来到林中，看着枫树林中飘散堆积的落叶、倒塌的古树，以及上面残留的些许血迹，还有歪歪斜斜插在地上的断剑，眼眶顿时起了雾。他认出了这把剑，正是他的师尊用的那柄。江玲珑艰难地低下身子，伸出手抚摸着短剑，将其拔了出来，轻声呢喃，哽咽出声：“师尊。”一旁黑虎统领见状，挥手制止了身后的黑虎军，没有出声打扰。江玲珑将断剑拿起，随后开始在这枫林中找寻着师尊的遗体，不断翻开这些堆积的落叶，形象有几分狼狈。公主，需要帮忙吗？李柔上前低声询问。江玲珑摇了摇头，继续翻找。看到树叶下方已经快要腐烂发臭的断枝，江玲珑认出上面的金甲，眼前彻底模糊，连呼吸都有些停滞。李柔默不作声，朝着黑虎统领做了个眼色。黑虎军统领会议，派人帮忙寻找。很快，枫树林内的金甲卫遗体被找到，没有一具完整尸身。所有人都有些沉默，从这些尸体上，他们猜到了对方也是与他们差不多的战士，心中有些敬意。江玲珑默默将这些遗体埋葬，用断剑刻了一块简易的墓碑，行了一个大周最高的跪礼。诸位，我会再来的，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去处。你们的家人子女后代，我会尽全力救出来。只要大周在，则保他们万事无忧。天子不是不能跪，只是看对方值不值得。这些人为了他而死，他觉得值。做完这些，江玲珑将断剑拿起，翻身上了虎背，眼中的雾气柔弱顿时消失，只剩下了狠戾与恨意。那些害死他们，将他逼到这一步的人，都将百倍千倍奉还。清河县比起苍云县地域要更辽阔，地势也更好。此时天已亮了，不少百姓都移起了床，在山间田中忙活。突然一阵浓烟滚滚，地动山摇，众人只见远处一股黑色洪流从眼前一晃而过，消失在了视野之中，纷纷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卧槽，好像是大虫，好多大虫，妈耶，快跑！众人还以为山中凶兽跑出来了，被吓得不轻，可还没跑几步，远处黑色洪流就不见了踪影，似乎对他们根本没有一点想法，这才止步，心有余悸。江玲珑等人一路前行，很快就来到了清河县的县城。与苍云县相比，这清河县才更像穷乡僻壤。城外路边还有几具死去好几天、有些发臭的尸体，以及不知从何处来的一些流民。此刻已经入冬，身上的衣衫却依旧单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在他们旁边还有着几个族吏，手持木棍对其进行驱赶，口中言语喝骂，没有半分同情。他们嘶哑地发出求饶求救的声音，有人还抱着婴儿，哭声不断。江玲珑坐在虎背上，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心中火气顿时上涌，脚尖一点，黑虎腾飞了出去，一瞬间就已经来到了那几个族吏的面前。你族吏们被突然出现的黑虎吓了一跳，刚欲开口，才发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竟是一头黑虎，所有的话全部卡在了喉咙之中，瞪大眼睛，惊恐慌乱的转身就要逃。仗势欺人的狗东西！江玲珑咬牙怒喝，手中短剑甩出，几个族吏只觉脖间一热，下一刻就已经摔倒在地，没了气息。一旁流落至此的灾民们顿时被吓得不敢出声，连忙捂住还在哭喊的孩童，不敢看江玲珑一眼，生怕惹起注意。江玲珑目光扫过这些人，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叫黑虎军拿出军粮分给他们。这倒不是他无情，天下灾民众多，他要解决根源，光给吃食救不了人。骑着黑虎继续朝着城内行进。县城中因为前些日子抓壮丁，此刻倒是显得有些冷清，只有一些妇人在街上叫卖。地上没有一块砖石，全是泥土，前些日子下了雨，至今还有些泥泞。街道两旁全是泥土堆积的土房，路边乞讨哀嚎者不在少数。1000黑虎军缓步走在街上，所有人见到都避开老远，默默关注。直到街道尽头，江玲珑才看到几座修建的不错的宅院，院墙高大气派，门口石狮傲立，护卫精神焕发，与外边百姓生活宛如云泥。江玲珑目光扫过每一处，眼中的厉色就会强上一分。显然这样的地方才是狗官盘踞收刮民脂民膏的杰作。县衙在何处？江玲珑开口，声音清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门前几个护卫对视一眼，才发现江玲珑是在与自己说话，看了看江玲珑坐下的黑虎以及身后的1000黑虎军，吞咽着口水，才指向县衙的方向。大人在那边。江玲珑一言不发，朝着县衙方向赶去。几个护卫见到江玲珑消失在视野中，这才逃也似的跑回府内报信。黑虎1000人，梁王的人马又到了。王家家主听到汇报，有些捉摸不定。不过能出现在此地，还有如此声势的，只怕只有梁王的人马了。但昨晚他不是才接见了梁王派来的暗使吗？今天又来了。关键是这群人坐下的黑虎，黑虎可是5阶凶兽，连王家供奉都不一定能打赢一头黑虎，可想而知来人实力之强。不知道为首的好像是个年轻人，有着甲胄，并未细看，王家护卫并未认出江玲珑的女儿身。年轻人，王家家主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前去县衙打听一下。此时县衙内，梁王之前派出的10位宗师高手已经到了清河县，昨夜刚刚大喝一场，今天正在查看苍云县的地形，打算去往苍云县。天子是谁？他们没见过，肯定不认识，但无伤大雅。全杀了，
不留活口，就不会有漏网之鱼，并不担心。可就在这时，有族吏冲入房间，焦急禀告：“大人，大事不妙，有人闯进县衙了。”房间中，清河县令正在为梁王派来的10位宗师高手指路，听到族吏的禀告，脸上的笑容顿时笑容，沉下脸看向族吏，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没见到本官这里有着贵客。族吏连忙低下头：“大人，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擅闯县衙？难道他不知道这是梁王属地？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清河县令冷声道：“回大人，来人实力不知，为首的是个年轻人，最少有着数百人，只是他们都骑着凶兽。”族吏小心翼翼禀告道：“凶兽？”在场众人，包括10位宗师高手，都是为之一怔。能以凶兽当坐骑，只怕有点本事，而且人数如此之多，就算梁王麾下，也没几个有这般能耐。这样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山中的马贼土匪不成？可他们也没这个实力啊！几位前辈，清河县令忐忑看向一旁的10位宗师高手，眼中有着求助之色。不必惊慌，有吾等在此，凶兽又能如何？一旁一位老者模样的宗师高手摆了摆手：“此事交给我们了，多谢前辈。”清河县令大喜，有宗师出手，不论来者是谁，那都不必担心了。狗官，给本公主滚出来！这时，自外传来一声暴喝：“公主！”众人又是为之一愣，来人是公主？难道是大周的公主？不只是大周天子到了这里，连大周公主也到了此地。传言果然是真的，只不过这些凶兽又从何而来？来得正好。其中一位宗师强者冷笑，二话不说，直接推门而出，直奔县堂而去。其余几位宗师倒是不急不缓，神色淡然。他们可都是宗师强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在这凉州，他们还没遇到几个对手，连天子都不放在眼中，何况是一个小小公主？只凭一位宗师，足以轻松解决这一切，根本无需他们出手。刚才出去那位宗师名为郑墨玉，在江湖上颇为有名，人称墨玉居士，曾是5大门派之一离火门的弟子，实力在他们10人中都颇为不俗。郑墨玉缓缓来到前堂，堂中此刻有着不少人，县衙内的族吏此刻全部躺在地上打滚，发出痛苦的哀嚎。在前方站着10来人，为首是一位身穿黑色甲胄的年轻人，相貌倒是不俗，此刻满脸怒意。在其身边站着一个笑盈盈的美妇，以及同样穿着甲胄，甲胄前方挂着一个黑色虎头的雕饰，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3人身后跟着10几位甲胄士兵，神色平静。在衙门后还依稀可见一片黑压压的洪流，具备极致的压迫。郑墨玉目光扫过众人，当落在那美妇身上时，眼帘微微一缩。作为一位宗师高手，他年轻时走南闯北，与不少人有过交手，对于危险的感知已经达到了一种极为敏感的地步。眼前这美妇竟是无形中给他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令他收起了轻视之意。显然，这群人敢来闯县衙是有所底气的。这位只怕也是天子禁卫中的一员。郑墨玉心中暗想，不过他也没有多大惧意，他可并非一人，身后还有9位宗师。之前他还觉得梁王派出他们10位宗师前来，有些大材小用，现在看来，天子禁卫倒确实有些东西。李柔见到郑墨玉出现，附在江玲珑耳边说道：“公主，此人实力不俗，怕是位宗师高手，应该不是此地县令。”江玲珑点了点头，看向郑墨玉，开口问道：“你是何人？来此为何？让清河县令滚出来！”郑墨玉笑了笑，哼，公主倒是好大的火气，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先消消火气。江玲珑眼眸微眯，见到公主还不行礼，你眼中可还有大周？哈哈哈，大周？难道公主不知道如今大周行事？莫说公主，便是大周天子亲至，在下也照样不用行礼。天子无能无德，早就该被取而代之。我若是你，早就找个深山老林躲着，隐姓埋名，绝不会出现。郑墨玉语气轻蔑，狂傲无边，根本没将江玲珑放在眼中。没想到你竟主动送上门来，也好，省了老夫一番功夫。好一个叛逆！江玲珑怒道：“既然如此，那也不必多言。黑虎军何在？此人大逆不道，给本公主拿下！”是。身后10来位黑虎军应声，下一刻齐齐冲出，朝着郑墨玉逼近。黑虎军？郑墨玉对皇室还是颇为了解，听说过金甲卫以及皇城神策禁军，可从没有听说过黑虎军的名头，不由诧异。这黑虎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根本由不得他多想，黑虎军10人已经逼上前来。郑墨玉伸手一挥，一股无形力量爆发，朝着黑虎军众人攻去。黑虎军10人虽从未上过战场，但战斗经验却丝毫不弱，何况他们都是黑虎军的精锐，亦有宗师实力，是黑虎军的佼佼者。面对郑墨玉这一击，从容躲避，身形一闪，便已到了郑墨玉近前。宗师？郑墨玉本来从容的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之前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李柔身上，还真没在意江玲珑身后这些黑虎军。没想到，连站在江玲珑身后的这几位看起来不起眼的家伙，竟然也都有着宗师实力。他不过3品宗师，面对10位宗师联手，哪怕对面只是1品宗师，他也绝对讨不得好。宗师有9品，每1品宗师虽有差距，
但也没有想象中那般大。若1对1，他3品宗师对上1品宗师，取胜概率为9成；但若是对上10位，那概率不足4成。如果对方不要命一样，那他几乎毫无胜算。天子逃至凉州，身边金甲卫不是死伤大半吗？怎么还有如此多的高手？郑墨玉不太理解江玲珑从哪里召集到的这些强者，与他所得到的情报有很大的差距。心思转动之际，他已经没有了正面硬刚的打算，开口喊道：“蔡兄，还请助我！”说话的同时，黑虎军的攻势已经到了他的近前。这一次避无可避，他手掌微抬，运转内力，掌力爆发，与黑虎军一人对碰一掌。那黑虎军虽倒退3步，可其他9位黑虎军见状，纷纷攻来。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下，郑墨玉只能眼睁睁看着，凭借肉身硬抗。砰砰砰，拳拳到肉的声音接二连三响起。郑墨玉噗呲一口吐出一口鲜血，身形倒退了足有10来步，眼看就要撞在门上，最后被一位从屋内走出的宗师强者扶住，才止住身形。只交手不过1合，郑墨玉就已经落了下风。黑虎军实力可见一斑。郑兄，你没事吧？9位宗师先后走出，目带关切地看了郑墨玉一眼。郑墨玉擦了擦嘴角鲜血，目光冷冽看向黑虎军，语气有几分凝重：“这些人不是普通宗师，所修功法武技不俗，切勿轻视。”众人点了点头。郑墨玉的实力他们很清楚，能够吃这样的亏，对方肯定不是吃素的。只是他们还是想不通，天下宗师几乎没有几个名声不显的，眼前这几人他们竟然从来没见过，更没听闻。这是哪里冒出来的？难道是某个隐士势力？可隐士势力为何要相助大周皇室？诸位，吾等无冤无仇，如今大周气数已尽，已成定局，我乃梁王麾下亲养子，梁王才是明主，诸位不如弃暗投明，凭借各位的实力，梁王一定会倍加重视，将来加官进爵，封侯拜相，金银财宝每人享之不尽，各位以为如何？9位宗师中，一位看起来须发皆白的老者开口，打算劝降黑虎军。这么多宗师，可是一批不俗的力量，若能招揽，梁王成事概率倍增，此乃大功。然而黑虎军众人听闻此言，面不改色，无动于衷，似乎对所谓的加官进爵、金银财宝丝毫不感兴趣。原来是梁王人马派如此多的宗师高手到此，难道是得知我的行踪？江玲珑心中暗想，不然他们出现在这里根本没有其他理由。不由得江玲珑有些庆幸，幸好自己得到了路远相助，否则面对这10位宗师，只怕只有束手就擒的份。李柔笑呵呵回了一句：“原来是青阳子前辈，妾身之前倒是听闻过你的名头。如果青阳子前辈替梁王卖命是为了官位财宝的话，那还不如投了我们家大人。别说金银财宝，便是当世罕见的绝世武功秘籍，大人也不会吝啬分毫。只不过嘛，青阳子前辈的年纪稍大，实力也很一般，要看你的投名状能不能打动大人了。”青阳子额头下的青筋微微一跳，这话几个意思？什么叫年纪稍大，实力很一般？自己可是4品宗师，放在哪里不被人当成座上宾对待？居然投靠人，还要看对方收不收？呵呵，敢问阁下是？青阳子皮笑肉不笑问道。双方没有急着动手，大家都是宗师，如果能够以言语打动说服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最好的结局。这样一股力量，任谁都心动不已。他也想知道相助江玲珑背后那位隐士势力的高人到底是谁。光凭如今的大周，显然不可能拥有如此一股力量。妾身不过无名之辈，不值一提。李柔笑呵呵道：“不过妾身已经提醒过你了，若青阳子前辈执迷不悟，恐怕后悔就来不及了。”哼，故弄玄虚。青阳子冷哼：“这样说来，你们是不愿归顺梁王了？梁王算什么东西？也配？”李柔依旧笑意盈盈，说出来的话却让青阳子等人面色难看到了极点。狂妄无知，找死！青阳子一声怒喝，不再多言，与其他几人对视一眼，心中杀意已经暴涨到了极致。既然不归顺，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之所以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那就没想过消息会从这里传出去。眼下这群人是非死不可了。顿时10位宗师含怒出手，其中3人找上了其他10位黑虎军，3人迎上了李柔，另外3人则是找上了一旁的赵统领，最后1人直取江玲珑，目的十分明确：擒贼先擒王。江玲珑这个公主明显是个突破口，只要拿下江玲珑，便可令其他人投鼠忌器。不得不说，他们的想法、目的以及行动都十分不错，但可惜他们漏算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有准确评估双方的实力。在他们眼中，李柔与赵统领皆是宗师，3人出手足以牵制。正常而言，3位宗师出手牵制已经是十分高看对手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李柔与赵统领竟是大宗师。李柔与赵统领站在原地，将他们的心思一眼看穿。李柔笑盈盈摇头道：“看来你们还没睡醒。”说着眼光一寒，一股无形气势爆发，正欲冲来的7位宗师只觉一股恐怖巨力袭来，如神铁一般狠狠砸在他们的胸口，当场塌陷，口中不住喷出鲜血，身形倒飞而出，砸在地上，将整个县衙的地板都给砸出了一个深坑，烟尘四起，生死不知。大宗师！
另外3个正欲与黑虎军交手的宗师见此一幕，瞳孔畏缩，不由自主喊了出来。刚才那股气息明显是大宗师无疑，谁能想到这位看起来丰盈的美妇居然是个大宗师？顿时那3位宗师哪里还有交手的心思，甚至都懒得管地上的其他人，脚尖一点地面，身子飞掠而出，施展轻功就要逃离此地。同为宗师，哪怕品级有着差距，也不是不能交手，可是与大宗师的话，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大宗师的内力醇厚，无法想象，甚至领悟到了天人合一的精髓，武技威能不说毁天灭地，也绝非宗师可敌。面对大宗师，他们连与之交手的勇气都没有。想逃？晚了。李柔轻笑，手掌微抬，轻飘飘一掌拍出，顿时刚刚飞起的3位宗师如遭重击，好像断翅鸟一样，直直掉落在地，砸在县衙院中。躲在一旁观望的清河县令被吓得面色苍白，腿脚发软，直直瘫倒在了地上。在他心中几乎无敌的宗师强者，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冲击太强了，让他有些窒息。一旁的族吏们更是疯狂爬动，心中恐惧到了极点。一想到之前自己居然还对这些人大呼小叫，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赵统领见此，微微一笑，李管事的实力又更进一步了。李柔轻笑，赵统领过奖，比起你来，我还差了许多。江玲珑同样被震撼的不轻，他本以为李柔只是一个宗师，万没想到李柔居然也是一位大宗师。姐夫居然派了一位大宗师保护我，对我也太好了吧！江玲珑心中感动不已。公主，这些人要怎么处置？李柔看向正往县衙外逃窜的族吏们，问道。这些人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恶毒蛀虫，留着也没任何意义，先抓起来，我要当着百姓的面令他们伏诛。赵统领，劳烦派人清点一下县衙的库存资源，接纳城外流民百姓，开仓放粮，顺便通知一下城内的百姓，于县衙门前集合，我要通告全县。江玲珑开口，有条不紊。赵统领眼含赞赏，这位公主巾帼不让须眉，倒确实有点东西，点了点头。公主放心，我立马派人安排。此时县衙外，清河县几大世家的家主们正携手前来，看到气势汹汹的黑虎军，小心翼翼道：这位统领，我是王家的家主，求见县令大人。黑虎军的一位将领扫了几人一眼，等着，而后朝着身旁一人使了个眼色，立马有人进去禀告。哼，这些世家同样不是东西，全抓起来。若是没有见到苍云县，江玲珑或许会斟酌再三，犹豫要不要对世家大族动手。毕竟对世家大族下手，很容易引起众怒，被群起攻之。作为帝王，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是安抚，杀鸡儆猴，不触犯世家利益，这样江山复归，根基也不会受到影响。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要效仿陆远，铲除世家大族，将大周变成一个放大版的苍云县，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不为吃喝发愁，才是他心目中的太平盛世。这样做是会动摇大周根基不错，可同样这样从源头解决了隐患，那么未来大周一旦发展起来，将前所未有的强大，如此更得民心。哪怕在遇到大周如今这样的情况，他振臂一呼，凭借声望就能积累大批力量为他所用，而不是像现在，他哪怕对外宣称天子，也无人问津，更别提投靠。面对实力超群的黑虎军，这些家主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世家培养的武者见到这番场景，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供奉更是眼皮直跳，二话不说直接跑路，溜之大吉。不到1个时辰，整个清河县被江玲珑掌控在手，黑虎军的办事效率极高，不过短短几个时辰就已经全部安排妥当。果然如江玲珑所料，清河县令的县衙内黄金白银何止100万两，各种名贵东西数之不尽，粮草堆满了粮仓，而百姓们节衣缩食，入冬了还是一件单衣，一天连一顿饱饭都蹭不上，这更坚定了江玲珑铲除这些祸害的决心。县衙门口此时汇聚了不少百姓，众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黑虎军那破人的气势，不得不听这个命令。大家都在心中暗叹，只怕这狗官县令又要想着法子加重赋税，以各种名义收刮他们了，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这时县衙大门缓缓打开，江玲珑从中走出，众人立马噤声，低下头去，甚至不敢直视江玲珑。江玲珑扫视众人一眼，这才开口：清河县的百姓们，我乃大周皇室公主江玲珑，听闻此地县令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得苍云县令陆远相助，特此前来。大周公主江玲珑，她是公主？大周不是已经亡了吗？嘘，你不要命了？苍云县的县令，苍云县居然还有人？难道这些人都是苍云县的？我的天，这是要对清河县令下手了？难道不怕梁王吗？不知道，我们别管那么多，听着吧，这些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干系。百姓们议论纷纷。江玲珑不动声色，挥手道：带上来。顿时清河县令以及世家大族的家主，还有一众族吏纷纷被武大绑，带至众人身前跪倒。今日我便代行天子之责，为民除害。从今以后，清河县暂属苍云县管辖，大家不必担心。另外，这些年狗官收刮的民脂民膏将如数奉还，大家的田地将重新分配。看着面前狼狈求饶的县令家主，百姓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面面相觑，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当听到有钱有田的时候，众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纷纷高呼起来：“公主万岁，大周万岁！”江玲珑并不在意众人的反应，他很清楚这还只是开始。随后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将清河县令家主一一斩了，血溅了一地。百姓们的呼声更高了。而后黑虎军按人数发粮发布，统计名额，将世家的地进行分配。对于世家大族剩下的人，有着血脉关系的都选择入狱候审，其他奴仆全部重归自由身。世家培养的武者以及供奉选择了收编。对于世家大族，这些武者并不同情，也没有想着替其报仇卖命的想法，反而都是打工，给谁打工不一样。何况这位还是大周皇室的公主。也有部分人选择了离开，不愿投靠。江玲珑没有为难这些人，任由他们离去。这一番操作下来，江玲珑算是完全掌控了清河县的百姓与民心。在百姓心中，江玲珑此刻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仙女。当然，众人也没有忽略江玲珑口中提及助他一臂之力的苍云县令陆远。毕竟光凭江玲珑一个落魄公主，显然无法做到这种程度，其中多半是靠陆远。只是众人没想到的是，苍云县与他们清河县不过一山之隔，竟然如此厉害。一时间，江玲珑与陆远的声望在此地高涨，为百姓津津乐道。你得到清河县百姓认可，解锁领域，清河县领域覆盖范围提升，声望加10000。当前领域覆盖范围：苍云县、清河县。你得到清河县百姓敬仰，声望加10；你得到清河县百姓称赞，声望加10；清河县百姓民心上涨，声望加100。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正在湖心亭垂钓的陆远不由一怔。原来领域覆盖范围的提升可以通过民心解锁，陆远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之前的他一直都在默默发育，积攒力量，不为外人所知，对此倒是不太了解。如今意外解锁了这个功能，没想到解锁领域范围还得获得声望。当然，更关键的是领域内的领民忠心度。如果将整个天下都变成他的领域，那么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会对他忠心耿耿，其中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忠心度满值，哪怕陆远叫他送死，他也会毫不犹豫，眉头都不眨一下，心甘情愿去送死。这一点从苍云县的人就能看出一二。当初陆远能够驯服9头赤蟒，也是因为领域特性的缘故，否则他想驯服这样一头绝世凶兽几乎不可能。对于领民的判定倒是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追随陆远，要么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像江玲珑这样逃难来的，没有追随的心思，所以算不上领民。除非陆远将皇城纳入自己的领域，那么才有机会。目前看来，想要扩展领域，须得先得到当地大部分百姓认可，民心所向，这个难度并不低。这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乱世，那就简单多了。一个县不算百姓，能提供1万声望，整个凉州何止100县，如果全部纳入领域范围，就是100万声望，可以轻松将领域升至6级。想到这里，陆远放下鱼竿，起身离开了湖心亭。想快速提升声望，光靠江玲珑有点太慢了，他得提速了。凉州地域辽阔，凉州城距离清河县中间还有着不少郡县，光靠普通的马匹都得走得好几天的路程。此时，在两者相见的凉渊县一家客栈之中，梁王的人马在此驻足，等候着前方暗使传来消息。在梁王看来，只要暗使出手将天子解决，那么接下来他前去表演一番，做个样子就不会惹来各种非议。只是到如今，距离郑墨欲去往苍云县已经过去了整整2天，还是没有传来消息，让得梁王有些坐不住了。梁王看向一旁的一位随行的老者，开口问道：“墨老，墨玉他们怎么还没消息？”这位老者实力不俗，乃是一位大宗师。梁王麾下大宗师数量不多，只有这2位追随于他。此次离开凉州城，他只带了1位。这位大宗师名为莫萧愁，在江湖上也是名头响当当的人物，是为数不多凭借自己天赋修至大宗师的奇才。在凉州，除了一些门派世家的老祖宗，没有人能与他交手。如莫萧愁这样凭借自身修炼起来的大宗师，不像皇室宗门世家等势力从小培养的那般，正常而言是不会选择投靠他人，屈居人下的，只是感慨自己年岁已高，为了后人铺路才会如此。莫萧愁看起来是个老态龙钟的老者，身形有些佝偻，瘦得已经不成样子，脸上皱纹遍布，仿佛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棺材。听到梁王的话，他才慢吞吞说道：“梁王宽心，墨玉他们办事可靠，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出过差错，不会节外生枝。以他们的实力，解决落魄天子不成问题，估计是被什么事耽搁了。”梁王闻言点了点头，这倒是，本王那侄孙一路从皇城奔逃，来到凉州时已经无人可用，金甲未百不存一。凭墨玉等人的实力，只要没有大宗师，凉州内可称无敌，倒是本王多虑了。这时敲门声响起，一个护卫走入房间，在梁王耳边低语了几句。梁王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豁的一下站了起来。莫萧愁见状，心有不解，忙问道：“王爷，发生了何事？可是靖王？”在莫萧愁看来，能让梁王如此动容的，只有位于凉州边界的靖王了。难道是靖王趁这个机会攻了过来不成？梁王摇了摇头，不是靖王，是墨玉他们。墨玉他们不会失手了？这话说出来，连莫萧愁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10位宗师出手，
十拿九稳的事，怎么会失手？完全没道理。不错。梁王眼皮跳动，强压怒意。刚才客栈来了几个清河县的人，他们说清河县令被大周公主所斩，世家皆被拔除，莫玉等人此刻还没回来，只怕多半出了事。大周公主，这消息莫萧愁有些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刚刚已经拷问过了，这些人都是世家培养的武者，消息多半为真。梁王道，据说那大周公主手下还有着一批上千人的精锐，个个都骑着黑虎凶兽，实力不俗。可凉州地界什么时候出了一位公主？莫萧愁还是不能理解，还突然冒出这么一批力量。梁王摇头，这所谓公主多半是假的，可能是那天子掩人耳目。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哪找来的这批人马？凉州地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一群人？还骑着黑虎这等五阶凶兽，足有上千。梁王虽知道苍云县令相助天子的消息，只不过直接被他忽略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苍云县，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强者，更别提驯服凶兽。莫玉他们可是宗师啊，就算是五阶凶兽，也不可能失手吧？莫萧愁道。梁王点头，这也是本王疑惑的地方。据清河县那几人所说，事情发生在几天前，那个时候应该刚好是莫玉等人赶到清河县的时候。莫玉等人现在还没回来，十有八九已经失败了，连10位宗师都失手了。那对方难道还有大宗师不成？皇城的10位大宗师如今可都在皇城天牢18层待着呢，哪来的大宗师为他所用？天底下的大宗师不是武林名宿，就是世家老祖，皆已站队，不可能出手助他吧？莫萧愁实在无法理解。梁王深吸一口气，如此说来，倒是有着一个可能，那就是她或许真的是大周公主。莫老，你可记得当初送往越国的青离公主？莫萧愁闻言沉思了一小会儿，才在久远到快要遗忘的记忆中找到这么一点线索，顿时一惊。青离公主，王爷是说不错，当初本王派人劫杀，后来青离公主不知所踪，找了大半月都没找到，最后无疾而终。本以为她已摔落山崖，粉身碎骨，如今看来，只怕她当年并没有死。王爷，哪怕青离公主没死，可这1000黑虎军和大宗师，青离公主本身天赋不俗，说不定这20年来有着奇遇，或许成就了大宗师也不一定。梁王只能想到这个解释，否则根本解释不通。难怪苏权派来的人在没有解决天子就撤回了京城，多半是与此人有过交手，不得已败退。莫萧愁顿时感觉思绪豁然开朗。那王爷，你的打算是？梁王面有纠结，沉吟了好久，才缓缓道：天子有了大宗师相助，倒确实是个麻烦事。想要斩杀一位大宗师，可没那么容易。一旦无法一击毙命，那两败俱伤的结果，本王承担不起。如今晋王、誉王虎视眈眈，一旦本王露出颓势，只怕很快就会盯上凉州。既如此，倒不如与其合作，先联手解决晋王、誉王。可王爷，天子会答应吗？莫萧愁道：哼，他如今不过丧家之犬，有拒绝的资本吗？本王愿意与他合作，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就算知道本王派人去杀他，他也是半个屁不敢放。本王不敢与他彻底翻脸，难道他敢？梁王自信一笑，仿佛对一切都掌控在手。莫萧愁眼前一亮，拱了拱手：王爷果然心思缜密，老莫佩服。梁王大手一挥，出发前去清河县面见天子。凉州一处密林中，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女子带着10几个年轻女子正在林中行走。其中一个年轻女子道：师尊，天子真的在苍云县，不论是不是真的，我们都要前去一看。我们新月宫能有如今，可全靠几贵妃一手扶持。如今大周倾覆，我们岂能做事？如果真的是天子的话，那我们便要尽全力助他一臂之力，光复大周。清河县大牢，郑墨玉等10位宗师被关在此地，以铁链牢牢锁住。他们都被封住了气脉，一身内力无法动用，宗师实力已经不复存在。江玲珑坐在几人身前，稚嫩白净的脸上还有几分冷色。怎么，想清楚了吗？是弃暗投明，投靠本公主，还是死？你们自己选吧。这可是10位宗师，放在任何一方势力都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江玲珑不忍心杀，想要招揽到自己的手下。他虽掌握了黑虎军，可他明白，那只是陆远借他的罢了，始终不是自己的人马。光靠陆远的人马，就算光复了大周，那么之后呢？靠他自己一人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想办法积累自己的力量。这送来的10名宗师，无疑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助力。只是他的想法很美好，现实却不如人意。无论他怎么做，这10位宗师一句话不说，他拿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要收服的难度实在是有点大。哼，既然落到了你的手里，那就是我等学艺不精，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郑墨玉身上的伤口很多，依旧无比硬气。江玲珑皱了皱眉，感觉很是棘手。这群家伙油盐不进，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难道真要直接杀了？江玲珑有些纠结。好不容易白捡10位宗师，他真不舍得。咦，姐夫他手底下有如此多的强者，甘心听命于他，说不定对这方面有些了解，去问问他，或许有些收获。突然，江玲珑想起陆远。陆远手下高手无数，能够让这么多高手心服口服，那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办法手段。想到这里，江玲珑起身离开，临走前留下一句：好好照看，有任何异样及时来报。离开大牢，
江玲珑带着从清河县令和各大世家手中得到，与百姓分了之后剩下的金银财宝，踏上了回苍云县的路。一回到苍云县，侍女小云便欣喜道：“公主你回来了。”“小云，你能不能联系一下小青，让她与二夫人说一下，我想见见陆大人。”江玲珑开门见山。小云点头：“没问题。”1个时辰后，江玲珑出现在了闲云山庄，正坐在下方偷偷打量着依旧坐在主位的陆远。今天陆远换上了一身青色长衫，看起来多了几分儒雅气质，少了些冷厉，更像是个翩翩书生。江玲珑这才发现，好像自家姐夫相貌挺不普通的，说不上绝世美男，但自带一股特有的气质，让人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这种气质是常人无法拥有的。他在皇城中见识过不少富家公子，俊男也不在少数，可那些人与陆远比起来，差了不止一星半点。具体差了什么，江玲珑也说不上来。这样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陆远一笑，打破沉默。江玲珑这才发现自己一时竟看迷糊了，连忙收回目光，脸颊有些微烫，轻咳了2声道：“嗨，那个姐夫，此次倒是多谢姐夫相助，才让我收复清河县。玲珑在此谢过了。”姐夫？听到这个称呼，陆远眉头微挑。之前江玲珑可一直都是叫自己陆大人来着，怎么才借个兵就变成姐夫了？堂堂天子怎么也变得市侩起来了？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江玲珑不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如果真的喜欢在他面前玩弄帝王心术，那陆远反而会反感这样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直接滚蛋。他现在做事无需看人脸色，也不在乎别人看法，全凭心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有实力有底气的好处。江玲珑尴尬笑了笑：“姐夫，之前玲珑年幼不懂事，姐夫你不要计较。”当彻底清楚陆远的底蕴之后，江玲珑已经决心要好好巴结这个大腿了。天子借势并不丢人，别说陆远这些底蕴了，他一个初登皇位的天子，就算面对权臣，有时候声音也不敢太大。在自己没有任何底气的时候，要学会低头，这才是帝王该有的东西。傲骨虽好，可那样的人很难活得长久。只要不触碰底线，他都能接受。无妨。陆远摇头失笑，目光不经意间看了江玲珑一眼，可这一看不免有些尴尬。他看到了江玲珑裙摆下的黑丝，他哪来的优弱？陆远有些无语，自己和夫人们的情趣玩意儿，怎么穿在了江玲珑的身上？这感觉怪怪的。不过不得不说，这腿还真好看。不着痕迹收回目光，陆远又道：“玲珑，你来找我，该不会只是为了道谢吧？”“姐夫，姐姐她出关了吗？”江玲珑眨了眨眼：“上尉，只怕是不突破大宗师，她不会出关。不过应该也要不了多久了。”陆远摇头。江玲珑哦了一声，旋即道：“姐夫，这次收复清河县，我从县令以及各大世家那里缴获了不少金银，这些都是姐夫的功劳，所以我都将这些东西送到了县衙宝库之中。送到宝库干嘛？你要光复大周，将来可少不了这些东西。姐夫我并不需要，你到时候自己拿去用吧。一个清河县能有多少财富，还不如他有时候签到得到的万两黄金，根本不被他放在心上。你倒是挺有魄力，居然将世家大族也给清除了。难道不怕消息传出去，大周的世家因此联合，将来你登上皇位的难度可要大上许多？”陆远也听闻了江玲珑在清河县的事迹，得到陆远的称赞，江玲珑心中不知为何有些开心。玲珑哪有什么魄力，不过是效仿姐夫罢了。至于世家联合，这不是还有姐夫给我兜底吗？你这一口一个姐夫叫的这般顺口，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陆远摇头失笑：“姐夫，你总不会袖手旁观吧？”江玲珑俏皮吐了吐舌头，有些可爱。这时候的她并未将自己当成那个天子，而是一个17岁的少女。那可不好说。没想到江玲珑居然会对她撒娇，陆远有些无语。啊，姐夫，你真打算不管我呀？江玲珑一脸失落委屈的模样，简直我见犹怜。感情还是个戏精。陆远并不觉得她可怜，反而觉得江玲珑不是一般人，面对任何场合都能从容应对，能屈能伸，让人看不出深浅，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难怪能登上皇位，不是没有道理的。若是因此小觑了她，只怕要吃上大亏。不过江玲珑此举倒是蛮符合陆远的心意，他这个人向来吃软不吃硬，面对江玲珑这样撒娇卖萌的招数，还真没多少抵抗力。或许是因为自家几位夫人的缘故，让他对亲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不过这次你做的倒是不错，还算果断，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接下来你打算如何？陆远岔开话题：“还是姐夫的黑虎军厉害，还有李仪以及赵统领，不然我可没那么容易得手。这次我那黄爷爷居然还派来了10位宗师，如果不是李仪这位大宗师出手，只怕就算我有能力摆平清河县，也无法应对这些强者。”江玲珑竟说些漂亮话，哄陆远开心，如此才能更好找陆远帮忙。你这小嘴抹了蜜，倒是会说话，都是从哪里学的？陆远不由失笑，这天子与自己想象中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居然也会说这些场面话，实在难以置信。姐夫，玲珑说的可都是实话。江玲珑眨了眨美眸，陆远也不与他争辩，倒是这梁王派10位宗师来此事为何？你可打听清楚了？江玲珑摇了摇头，这几日我严刑拷打了一番，
他们的嘴太硬了，宁死也不肯透露半分信息。陆远点头，正常，这些家伙都是梁王培养的死士，哪能那么容易出卖自己的主子？他们活了命，那背后他们的家族可就得遭到梁王报复，当然不会说。江玲珑认同的点了点头，姐夫，那你可有好办法让他们开口？怎么，你还以为姐夫是万能的？陆远这才看出江玲珑的心思，绕来绕去，是想让自己帮忙，难怪嘴这么甜。姐夫能够以一己之力将苍云县发展成这般模样，在我心里，这天底下就没有姐夫做不到的事。江玲珑继续奉承，尽管是奉承，可这些话也都是他的真心话。只不过放在以往的话，他是不会放低姿态去奉承别人，只有别人拍他马屁的份。现在说这些话，虽情非得已，可也是发自内心。陆远在他眼中确实就是这样的人，如此大才，任何赞美都不是夸耀，并不过分。何况这人还是自己的姐夫，有这一层关系，江玲珑倒也不觉得多尴尬，反而心中隐隐有些窃喜。这种久违的感觉，是他曾经的父皇和师尊给予的安全感，那种被人保护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从这几天陆远对他的态度，让他下意识产生了这种错觉，从而对陆远的警惕心大降，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任程度。他感觉自己在陆远面前，好似回到了当年那1年后园中练剑的纯真日子。在身份未被识破时，他也能短暂地做回那个九公主，不必再戴着面具示人。就连江玲珑自己也有些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才是他心中最希望过的日子，只是如今都已成了奢望，他明白已经回不去了。哈哈，话是好听，不过玲珑啊，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姐夫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一个小小的县令罢了。陆远由衷笑着，好话谁都喜欢听，他也不例外。笑了笑后又正色道，你只怕不只是想知道他们为何来清河县的目的吧？江玲珑心思被看穿，也不隐瞒了，点头道，果然瞒不过姐夫。我是想将他们收入麾下。如今大周倾颓，兵力早被瓜分，为诸王奸臣所控，我身后无一人可用。黑虎军虽好，可那是姐夫的心血，我总不能自己拿来用吧。我就算想，黑虎军也不会听令于我。将来就算将大周收复，我也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想培养宗师难度不低，不光需要时间，更需要资源，我才想着把他们收下。陆远闻言赞赏点了点头，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远见，这想法自是没错。不过你这话的意思，怎么感觉你对黑虎军有想法？是想姐夫送你？江玲珑俏皮地吐了吐舌头，才没有，姐夫，我可没有这样说。话虽如此，他肯定有这样的想法的。你那点小心思还瞒不过姐夫。陆远也没责怪的意思，我当初之所以培养黑虎军，其实也没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自保。如果真的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那也就不需要了。黑虎军在哪，跟着谁做事都是无关紧要的。未来你光复大周，这黑虎军便是送给你，又有何妨？陆远心在长生，这些事如今已经不被他看在眼中，未来带着自己的夫人们游历天下，看遍世间繁华，总不可能带上身边这100万大军。何况现在他和夫人们的实力已经不需要大军保护。既如此，倒不如送个顺水人情，将来自己的儿孙后辈在大周至少还能永享富贵，平安一生。黑虎军众人如此实力，对他如此忠心，可不能亏待，也该去大展宏图，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跟着他在此埋没一生。当然不会是现在，他还没有那么容易轻信一个人啊。姐夫，江玲珑吞咽着口水，一脸不可置信。他没听错，姐夫竟然还愿意把黑虎军送他，这不是陆远精心培养的精兵吗？不过将来你若执掌大周，坐拥天下，该不会觉得姐夫会是绊脚石，想要将姐夫除掉吧？陆远玩笑道，怎么可能？姐夫，玲珑怎么会是忘恩负义的人？若非姐夫和若若姐，我只怕早已死在此地，哪还有玲珑，怎么可能对姐夫出手？江玲珑站起来，小脸肃然道，我若执掌天下，姐夫你就是第一功臣，不但要给姐夫你家9锡、不10锡，封异姓王、摄政王，位超3公，古往今来第一人。就算是我，对你也要礼敬3分，还要为你塑碑立传写史建庙，让你流传万古。只要大周不灭，姐夫后世皆可无忧。大周后世君王谁敢违背，踢出族谱，永不原谅。姐夫若不信，我可以立誓。江玲珑举起3根手指，就要发誓。不必立誓了，姐夫只是随口说说，瞧你认真的。陆远打断了江玲珑的话。不得不说，江玲珑这番话确实诚恳，不过他并不动心。虚名薄利，如过往云烟，唯有长生。他如果真想要这些，大手一挥，100万大军横推之下，天下不过囊中之物罢了，谁人可挡？20年来，他不只是在默默发育，提升实力的同时，他的心境也有所提升。当自身的境界提升，眼界也会随之提升，看的东西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了。看在你如此诚恳的份上，那姐夫就帮你一把。陆远道，姐夫，你答应将黑虎军送我了？江玲珑大喜过望。陆远白了他一眼，你想的倒是挺美，我说的是帮你将那10位宗师收入麾下。至于黑虎军，还是等你真正执掌天下那一刻吧，到时候算是我这个做姐夫的送你复国的贺礼。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珍惜。
黑虎军这些年跟着我，一直忠心耿耿，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并不想他们任何一人出事，就这样交给你，我怎么放心？好吧。江玲珑失落了一瞬，不过恢复正常。两人本身相识才不久，若非看在自己三姐份上，只怕陆远连见都未必见自己。眼下能够得到陆远的帮忙已经很不错了，何况陆远已经答应复国之后送他，还奢求什么？这个结果已经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江玲珑啊，江玲珑，你怎么会这么贪心呢？当真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江玲珑在心中暗骂着自己的贪心，警告着自己千万要知足。陆远倒是没有放在心上，这才是人性的本质。随即从手中取出一瓶丹药，递给了江玲珑。此药名为行尸丹，可以令吞服之人听令于你，拿去吧。行尸丹？江玲珑接过，好奇倒出一颗。丹药不过黄豆大小，整体呈黑色，味道有些许难闻，令他穷鼻紧皱，颇有些嫌弃。不错，行尸丹服下之人将会失去自己的自主意识，变得宛如行尸走肉。不过他们体内气血活跃，依旧具备着战力，保持着战斗本能，而且失去痛感之后，战力会更强一些，除非是被五马分尸，否则不会死去。陆远解释道。啊，失去意识？江玲珑瞪大了美眸，这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残忍。这种办法好像只有极为恶毒的魔教之人才会动用，没想到姐夫居然也会。在这一刻，他不免想到此地有些人是不是也吞服了此药。那如果陆远让他吞服了这枚丹药的后果，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才道：姐夫，这手段会不会太狠毒了？他虽是天子，可毕竟也才17岁的年纪，见过血，也知道世道无情，可这与他内心初衷有所违背。确实有些狠毒。怎么，你不愿用？不想将10位宗师纳入你的麾下？陆远似笑非笑道。我想，可是江玲珑很是为难。既然想，那又为何不用？难道你不想拥有自己的基石，不想为大周复国？江玲珑沉默了，内心在不断天人交战。陆远继续道：你要知道，复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路上将是尸山血海，无数人将为之丧命。这与眼前这10位宗师服下此药又有何区别？归根结底都不过一个死字，无非是方式不同，结果不同，死的人数量有所不同罢了。如果不吞服此药，难道你还会让他们活着回去，继续与你为敌不成？江玲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作答，看着手中的药瓶，无比纠结。话是这样说不错，可他总觉得有些不对。至于哪里不对，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也没想到，看起来如此和善的陆远，似乎并不如他想象中那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只是刚好自己与他是站在同一条线上，才会看到陆远的正面。陆远将江玲珑表情看在眼中，这才暗暗点了点头。刚才一番话不过是试探罢了，试探江玲珑是不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如果江玲珑真的毫不犹豫，没有半分纠结就答应的话，那这样的人就算是他夫人的妹妹，他也不会多看一眼。这种将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极为可怕，将来登上皇位可能是个好皇帝，但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不过从现在来看，江玲珑还算有些许人性，良知尚存，有着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姐夫，多谢你的好意了，我不能用这药。江玲珑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拒绝了陆远的提议。那可是10位宗师，你也愿意放弃？陆远道。江玲珑坚定点了点头，此事有违天和。姐夫，我身为大周公主，以苍天子女自居，不能如此行事。陆远道。那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放他们走？江玲珑摇头。战争肯定会有所伤亡，这无可避免。我身为大周公主，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周倾覆，哪怕以身殉国，我也愿意。战争非我本意，可若不出手平定天下，不知还有多少无辜丧命，将来还会重蹈覆辙，如此反复。说出来不怕姐夫笑话，玲珑想要改变这一切，还天下一个太平。陆远笑望着他，江玲珑目光坚毅，第一次不惧与陆远对视。不优柔寡断，有担当，有原则，比起先皇，你确实要优秀很多，倒越来越像你的母后了。陆远仿佛看到了当初在后宫忧国忧民的那位绝世女子，赞赏道：希望你以后也能不忘初心，记得今日说过的话。姐夫，除了这药，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江玲珑内心还是有些不愿放弃10位宗师，他可亲眼见到过此地强者众多，李柔与赵统领都是大宗师，神智犹存。陆远对他们显然没有用这药。办法当然是有的。陆远点头，他想要让人臣服，有着不下100种办法和手段。江玲珑面露喜色，姐夫，那你能不能教教我？除去威逼利诱以及移魂之法这些的话，倒还有一个方法。陆远道。姐夫，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嘛。江玲珑急死了。急什么？这天有点热。陆远不急不缓来到椅子上坐下，故作感叹说了一句。江玲珑眼眸一转，顿时明白陆远的意思，拿起一旁桌上的扇子来到陆远的旁边，为其轻轻扇了起来。姐夫，怎么样，凉快了些没？这怎么行？玲珑，你可是公主，千金之躯。江玲珑连忙按下要起身的陆远。姐夫，在这里你就别把我当公主，伺候姐夫也是理所应当的嘛。伺候这话可别乱说，被你姐听到，
陆远脸色一正，说道。江玲珑不禁莞尔，没想到陆远还有这样的一面，然后又端起一旁的茶水递给陆远。姐夫，和我说了这么多，可不渴？喝杯茶吧。姐夫，肩膀酸不酸？玲珑给你按按。陆远不得不感慨，江玲珑十分会来事儿，心情也舒畅了许多。江玲珑继续问道：姐夫，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了吧？陆远微眯着眼睛，老神在在说：还要说什么？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江玲珑不由一怔，告诉我了吗？姐夫，你刚才说了什么？江玲珑有些疑惑。陆远刚才不是什么都没有说吗？他努力回想陆远所说过的话，除了天热，三姐好像就没了呀。陆远摇了摇头，笨，明明你已经做了，这都不明白。江玲珑一头雾水，我做什么了？给你煽风倒茶暗箭？难道是要我给他们也按按？那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他心甘情愿给陆远按，那可不光是陆远对他好，也是陆远与他关系还可以，是他的姐夫，怎么说也是一家人。那10位宗师算什么？别说宗师了，大宗师他都不会如此低声下气。关键是就算按了也起不到效果呀，他们也不会臣服啊。还有，姐夫你怎么能说我笨呢？我在整个皇室那也是悟性第一人来着，说谁笨也不能说我笨呀。江玲珑心绪翻飞，嘴角微微翘起，有几分不满。只听陆远又道：投其所好啊，傻瓜，亏你还天子呢。陆远心中吐槽，怎么这天子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不过也是，如果真懂的话，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了。还是太年轻了，没历经过社会的毒打。投其所好。江玲珑美眸一闪，顿时恍然，我明白了，姐夫，你的意思是根据他们想要的满足他们就可以了？不错，孺子可教也。陆远点头。可我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啊。江玲珑又犯难了，他们什么身份？宗师？对了，宗师最想要什么？突破大宗师，那不就得了？江玲珑道。可是姐夫，我也没让他们突破到大宗师的能力呀。姐夫，你是不是可以力道轻了点？江玲珑意会，连忙手上用力。姐夫，这力道怎么样？还喜欢吗？不错。陆远闭着眼享受，也不继续说。江玲珑虽急，可也不敢停下，继续用力按着，直到他的手都快按酸了的时候，陆远才道：好了，跟我来吧。江玲珑如蒙大赦，他这辈子长这么大，从来都是别人伺候他，还没有伺候过别人，手上拿的都是刀剑，还从来没给别人按过肩，这简直就是破天荒头一遭。只是这按肩似乎比起练剑还要难啊。好在结束了，轻吐一口气，江玲珑才跟着陆远的步伐走出了大堂。离开闲云山庄，陆远直奔观星楼而去。大人，沿途不少县衙的人见到陆远都是恭敬行礼，同时看向陆远身后的江玲珑也带有笑意。江玲珑跟在陆远身后，一一点头回应，目光打量着眼前的观星楼。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见到观星楼，可每一次看到都会备受震撼。建造如此之高的楼阁，普通的工匠可办不到，还能做到如此精致，更是难得。回想当初第一次来到这里，见到观星楼时，觉得陆远是叛逆的情形，江玲珑脸上有些发烫。他眼中带着好奇，听宁幽若说，这观星楼不是用来观星的吗？姐夫带自己来这里，是想要带自己观星，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脸上略显尴尬，江玲珑这才低声问道：姐夫，你带我来观星楼做什么？陆远并不答话，此刻已经来到了观星楼的门前。门很宽大，足有3人高5人宽，站在楼前，江玲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这与远看完全是两回事，心中更为震撼。走入阁楼之中，第一层金碧辉煌，宛如金銮殿一般，其内摆放着各种名贵的瓷器字画，各类装饰品令人眼缭乱。这好像是1000年前夏朝的瓷器。江玲珑认出其中一件瓷器的来历，不由吃惊。1000年前的东西放在今日几乎绝迹，就连皇宫之中类似的藏品都不多，观星楼之中居然拥有。还有不知何时的余朝的字画，余朝那时候的字画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是余朝帝王亲笔题写的字。还有江玲珑见多识广，认出这些东西的来历，大受震撼。这些应该都是赵统领口中说的在深山中找到的宝藏挖掘出来的事物吧？发什么呆？这些有什么好看的？陆远的声音响起，打断了江玲珑的思绪。江玲珑回过神来，听到陆远这话，不由无言以对。这可是几千上万年前的藏品啊，居然说有什么好看的？这第一层放着的不过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照你这样看下去，得看到猴年马月。你可是大周公主，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陆远直言不讳。江玲珑彻底无言。好好，你管这些在其他人眼中堪称无价之宝的玩意儿叫没用的东西？不过一想到陆远确实有这个底气说这话，他只能感叹人与人的差距。他这个大周天子与之相比，似乎好像个土包子，穷光蛋。恋恋不舍又看了一眼江玲珑，这才跟着陆远走上了第2层。来到第2层后，他又被震惊了。这第2层的东西确实如陆远所言，更加的名贵。当今天下只有一些在古籍上才能看到的东西，居然也在这里出现，其中不乏一些至宝，比如某位天子耗尽心血打造的神剑，在江湖上流传着得到就能得到天下的令牌，
以及某位绝世高手生前的佩剑等等，每一样拿出去都能令得天下震动。而此刻就被如此简单放在这第二层，像个废弃品一样，无人问津。江玲珑妈了，这观星楼少说有着100层，这才第2层而已，越往上越名贵，那最高层里面会是什么？他无比好奇。本来他已经十分高估自己这个姐夫了，可没想到惊喜一重接一重，实在无法想象这些东西是怎么被陆远收集至此的。关键是江湖朝堂上都没有这些消息，无声无息做到这一步，能力之强可见一斑。接连上了5层，江玲珑已经彻底麻了，对眼前出现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已经不奇怪了。皇宫的宝库，别说和苍云县比，就连小小观星楼1层都有些比不上。他好像明白陆远为什么不在乎天下了，这里就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啊！天下间最珍贵的东西都在他这里，强者美人财宝，还有什么能够令他感兴趣呢？陆远并不意外江玲珑这副刚进城的模样，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他签到所得，一开始还行，看久了也就觉得一般。来到第9层，陆远的脚步停下，这才对着江玲珑道：“到了。”江玲珑站在陆远的身后，美眸不停打量着四周，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这观星楼每一层的面积都差不多大，分为了数个房间。入眼所见的是一个如同药房一般的地方，还没进入就有着一股奇异的药香扑鼻而来。这味道并不难闻，反而令人精神百倍，好似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就能多活个1-2年一般。房间内的墙壁上是一排排金丝楠木所制的药柜，上面写着各种药材的名称，其中有好多不知名珍贵药材，连江玲珑都没有听说过。江玲珑这才想起自家姐夫好像还是一位神医来着，不过他还是没懂陆远带来他这里的目的。药房关突破大宗师什么事？总不会陆远还有直接让人突破到大宗师的药吧？不可能。刚冒起这个想法，江玲珑自己便否定了。众所周知，武者修行全靠自身修炼，外物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哪还能让人直接破境？就算陆远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炼制出这样的药来。哪怕有着这样的药，那又该多么的珍贵，岂会轻易拿出来送他，给10个素不相识的宗师服用？有这样的药，陆远给身边的人服用不香吗？他相信，即便是这样的药，对于陆远而言，也绝对是极为珍贵的。陆远并不清楚江玲珑在想些什么，自顾自地来到内里隔间，这里是他存放丹药的地方。20年来，他每天不断签到，足足7000多次签到机会，得到了不少好东西，大到修为、功法、武技，小到金银财宝、各种宝物，其中还有着一些有关其他的书籍，比如一些奇书、医术、丹方。如今陆远的医术也早已达到当世巅峰，虽不能让人起死回生，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都有着把握救活。为了长生，一有时间他也会抽空研究各种长生之法，其中包括研究长生药。虽在长生药上面没什么进展，但他却有着其他意外收获，比如可以提升修为的小还丹，令人能够在短时间内悟性提升，有助于破境的破境丹等等，都被他给炼制出来。过程虽坎坷，但如今结果是不错的。有着炼制的方法，陆远将丹方手法传出去，已经成批炼制了不知多少。苍云县内几乎没几个人没吃过大小还丹和破境丹，所以如今苍云县的底蕴才会如此雄厚。当然，这其中与加速修炼天道酬勤的领域特性也有一定关系。大小还丹也有弊端，那就是每人只有在服用第1次时有效，第2次服用提升就没多大效果了，但是也有着好处。大部分童生都将大小还丹当豆吃，起到进补的效果。是以这些东西在陆远手中并算不得珍贵，就是普通的药丸。随意取了一瓶小还丹，陆远递给了跟在身后还在东张西望的江玲珑。姐夫，这是什么？江玲珑没有接，好奇问道。他怕还是和之前那个行尸丹差不多的药丸。这叫小还丹，吞服后能够提升功力修为的，根据体质不同，增加的功力修为有所不同。天赋好的能加到10年功力，免除10年苦修。陆远解释道。江玲珑瞪大美眸，倒吸一口凉气。什么？增加功力10年修为？姐夫居然还真有这种宝贝？江玲珑不敢相信，不过他知道陆远不会骗他，他连忙问道：姐夫，我能吃一粒吗？当然，这一瓶就当送你的见面礼了。从之前的接触来看，江玲珑还算懂事，很符合他的心意，倒也不在意这些东西。反正等江青离出关，这些东西也少不了他的，还不如表现得大方一点，还能博得江玲珑2姐妹的好感不是？他这个做姐夫的从来不会亏待自家人。姐夫，你对我真好。江玲珑感动的都要哭出来，本来看起来就青涩的她更为可爱，有一种楚楚动人的俏皮美感。哈哈，就凭你这声姐夫，我也不能亏待于你，何况当年你的母后待我不薄。陆远笑道。江玲珑倒是好奇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家母后与陆远似乎关系匪浅的样子。他没有多问，眼下并不是着急问这件事的时候，心思都被手中的小还丹吸引。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试试效果，二话不说倒出一粒放入口中。丹药入口，味道稍微有点苦涩，江玲珑吞下腹中，连忙感受起来。可他并未感觉到什么异样，
心中正想着陆远难道是骗他的时候，突然一股精纯能量突然在腹中爆开。江玲珑大惊失色，陆远的声音响起：“盘膝凝神运功，好好炼化。”江玲珑闻言，连忙来到一旁的软榻上盘坐下来，开始炼化起来。能得到多少好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陆远看着陷入修炼状态的江玲珑，没有留下来的意思，转身走出房间，将门带上。好好守着这里，没有命令，谁也不能进去。等他出关，再来通知我。陆远站在走廊中，说了一句，看似自言自语，但暗中已经有人听到。公子放心，也不知道清离感应到天人合一没。走在楼阁的过道上，陆远心道，江清离的天赋在皇室之中也能算得上不弱，只是身为女儿身，并不受先皇重视罢了。本来想前去观察一番，可刚走不远，遇到了顾长风。公子，我正要去找你，发生了什么事啊？陆远负手，淡淡问道。公子，探子传来消息，梁王正朝着这边赶来，不出意外，5时之前就能到清河县。他身边带了一位大宗师、数位宗师以及1000左右的禁卫。顾长风如实道，他们想必是收到了10位宗师在此失利的消息。既然收到了消息，还敢前来，自寻死路。陆远冷声道，我猜他并不知道公子存在，也并不清楚此地实力，多半以为是玲珑公主身边的人，想着和谈而来。毕竟梁王折了10位宗师，实力大打折扣，周边虎视眈眈，可不敢硬碰。顾长风说着自己的分析。陆远点了点头，和谈，想的倒是挺好，只可惜他还没有资格。走，随我前去会一会这个梁王，敢对我的女人出手，那要看他有几个脑袋。此时距离清河县有着10来里地的官道上，说是官道，倒不如说是一条山路。路上满是泥泞，连车辕的痕迹都快看不到了，四周杂草丛生，路边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一些逃难的流民，不停地抱怨世道，感叹上天不公。这些人都是凉州其他地方跑来的。如今天下大乱，凉州境内即便有梁王自立，也不乏一些底蕴雄厚的势力崛起，趁此机会互相攻伐，争取夺得更多的地盘。如果说整个大州是一个大战场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就是小战场，硝烟覆盖了每一个人，而后果便是百姓遭殃。他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地方，朝着更安全的地方跑去。就好像无根浮萍一样，哪里的风浪大，他们就去往风浪小的一边，被不停赶来赶去，四处漂泊。这样一幕几乎发生在大州每一处地方。苍云县或许是为数不多还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不过按照这个形势下去，距离波及苍云县也已不远了。这时一阵隆隆声响起，难民们回过头去，发现后方远处的官道上有着4匹凶兽拉着一辆辇车正疾驰而来。在辇车前方有着2人骑着战马开路，后方跟着上千精兵。在辇车的上方挂着一张旗帜，迎风飘扬，上面镶有红边大字梁。是梁王。梁王，求求你给我们做主啊！梁王啊，你快出手平定动乱啊！难民们认出梁王军队，脸露欣喜，仿佛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一样，期盼着这位王爷能够带给他们光明，纷纷跪倒在地，开口哀求起来。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梁王对此无动于衷，连帘子都没有掀开，懒得多看他们一眼，直接将他们无视。一旁的精兵甚至还嫌弃他们挡路，看到靠前的直接一脚踢飞。众人痛哭哀求，但车队并无停留的意思，扬长而去。泥泞飞起，溅了众人一身，更为狼狈。众人望着消失在视野中的车队，眼中的光芒也好似再次熄灭，绝望的阴影将他们笼罩。这世道活不下去了。王爷，前面就是清河县了。马车旁有人禀告。梁王坐在豪华的车厢内，缓缓睁开了眼睛，掀开帘子朝前望去。破败的土墙，城门处没有流民齐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气一般。他心中并无波澜，缓缓放下帘子。马车继续前行，很快就来到了城口。来者可是梁王？城口处出现一位黑虎军士，开口质问：大胆，见到梁王还不下跪？梁王竟未见黑虎军如此不敬的行为，立马上前就欲拔刀。黑虎军站在原地怡然不惧，并不搭理，继续道：我家大人早已恭候多时，梁王请吧。放肆！梁王乃大周皇室亲封，什么人不亲自出来迎接？居然还想让王爷见他，此乃大不敬，找死！梁王敬畏更怒，如此行径分明不将梁王放在眼中。不论是谁见到梁王岂与不亲迎的道理，即便是皇子公子也不例外。这位大人当真是反了不成？说着他就拔刀相向，打算先斩了黑虎军，先来一个下马威。梁王坐在辇车内并不出声，显然是默许了。他来与公主和谈，主动权应该在自己手上，可不能弱了气势。黑虎军见状，眼眸微眯，并不拔刀。眼见梁王敬畏一刀斩来，气势汹汹，刀锋阵阵。黑虎军身形微偏，直直躲过这一斩，趁着梁王敬畏一刀劈空的间隙，反手一击砸在了梁王敬畏的背上，力道之大，几乎瞬间将梁王敬畏的骨骼击碎。噗！梁王敬畏吐出一口鲜血，深深陷入了土中。梁王身边其他禁卫原本看好戏的表情顿时僵住，一脸不可思议。梁王敬畏
有着1000人，每一个可是先天初期的实力。这样的实力放在哪里都绝对算得上高手了。出手这人更是他们禁卫中的佼佼者，没有几人能够胜他。可此刻面对着黑虎军，竟然连一招都不敌。这还是对方让了一招的情况下，谁也没想到眼前这家伙居然这么厉害，还有这样的实力。看来是早有预料，才派出这样的人再次拦截。黑虎军根本不多看梁王禁卫一眼，这才看向梁王辇车，高声道：“来者是客，梁王此举未免有失礼数。”呵呵，有几分实力，难怪如此嚣张。梁王的声音自辇车之中传出，虽是在笑，可那怒意谁都听得出来。亏黑虎军还说礼数，这是见王爷的礼数吗？分明不将他放在眼中。梁王禁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立马纷纷举戈，场面顿时针锋相对起来。黑虎军怡然不惧，从他身后齐刷刷走出100人，站在了他的后方。怎么，王爷这是要动武不成？黑虎军中走出一位腰间挂着黑色虎符的中年男子，冷眼看着这一幕。尽管黑虎军只有100人，可这声势丝毫不比梁王禁卫弱，直接将他们的气势给压了下去，不敢往前一步。以往倒是从未见过这些所谓黑虎军，看来那位公主背后果然有人相助，只是这大人会是谁？梁王看出黑虎军不凡，难怪自己派出的10位宗师会折损在此，来了一点兴趣，问道：“敢问你家大人什么来历？”“我家大人乃苍云县令，姓陆，单名一个远字。”黑虎军开口，声音雄浑，中气十足。苍云县令，陆远。梁王眉头一皱，他想过很多种可能，或许是某个江湖势力是大周暗中扶持，或者某个地方的太守周穆良心发现要相助公主，但绝没想到这人会是一个小小县令。他为凉州王爷，苍云县地处凉州，虽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可从来没听过这等地方，更别提一个小小县令了。陆远，陆远，怎么好像有点耳熟？梁王总感觉这名字不算陌生，无论怎么想都没想起来在哪里听过。他懒得多想，心中惊讶的是，这小小县令是如何做到培养出眼前这些黑虎军的？黑虎军为何会心甘情愿为其卖命？这是一个县令能够做到的。哪怕是他身为王爷，大周皇室的贵胄，声名实力财富什么都有，手底下的禁卫也才如此实力啊。更令他惊恐的是，好像这县令身边不只是有黑虎军，还有着一位大宗师。这陆远到底何方神圣？不仅手底下实力之强，还知道我到来的消息。梁王心中暗惊，他来的时候一路上可没人知道，这说明他的踪迹早就被人掌控。想到这里，他心中不免发寒，这种感觉实在有些不太妙，仿佛自己在别人眼皮底下一步一步走进圈套一般。好在梁王也非常人，能有如今也不是个胆小的人。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那就没有退的道理。反正他来是找公主和谈的，这不冲突。略作思虑，他才开口，对着身边的禁卫道：“退下。”梁王禁卫收刀退后，梁王这才对着黑虎军道：“诸位，手下人莽撞惯了，还请包涵带路吧。”在黑虎军的带领下，梁王一行人朝着县衙走去。梁王透过帘子打量着四周，随时注意着有没有埋伏，警惕到了极点。不经意间，倒是让他发现这个清河县似乎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这里秩序良好，一切井井有条，路上几乎没有难民出现，百姓们甚至看起来有些红光焕发，这实在有违常理。想以此拉拢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天下？天真！梁王心中冷笑，猜测江玲珑此举的意图颇为不屑。在他看来，想要夺得天下，民心并无重要，名声反而更重要。当然，这不包括百姓中的名声，特指在世家门派中的名声。名声可以让自己不被群起攻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只要能够得到世家门阀的支持，有着足够的底气实力，那么这天下便在自己手中。大周丞相苏权能够做到这一步，何尝不是依靠皇城中的一些世家贵族？至于百姓的死活，没人会管。普通的百姓在大战来临时，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只有拥有实力的武者才是他们拉拢的对象。武者多数出自世家，虽平头百姓中时不时也会冒出1、2，可这样的人也是投靠世家偏多，谁还会为了百姓谋生计？就算百姓不满，联合起来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轻松就能镇压，是以没有半分威胁。王爷到了。思绪间，梁王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县衙门口，禁卫连忙掀开帘子迎接梁王。梁王走下马车，看到县衙门口依旧没有人迎接，眉头跳了跳。这所谓的大周公主和九品县令实在是一点没将他这个梁王放在眼中啊。他的脾气并不算差，可此刻也不禁有了一丝怒气。换作平时，只怕已经下令将县衙夷为平地，可想到自己的来意，只能强压怒气，冷哼一声，挥袖走入了县衙。清河县衙很简陋，门口只有一个小院，前堂是平时申冤审案之地。此刻里面并无其他人，案后高位上端坐着一人，一旁坐着一人。梁王视线第一眼便落在了坐在高位上的那人身上。只见那人年纪轻轻，长发束冠，冠上黛玉，剑眉星目，鼻梁高挺，一双眼睛狭长，目光深邃如深潭，让人看不出深浅。一袭青色长袍多了几分书卷气，
好似一个翩翩公子。是你？梁王见到陆远的第一瞬间，整个人便怔在了原地。他不记得陆远的名字，可却对这张脸很有印象。当年他进京朝圣时，正好是陆远金榜题名的时候，亲眼见过陆远在电视前的表现，当时对陆远很是欣赏。后来陆远不得重用，还提出削藩的进言后，印象顿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陆远被贬后，他还派人发出过招揽，想要将陆远收归自己手下，为自己出谋划策，只可惜被拒绝了。一眨眼便是20年过去，令梁王没想到的是，20年他都已经从一个中年男子变成了一个老人，而陆远的相貌居然没有丝毫变化，依旧如当年那个才气横溢的书生，这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经过短暂的愣神，梁王恢复过来，迈步朝着堂内走去。他身后的禁卫以及大宗师想要跟随，但却被黑虎军拦下。大胆！莫萧愁眼神一横，低喝出声。黑虎军并不退让，梁王见状挥了挥手，制止了莫萧愁。你们守在此地便可。在他眼中，陆远一人并不具备威胁。说完，来到了堂内。梁王，20年未见，你老了不少啊。陆远笑呵呵开口，没想到你居然得罪了苏权以及诸王，还能活到如今，真是让人意外。梁王眼眸微眯，颇为感慨开口。从见面的第一瞬间，他就已经知道现在的陆远与当年早已今非昔比。士别3日，果当刮目相看。所以此刻，即便陆远端坐高位，他也没有急着降罪质问，只想弄清楚陆远到底要做什么。梁王还能记得我，倒是让我受宠若惊。陆远不动声色。大周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仅凭文试满分通过的考生，想让人不记得都难。只是到现在本王都不明白，你明明可以平步青云，为何要在电视上说出那样一番话来？梁王问出困惑了自己好久的问题。陆远摇头，往事如烟，旧事就不必重提。今日我来见你，也并非是与你叙旧。哦，那你是想……梁王嘴角微扬，静待下文，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不过是有些账，也是时候清算一下。陆远微笑道：“算账？”哈哈！梁王一怔，旋即忍不住失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笑声很大，在大堂回荡，充满着讽刺。那我倒要洗耳恭听了，不知道陆大人要与我算些什么账？换作是别人，恐怕梁王懒得多言，可这人是陆远，他倒是想多听几句。当然，他如此也是因为有着十足的底气。门口有着他的禁卫不说，他自身实力同样超绝，能够被封王的，在皇室中天赋同样不俗，从小得到皇室重点栽培。早在10多年前，他的实力就已经登峰造极，步入大宗师后期。可以说，当时能有几人是他的对手？若没有这点实力，他又怎敢自立，妄图染指天下？区区陆远，20年前殿试之时，才不过刚入武道不久的三流武者罢了。而陆远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本身武道天赋不出众，是唯一一个凭借文试破格进入殿试的存在。这样的人在出谋划策上是个人才。可论武力，当今天下随便来个人都能将其击败吧。20年过去，陆远又能有何等实力？就算陆远不知用什么方法引得大宗师投奔，可在他眼里依旧不过蝼蚁罢了。梁王应该还记得10年前青离公主在凉州遇刺一事吧？陆远也在笑，不过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很平静。陆大人问我这事，想来应该知道了些什么。梁王心思一转，猜测之前的大周公主果然就是江青离。不过他并无惧色，淡淡一笑，可那又如何呢？如今大周倾覆，先皇崩殂，就算知道真相又能怎样？陆大人，难道你是想替青离公主出头不成？你认为你有那个能耐吗？梁王的话冷冷在大堂回响，傲然无比，充满蔑视。他有着说这样的话的底气。莫说陆远一个小小县令，便是面对先皇，他同样没有多大敬意。陆远在他眼中不过蝼蚁而已。若非现在正值用人之际，又欣赏陆远的才气，岂会多言？你是个聪明人，本王来此的目的，你应该清楚。如今天下大乱，正值用人之际，你若能弃暗投明，本王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若助本王登上大位，高官俸禄，荣华富贵，天下美人，任你挑选。但你若是冥顽不灵，可莫要以为本王会像先皇一般仁慈，会放你一条生路。如何选择，还看你自己了，莫要自误。梁王冷声开口。说完了吗？陆远抬眸，淡淡问道。你的遗言应该不止这么点，要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哈哈，猖狂！梁王怒极反笑，看来你是铁了心与本王作对，那便留你不得，死来！说着，他不再废话，反手一抓，朝着陆远抓去。一股恐怖的吸力诞生，整个大堂内的桌椅茶杯在这恐怖的吸力下都在顷刻破碎。这正是皇室不传秘典之一龙神功。龙神功有9层，每一层威能都极为恐怖，乃当世顶尖功法。梁王从小天赋异禀，6岁习武，至今已修炼足有接近100年。龙神功早已被他修至大成，破坏力十分不俗。但令梁王没想到的，处于吸力中心处的陆远站在原地，
竟丝毫不受影响，好似完全免疫了他的吸力。你……梁王心中微惊，手上陡然加大力度。陆远微微摇头：“梁王，你老了。”随即轻轻一挥手，一股无形波纹扩散，仿佛天地都在律动，微风都被陆远掌控一般。下一刻，吸力崩溃，梁王如遭重击，后退10来步，撞在墙壁上，摔倒在地，气息瞬间萎靡。怎么会？梁王捂住心口，面露惊骇：“你怎么会突破到大宗师？”一招交手，他已清楚陆远底细，显然是大宗师无疑，而且还不只是普通的大宗师，只怕已经是大宗师圆满。陆远不是武道天赋一般吗？怎么能在20年间就达到了他100年都未达到的地步？这怎么可能啊？他的天赋虽算不上皇室中的绝世天才，也绝对排得进前10，可陆远竟比他天赋还高，难道当年他故意隐瞒了自己的天赋不成？梁王有太多不解，可此刻他根本来不及细想，急忙站起身来，运转内力，就要与陆远再度交手。刚才被陆远一击击溃，是他大意没有防备，若认真对待，结局绝对不会是这样。梁王开始重视，虽有伤在身，可他有着信心，毕竟他修炼的可是龙神功。武者之间不只是比拼境界与内力深厚，功法同样重要，功法越高级，战力越强。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天下出现一本绝学秘籍时，会出现无数人不顾性命也要争抢的缘故。他自信自己修炼的龙神功乃大周不传之秘，陆远即便天赋再高，修炼的功法普通，同样不是他的对手。好，梁王运转内力，使出龙神功绝学龙怒击天，顿时龙吟声响起，一头金光闪闪的巨龙自他手掌之中飞出，直奔陆远而去。此乃精纯内力石化，是大宗师的标志。金龙栩栩如生，具备着极端压迫，整个县衙都在这恐怖力量下显得有些摇摇欲坠，地板不断皲裂，梁柱上灰尘抖落，裂纹丛生，瓦片不断掉落。金龙速度奇快，转瞬间就已到了陆远近前。陆远单手负于身后，神色漠然，缓缓伸出一指，不急不慢地点在了金龙的额头之上。原本气势如虹的金龙顿时止住身形，仿佛前方有着坚硬神铁挡着他无法寸进。梁王脸上流露惊恐之色，立刻加大了内力输出，试图突破陆远防线。你太弱了。陆远摇头，手指微微用力，顿时金龙气势萎靡，逐点溃散，眨眼的功夫就已消散无踪。噗！金龙溃散，梁王遭受反噬，吐出一口精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跪倒在地。你……梁王披头散发，缓缓抬头，不可置信看向陆远，没想到你居然已经到了这等境界。刚才陆远轻描淡写破了他最强一击，他已经明白，他与陆远虽同为大宗师，但彼此间的差距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大宗师圆满，不过要他束手就擒，那就绝无可能。趁着说话让陆远分神之际，他一咬舌尖，体内精血涌出，紧接着梁王整个人身上金光大放，下一刻他化作一条金龙，冲破屋顶，飞入天际，速度之快，肉眼都无法看清。城中众人只觉天上有着金光闪过，便不见了踪影。居然是血遁秘术，皇室的功法还是有几分东西。陆远看着消失的金光，并没有追上去的打算。血遁消耗潜力、精血乃至寿命，梁王本就上了年纪，如此一来更是步入油尽灯枯的地步，只怕没有多少时日可活。关键是血遁的速度极快，他不付出一些代价，一时也很难追上。如今就让梁王再苟活一会儿，今天就当做先收个利息。至于梁王会不会去通风报信什么的，陆远不在乎。且不说梁王能与谁说这件事，就算他说了，又有几人会信？如果信了还好，汇聚在一起还更好一网打尽，替他免了些麻烦。这时衙门外的黑虎军推开大门走了进来，看着满地狼藉和消失的梁王，并不意外，禀告道：公子，梁王的人马都已经拿下了，如何处置？在陆远与梁王交锋时，门外同样没有闲着。梁王带来的人马包括莫消愁这位大宗师，同样遇到了突袭，出其不意，加上实力碾压，就算有着莫消愁，也抵挡不住黑虎军之威，很快就被拿下。盘查一下他们的来历，所有梁王亲信杀无赦，其他愿降者留下，其余人留着浪费粮食，也杀了吧。此时清河县衙外，新月宫一众人正在赶路，有人抬头刚好捕捉到天际一闪而逝的金光，其中一个女弟子手指着金光遁去的方向，发出惊呼：师傅，你快看！新月宫为首的道袍女子闻言望去，眉头一拧，好像是皇室的遁术，莫非是天子遭遇不测？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快！道袍女子面色大变，连忙加快步伐，朝着县衙方向而去。她身后的其他女弟子神色更为凝重，跟上了步伐。几人速度奇快，不多时就已来到了城中。道袍女子顺着先前金光出现的方向一路疾行，最终停在了县衙大门处，停下了脚步。道袍女子看着守在门口的黑虎军众人，以及他们身旁气势汹汹的黑虎，神色警惕，手指扣在了长剑上，准备随时出剑。来者何人？黑虎军见得新月宫众人，立马上前拦路质问。先天仔细感知下，
道袍女子发现眼前的黑虎军居然都有先天实力，眉头紧锁。是谁的人马？心中疑惑间，他没有多言，手指微动，苍啷一声，长剑出鞘，寒光闪过，直接架在了黑虎军的脖子上，厉声质问道：“你们是谁派来的？天子在何处？”黑虎军反应已经奇快，第一时间察觉对方出剑，就已经有了防备的心思。可是对方的剑实在太快，他根本躲不开。显然，对方的剑法极为高明，远非先天可比。也幸好对方没有要他命的意思，否则这一剑足以斩掉他的脑袋。生死之间，黑虎军额头已经有着冷汗滑落。一旁的黑虎军这才反应过来，齐刷刷地看过来，举起了手中的长枪，指向新月宫众人。新月宫一众弟子同样拔剑，场面一时剑拔弩张。住手！赵统领喝声如雷，从众人后方走出，目光看向了道袍女子，眼光凌厉。可当看到道袍女子身上的服饰，袖口上纹有一星一月时，这才面露讶然之色。新月宫，算你有点见识。道袍女子神色傲然，并不意外赵统领认出他们的身份。新月宫乃大周有名的门派之一，虽不在五大门派之列，那也只是因为新月宫门下弟子数量不多，皆为女子的缘故。论起知名度，并不低于五大门派。稍微走过江湖的都能知道新月宫的存在。这位师妹，只怕是有些什么误会，还请放下剑来。赵统领呵呵一笑，并无敌意。尊称师妹倒是正常，大家修行之人皆为同道，达者为师。他一位大宗师，称对方一句师妹，倒也不算过分。哼，师妹也是你能叫的？道袍女子冷哼，目光有些不屑。新月宫地位超然，门中弟子个个自视甚高，其中门规森严，对于男人更是有些看不起。在多次洗脑教育后，他们对于男人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按新月宫祖师爷的话，那就是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赵统领并没有因为道袍女子的话语生气，因为眼前这位是武夫人的同门，他听说过武夫人的脾气，对此也有心理准备。是你们对天子出手？道袍女子继续质问，手中长剑更逼紧了几分。天子？赵统领倒是一头雾水，此地哪来的什么天子？难不成新月宫已经投靠梁王？不过看到自己手下人尚在生死边缘，他也没有多问，脚尖一点，整个人如风一般踏出一步，只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回到原地。在他的身旁已经多了一个人，正是先前被道袍女子用剑指着的那个人。道袍女子眼中闪过惊讶之色，大宗师能够在他手中出其不意将人救出，只有大宗师有着这个实力。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起来有些憨厚壮实的男子竟然是位大宗师，关键是看起来好像还有些年轻，不过才40-50岁吧。这天赋比之他而言都已经不弱了。更令他惊讶的是，他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人，更没听过此人的名头，显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结合眼前的黑虎军加上赵统领，他猜测这次对天子出手的恐怕是某股不为认知的隐秘势力，难不成是魔教？道袍女子心中微凝，警惕到了极点。江湖上势力繁多，与五大门派齐名的还有魔教。魔教并非一个门派，而是多个与正道门派为敌的势力。他们行事不择手段，不讲江湖道义，残忍嗜杀。正道门派对这些势力统称为魔教。整个大洲魔教数量不少，即便是面对多次正道联合剿灭，都未能得手。不过这也使得魔教元气大伤，很少出现在世人眼中，就像阴暗处的老鼠，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苟延残喘。江湖上已经很久没有过魔教的消息，能够突然出现大宗师以及黑虎军这么一股强大的势力的，除了魔教，道袍女子想不到其他理由。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连魔教得知天子消息，居然也要来插上一手。赵统领微微拱手，这位师妹，你们口中的天子，我们确实没有见到过。公主吗？我们这里倒是有着一个，如今正在我家大人府上做客。公主？你家大人？道袍女子眼眸微眯，想起先前那道盾光，分明是皇室中人所有。这里之前肯定有过交战，失败的肯定是皇室无疑。对于这话，他并不是很相信，多半是对方编造的谎言，想要欺骗自己，请君入瓮。哼，真当我3岁孩童那般好骗？道袍女子冷哼一声，抬剑就朝着赵统领攻去。他身为新月宫长老，实力超绝，即便是在皇城那等高手如云的地方，他也排得上号。到了这小小边界之地，更不觉得有人能够胜过他。哪怕对方是大宗师，同样如此。大宗师之间亦有差距，所以他才会见到盾光出现的一瞬间，二话不说朝着此地赶来，根本不惧什么危险。他有着这样的底气与实力，只要皇城中那些老怪物们不出手，谁会是他的对手？赵统领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大宗师，在他眼中不过尔尔。剑出同时，他低喝一声，动手！在他身后，新月宫众弟子同样持剑朝着黑虎军攻来。赵统领见状，无奈摇了摇头，迎敌，注意留手，不要伤了他们。道袍女子实力很强，可她的弟子实力不过先天，1对1未必会是黑虎军的对手。怎么说，这些也算是武夫人的同门，他可不敢擅自做主，就怕武夫人降罪。是。黑虎军应声冲出，与之交战在一起。赵统领同样与道袍女子交手，
场面瞬间混乱起来。新月宫等人出身不俗，实力并不弱，他们本以为面对这些不知名的黑虎军会轻松取胜，可万万没想到，黑虎军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意料。加上黑虎军数量优势，仅仅交手不过几合，新月宫10几位弟子皆被无伤拿下。师妹也该停手了。赵统领见状，轻飘飘与道袍女子交手一击，抽身而退，来到黑虎军众人身前站立。你卑鄙！道袍女子看着新月宫弟子被拿下，眼中喷火，怒气冲冲道：“话虽如此，可她也很清楚，刚才与赵统领交手几招，已经明白对方的实力，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战力不凡，这让她有些无法理解。自己修炼的可是新月宫的上乘心法，为何面对一个不知名大宗师都如此费劲？对方修炼的心法能比得上自己？”赵统领歉然一笑：“师妹得罪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道袍女子并不说话，目光喷火，可她也没有动作，毕竟新月宫弟子都在对方的手中。这次他带出来的弟子已经是新月宫中的精锐，若是折戟在此，回到宫中，即便不受责罚，他内心那关也过不去。赵统领见他不言，继续问道：“师妹，莫非你们新月宫已经投靠梁王？”“呸！梁王身为皇室中人，大周亲父，非但不出手相助，反而落井下石，还借着讨伐奸臣之名自立，将凉州据为己有。我新月宫岂会投靠这等贼子？说出去，简直侮辱我新月祖师的威名。”道袍女子一脸不屑，将梁王贬得一文不值，那般模样，恨不得将梁王抽筋扒皮。赵统领倒是不解了：“那师妹，你为何要与我等为敌？”道袍女子见赵统领黑虎军交手确有留情，或许真有误会，心中的敌意稍弱，想了想道：“先前我见此地遁光，那可是皇室独有，难道不是你们围剿天子？”师妹果然是误会。赵统领恍然，解释道：“先前你所见到的遁光是梁王逃命时施展。”“什么？梁王？”道袍女子一脸诧异，不敢置信。梁王尽管在他口中一文不值，可那是梁王的人品，并非实力。梁王的实力，放眼大周，不说绝顶高手，也绝对是高手中的佼佼者了，在江湖上都颇具盛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梁王这样的人物会被人逼得施展皇室秘术逃生。那出手之人的实力该有多强？只怕只有新月宫的公主以及几位太上长老才能做到这一步吧。这样的人在当时几乎很少出来走动，会是哪位前辈？梁王怎么会出现在此地？也是因为天子？你们不像是魔教中人，那你口中的公主是哪位公主？道袍女子问道。还有你家大人是哪位前辈？大周九公主江玲珑。我家大人是苍云县令陆远。赵统领答道。九公主陆远，道袍女子心中了然。九公主这个称谓已经很少人知道。江玲珑曾差点死于皇室争斗，为新月公主所救，后助其登基。九公主之名消失在了那场争斗之后，多了一个无名皇子。这些皇室秘辛只有新月宫部分高层知晓。他清楚江玲珑以九公主之名的意图并不拆穿，倒是对这所谓的苍云县令陆远有些疑惑。在听到天子现身于此的消息，苍云县令陆远要相助时，他根本没有将所谓县令放在心上，最多也只觉得陆远还算忠心。可现在看来，事实与他想象中有几分差距。别的不说，光是从赵统领提及陆远时的恭敬神色就能看出一二，能够让一位大宗师心甘情愿如此，那就说明陆远绝非普通人。关键是从先前与赵统领交手的情况来看，赵统领的实力与他相差无几，在伯仲之间都是处于大宗师初期，而梁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步入了大宗师后期。也就是说，击溃梁王的并非眼前这位赵统领，而是另有其人。此地还有着大宗师后期的高手，足足2位大宗师都能为陆远所用，那陆远的实力底蕴不言而喻。一个小小县令怎么会这么厉害？他不明白陆远是如何做到这一步，但有着2位大宗师相助天子，那么他们成事概率无疑会大幅提升。本来光靠新月宫想要抗衡苏权颇有难度，但现在无疑多了一丝可能性。想到这里，道袍女子收剑抱拳，郑重道：“师兄，刚才一时没弄清状况，得罪的地方还请海涵。在下新月宫长老莫君仪，为请教。”赵统领连忙回了一礼：“师妹客气，误会解开就好，在下赵武。”然后挥手，黑虎军示意放开了新月宫众弟子。新月宫众弟子警惕看了黑虎军一眼，立马回到莫君仪身后站定，心有余悸。刚才交手才知，这群家伙看起来平平无奇，可实力远超想象，未免也太狠了。见过赵师兄，请恕师妹孤陋寡闻，之前未曾在江湖上听闻师兄。莫君仪开口，有着探底子的意思。赵武明白他的心思，如实道：“在下出生于苍云县，不怕师妹笑话，至今尚未出过苍云县，师妹不知实属正常。”啊！莫君仪明显吃了一惊，不敢相信，闭门造车，修炼到大宗师，这天赋当真是天下少有，放在大周任何一个地方都绝对称得上一句绝世天才了吧？不由道：“师兄当真天资聪慧，当世罕见。”赵武脸一红，连连摆手：“师妹折杀师兄了，我这微末修为实在愧不敢当。”
苍云县内比他强的少说有着几十位，他可担不起这个称呼。莫君仪倒是没当真，只认为赵武是在自谦，呵呵一笑：“师兄，不知公主和陆大人现在何处？师妹想要拜见一番。不瞒师兄，此次师妹前来便是为了公主而来。公主正在苍云县内，此次并未跟来，大人就在衙内。师妹稍等，待我通报一声。”赵武说着，朝着一旁的黑虎军使了个眼色，立马有人跑进县衙禀告：“师妹谢过师兄了。”莫君仪微笑道谢，心中有些好奇，这位县令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够让得2位大宗师甘愿为其效力，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要知道，就连梁王这样的王侯，也才不过2位大宗师追随而已。陆远能够凭借县令之身做到这一步，简直难如登天。大宗师已是武道翘楚，从来都是别人追随大宗师，少有大宗师愿意追随别人。想要这种高手强者追随，要么人格魅力极高，要么就是能够付出让大宗师心动的代价，亦或者曾经对大宗师有恩。第二点，莫君仪觉得不可能，在他心里觉得很可能是陆远本身的人格魅力了。毕竟能够在大周倾覆之际，在几乎所有人都放弃天子的情况下，当着天下人说出要助天子这句话的人，本身就具备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魄力。县衙偏堂，在下新月宫莫君仪，冒昧替天下百姓先谢过陆大人大义。莫君仪站在堂中，看着坐在那里一袭青衣的陆远，眼中明显有些惊色。在没有见到陆远之前，他还以为陆远会是一个年纪颇大、慈眉善目的老者，亦或者经受干练的中年男子，可怎么也没想到陆远竟然如此年轻。这样的年纪能让2位大宗师都甘愿追随，简直不可思议。心中不由得对陆远更为钦佩。陆远摇头：“莫师姐言重了，不过举手之劳罢了。陆大人谦虚了，如今天下大乱，人人自危，皆选择明哲保身。陆大人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可见陆大人人品是何等高洁。”这一句师姐，君仪愧不敢当。莫君仪面露惭愧，这倒不是他奉承，而是实打实的心里话。呵呵，师姐过奖。陆远呵呵一笑，这一声师姐倒也没别的意思，只因在下的夫人出自新月宫，乃新月宫5代弟子。我曾常起他说起此事，当年在新月宫时，有一位莫师姐对他百般照顾，想来多半就是师姐了吧？啊！莫君仪不由一怔，自家师妹是陆远的夫人，脑海中闪过数道身影，他竟一时不知道会是谁。旋即脸色微变，凝重道：“大人，我虽敬你大义，可此话可不能乱说，世人皆知新月宫弟子皆为出家人，此言有辱新月宫声誉，还望大人慎言，莫要败坏新月宫的名声。”陆远也不恼，淡淡道：“这我自然知道，他现在已经脱离新月宫，只是感念当初新月宫对他的照顾，并未忘记这份恩情。他之所以对莫君仪这般客气，也是这个原因。大人，我师妹可都在新月宫，鲜少有人在外走动，何况他们年纪……”莫君仪话说一半，突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往事，惊疑问道：“难道陆大人说的是小九？”小九，慕容九，他的小师妹，本是新月宫这一代最为耀眼的天才，年纪轻轻，天赋过人，身具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髓寒体，得到了星月祖师认可，激活了星月印记，未来有望在60年内踏入大宗师，是新月宫着重培养的对象，被新月公主收为亲传弟子，年纪不过15，辈分极高。可慕容九本身不喜欢修炼，很是贪玩，在8年前，慕容九偷偷下山，不知所踪。新月公主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连忙派人搜寻，结果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只得到了慕容九遇袭的消息。慕容九天纵奇才，很多势力都将其视为眼中钉，不愿让其成长起来。见到慕容九独自下山，没有长老保护，那自然不可能留守。很多人都以为慕容九已经死了。当时新月公主为此几乎不吃不喝了1个月，黯然伤神了好久。为了报复，甚至不惜与那几个出手的势力大战，最终为了彻底铲除这些势力，他还不得不与皇室合作，扶持江玲珑上位。如果按照陆远的说法，那多半只有慕容九了。难道师妹没死？莫君仪心中的激动几乎无以言说，在他心里，慕容九可不单单是他的师妹，就好像是他的第2个女儿一般，也是整个新月宫的希望。正是。陆远点头，确认了莫君仪的猜想。小九他在哪里？莫君仪强压激动，声音发颤，眼中有着泪光闪动。正在府上。陆远并无隐瞒，这些年慕容九最记挂担心的就是他的师尊师姐，只可惜为了怕暴露给陆远惹来麻烦，他一直都很乖巧，没有提及此事。但陆远知道，他心中很是迫切，想要为自家师尊们报个平安，让他们不用担心。毕竟现在慕容九不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了，她已经长大了。陆大人，可否让我见小九一面？莫君仪问道。自然。陆远点头，师姐随我来吧。走出县衙，陆远吩咐赵武留守此地后，便带着新月宫众人回苍云县。师尊，他是谁？好年轻啊，他就是那位大人吗？嘘，别看了，当心师尊罚你抄经书3月。跟着陆远身后，新月宫的女弟子们美眸连连，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对陆远很是好奇。莫君仪也不在意弟子们的话，他此刻心思全部落在了慕容九身上。陆远为了照顾新月宫修为不高的弟子们，并未选择飞行，一路步行，速度倒也不慢。哇，这里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全都是山，比我们新月山都多哎。
此地当真是隐居的好地方，根本不会被打扰。星月宫弟子们看着沿途风景，一个个都很兴奋。看，那山中居然还有建造如此精美的楼阁，此地莫非还有某个修行门派驻足？或许是哪个隐士门派吧。之前那些穿着黑甲的家伙实力不俗，只怕就是这个门派的弟子。此刻正值午时，浓雾渐散，众人见到山中楼阁，议论纷纷。走过好几个山头，几乎每座山下都有这样的楼阁聚集地出现，使得星月宫弟子们个个张大嘴巴，惊讶到了极点。这小小山中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在这里修行都能事半功倍吧。也不知走了多久，众人才来到苍云县外，隔着老远便能看到苍云县那一道宛如黑色巨龙蜿蜒盘旋横亘在前方的城墙。城墙整体漆黑，冰冷而雄伟，高有上百米，一眼望不到边。城墙前方还有着一条宽有100米的护城河，河水哗哗作响，汹涌澎湃，人力不可渡。越过城墙，还能看到城中壮壮高楼，以及中心那高耸入云、气派无比的观星楼，繁华景象令人啧舌。众人瞪大眼睛，脸上写满了惊讶。谁也没想到，在这群山深处，居然还有这样一座繁华巨城。这比起他们在大洲见过的任何一座城都要宏伟，就连大洲10大古城之一的星月城，与眼前这座城比起来，都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如果说在之前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县，他们是万万不可能相信。莫君仪更是心头一跳，明白了陆远的不凡之处。想要将一个县无声无息发展成这般模样，难度可不低。这位陆大人恐怕能力比起他想象中还要更夸张。陆远见得众女表情，倒不意外。任何一个人第一次来到这里，都会是这样的表情。这些年来，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师姐，走吧。陆远说着，当先朝着城内走去。刚来到护城河边，城门口的桥就已架好。整座桥由金铁所筑，宽有30米，足以容纳10马并行，通往城门。苍云县有4面城墙，每一方都有8个城门。城门高有10米，宽5米，站在城门口，顿觉渺小之感。城门处同样有着精锐食客驻守，见到陆远，纷纷见礼。进入城中，入眼是一条宽敞无比的街道，古街上贴满了青玉砖块，地上几乎见不到一丝杂物。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叫卖声不绝于耳，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繁华闹市气息十足。星月宫弟子只能看到此地楼阁的精致繁华的气象，可莫君仪是大宗师，眼力不俗，看到的却是此地百姓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卖包子的姑娘，好像都不比他身后的星月宫弟子气血弱。由此可见，此地的底蕴有多么凶浑。这一刻，他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前方路远的背影，在此刻就好像有着一层迷雾，看不清虚实。在清河县得知慕容九还活着的消息时，原本他还想着将慕容九带回去，给陆远一点好处，感激他的救命恩情。至于两者的婚姻，他可以当作不知情，不会上报给星月公主，如此慕容九与陆远都不会受到星月公主惩罚。星月宫与般若寺一般，都是出家人，不可婚嫁，否则会受门规处罚。与男子通婚者，下场都会很惨。毕竟陆远救了慕容九一命，他不可能恩将仇报。但慕容九他是必须要带回去的。慕容九乃是星月宫数百年来祭祖师之后天赋最佳者，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更是未来星月公主的候选人，怎么可能任由他留在此地给陆远当妻子？可现在看来，自己想法有些天真。从目前所看到的一切来看，此地的底蕴比之星月宫都不差。想要从陆远手中带走慕容九，拆散两人，无疑十分有难度。至于他想给陆远的好处，摸了摸自己钱袋里那几锭金子，苦笑摇了摇头。这里连一块青玉砖，恐怕都比他的金子值钱，这一点好处，打发乞丐也不可能这么少。罢了，等见到小九之后再说吧。莫君仪摇了摇头，不再多想。走过无数条这样的繁华大街，众人哪怕是练武之人都觉得有些疲惫的时候，陆远终于带着众人来到了城内一处豪华别院之中。这别院十分奢华，在城内并不多见，只有实力达到大宗师和身份极为贵重的贵客才能居住。师姐，你们先在此暂居，我先去将此事告诉小九。陆远说道。那便麻烦陆大人了。莫君仪点头，接受这样的安排，同时问道：对了，陆大人，公主那边不知可否让我也见她一面？他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是来找江玲珑的，不过他知道现在想要带走江玲珑的难度同样不低，但来都来了，至少要表面一下星月宫的立场态度，和探知一下接下来江玲珑的计划打算，好为复国做准备。师姐放心，我会与玲珑说的。说完，陆远又找来几个人照顾星月宫众人后，这才离去。回到弦月山庄，陆远第一时间找到了慕容九。慕容九身形高挑，一袭月色长裙，戴着一对玉质圆形弯月图案的耳环，垂于微露的香肩之上，淡金色的长发微微弯曲，额前刘海微卷，露出额前那一道淡淡的弯月印记，看起来如月神一般皎洁神圣而不可侵犯。此刻他正坐在庭中与宁幽若下着围棋，似乎是到了胜负关键时刻，他紧皱秀眉，拿着棋子迟迟不定，十分纠结。宁幽若翘着腿悠闲坐在慕容九的对面，拿着手中的葡萄慢慢去皮，嘴角微微扬起，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笑眯眯道：“九儿妹妹，你要输了哦。”慕容九知道这局无解，咬着牙，仿佛憋着一口气，不服气道：“才没有输。”哼哼，那你倒是落子。宁幽若得意笑了笑。这时，一道风吹过，慕容九惊愕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地落在了棋盘上一处。相公，他不禁反喜，低低喊了一句，转头望去，刚好看到陆远那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陆远笑了笑：“幽若，你又欺负九儿。”慕容九看着棋盘上落下的白子，突然发现原本的死局居然盘活了，不由欣喜：“我居然活了，活了哎！我还能杀你，幽若姐，到你了。”哪有欺负他，相公，你讨厌，你耍赖，这不算。宁幽若不满，发出抱怨，娇滴滴的模样惹人怜爱，说着还顺手将整局棋盘打乱。不玩了，我去找七妹比剑去。哼，他心思玲珑，知道陆远来找慕容九，肯定有事，找了个借口离去。陆远笑意盈盈，目送宁幽若离去。嘿嘿嘿，相公，还好你来得及时，不然我就要输给幽若姐了。我要是输了，我可得帮她洗1个月袜子，我才不要。慕容九抱着陆远的手臂，头靠着陆远肩头，笑嘿嘿说着，一副憨憨的样子。他天生喜欢玩乐，典型的乐天派，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他不开心的事，也是整个山庄的快乐源泉。感受着肩膀上的柔软，陆远翻了个白眼，他们真是太闲了，赌洗袜子都来了。不过他也知道，这或许是他们之间内定的某些规矩，曾想过询问。不过宁幽若说这是他们女人间的秘密，可不能告诉陆远知道，便没有追问了。想了想，陆远道：“九儿，你想不想见你师尊师姐？”啊！慕容九明显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但很快隐藏，摇头道：“我不想，能和相公在这里，九儿每天都很开心啊，干嘛要想他们？他们只会逼九儿练功，才不想见他们。”之所以这样说，他是听宁幽若说过陆远的不容易，并不想破坏大家的隐居生活，加上自己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师尊师姐，毕竟他辜负了他们的厚望，还违反了门规，嫁给了陆远。他不用想也知道，师尊知道这件事会气到什么程度。他不想见到自己敬爱的师尊与自己最爱的人拔剑相向。真的不想见吗？陆远似笑非笑问了一句：“九儿，你我相处这几年，你的性子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二的。你那位莫师姐刚好找到了此地，如今正被我安置在城中，见与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吧。”莫师姐来了。慕容九扬起下巴，望着陆远的眼睛，迟疑了一下，才道：“相公，师姐她没惹你不高兴吧？他深知他师姐的脾气，对男人哪有好脸色，生凭他冲撞了陆远，惹得陆远不快。那倒是没有，就算有，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也不会放在心上。”陆远宠溺地抚了抚慕容九的淡金秀发，慕容九眼眸一弯，嘴角上扬：“相公对我最好了。不过，相公，师姐居然找到这里了，我该怎么和她解释？师尊那里，我又该怎么交代？”一想到这些，慕容九就感觉一个头两个大，无比烦恼。这也是他一直逃避、不愿面对的原因。有些事总要去面对的，一直逃避并不是办法。相公知道，你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是为了不替我招惹麻烦。陆远道：“但现在我们已经不怕麻烦了，有些事也该趁早做个决断了。九儿，告诉相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要是你想去做的事，那相公都会支持你。”相公对我真好。慕容九感动无比，踮起脚尖，狠狠亲了陆远一口。陆远宠溺笑着，静等慕容九的回答。慕容九想了想，才道：“相公，你也知道，我从小就被师尊收为弟子，悉心培养，不只是他，整个星月宫都对我寄予厚望。我消失这段时间，他们找不到我，肯定会很伤心。我肯定是想回去看看师尊的，但我又怕师尊责怪于我，不让我与相公在一起。你们两个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真的很难做出取舍。相公，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陆远点了点头，这还不简单，将事情告诉你师尊不就行了？如今已成定局，你师尊也无法更改。如果他不同意，话未说完，慕容九便伸出一根手指，堵住了陆远接下来的话：“相公，不要，我可不想你与师尊拔剑相向。那样的话，我宁愿以死谢罪。我当然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是你的师尊，如果不把你养这么大，怎么会便宜我，娶到这么漂亮的夫人？我感激他还来不及，怎么会与他动手？况且，相公在你眼里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陆远故作严肃，板着脸问道。慕容九似是想起了什么，脸一红，念诺道：“是，上次我都说快不行了，相公你都不听，还要……”陆远无言，这哪根啊？那不一样。放心吧，九儿，我的意思是，既然问题出现，我们就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师尊不同意，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同意。我一定会讲道理的，不会与他动手。可我怕师尊不讲道理，我也不想相公你吃亏。我劝不住师尊，他老人家可不讲情面，认死理。所以我觉得这事要不就算了吧。慕容九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想要逃避。在他眼里，根本想不到完美解决的办法。那你这位莫师姐，你是不打算见了？陆远问道。慕容九轻咬红唇，十分纠结，犹豫了好久，才道：“相公，从选择嫁给你那一天起，九儿就决定了，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星月宫待我不薄，我也不愿辜负。可世间安得两全法，九儿这就去与莫师姐说清楚，从此脱离星月宫。只是那样的话，
师尊肯定会有所不满，派人前来，希望到时候相公不要痛下杀手，原谅师尊。陆远沉默片刻，知道慕容九做出这个选择很是困难，就好像让他从8位夫人当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确实很难办到。九儿，相公会尽量想办法说服你师尊同意这门婚事，你去见见你师姐吧，叙旧就行，不必说脱离星月宫这些话，这反而会触怒你师尊。顺便让你师姐回去的时候为你探探口风，看你师尊是什么态度。其他的之后再说吧。慕容九点了点头，好吧，相公，我都听你的。说完，他深吸一口气，胸口饱满起伏，而后问了一下莫君仪的住所后，这才去往城中。观星楼内，江玲珑吐出一口浊气，缓缓收工，睁开了美眸，感受了一番体内的内力，眼中有着无法掩饰的讶然。自己的内力雄浑程度比起之前竟强出了数倍不止，而他的境界竟也在一瞬间突破到了先天后期。在离开皇城时，他才刚突破先天不久，这中途几乎没有修炼，只是一枚小还丹，竟让他迈过了初期、中期2个境界，直达后期，距离圆满也只有一步之遥，整整3个小境界。换做平时他自己苦修，就算以他的天赋，也最少要10年才能做到。可此刻，一枚小小丹药居然就做到了，当真神奇！姐夫简直太神了，连这种丹药都能炼制，他到底是什么脑子？江玲珑已经找不到可以形容陆远的词语。此时陆远在他心中前所未有的神秘且强大。别的不说，光是研究出直接增加内力的丹药，就足以令得整个天下疯狂了。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武者寿命有限，多少人死前不能突破，就是因为寿命不够用。而小还丹能节约10年时间，试问天下谁不心动？若是他能拥有这样的丹药，天下多少能人异士愿意为他卖命？他觉得陆远能够招揽到如此多的高手，多半是小还丹的缘故。此地百姓实力那般强劲，该不会也是服用了小还丹吧？江玲珑忽然想到这个可能，被震撼的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在他眼里，这几乎仙丹一样的东西应该十分珍贵才对，所用的药材都十分难寻吧？苍云县几百万人，哪怕每人一粒都有几百万粒，这得需要消耗多少珍贵宝药？江玲珑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也只能说自家姐夫实在是太过逆天了。更关键的是，陆远愿意将这样珍贵的东西拿出去分享给每一个人。换作是他扪心自问，是无法做到这样大方的，最多给身边亲近或信任的人服用，绝不会大方到分享给每一个人。在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眼界格局与陆远相比，实在是相差太大了。他忽地想起古籍中的那一句圣言：为百姓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正是自家姐夫目前所在做的事吗？整个苍云县如今不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开始明白陆远为何会帮他了。他心在天下万事太平，在这一刻，他心中只有佩服、感激以及崇拜自家姐夫陆远，当是圣人也。慕容九离开后，陆远来到观星楼，找到了顾长风。如今梁王重伤，就算侥幸不死，也得龟缩一阵。这个时候正是收回凉州的大好时机。一座县城就是1万声望，这白给的声望怎么可能不要？长风下令派人前去各郡县，以天子之名收归大周河山，若有不从者，杀无赦。世家贵族官员无一例外。记住，要安置好当地百姓，将收缴的一切财富、粮食、田地尽数分于民众，剩下的顺便再在当地盖一座武院，派出1-2位擅长教导的高手前去坐镇，保护他们安危。各县的商铺交易正常运转，不必打压。陆远安排道：是，公子，用不用宣扬公子之名？顾长风问道。不必。陆远摇头，刻意为民去做这些事，反而效果一般。如今天子受他协助，天下皆知，稍微有点脑子的就知道天子能做到这一步，背后有他的原因。哪怕不用说，也会对他感恩戴德。相比起大肆宣扬、默默无言，反而在民众中声望更高，比之天子更加令人钦佩。百姓之中没有秘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人尽皆知。反过来，如果自己不以天子之名行此事，百姓反而会认为他有谋逆之心。尽管也有声望，但远不如第一种来得多。这些陆远之前已经有过验证。顾长风闻言，对于陆远更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如此大义，天下独有。你得到天子崇拜，声望加3000，你得到天子敬仰，声望加5000。陆远换出系统界面，入眼便看到熟悉的提示正在翻动。这些时日，他收获的声望太多，几乎时时刻刻都有提示，这实在有些烦人。他便开启了勿扰模式，时不时查看一下声望点就行了。陆远领域等级5级，声望值14157410000000，当前领域覆盖范围苍云县、清河县，短短几日已经多了10几万声望。看着面板上上涨的声望值，陆远眼中有着光芒闪动，这在他看来就是长生的希望。10几万声望，除了苍云县和清河县百姓日常提供的一些之外，大部分还是玲珑提供，声望机还是很努力的。如今苍云县的百姓给他提供的声望几乎达到饱和，每日提供的日常声望并不算多，苍云县百姓提供的声望数值有限。只有江玲珑
一个人提供的声望比起一个县的百姓都要多。又有新的提示，看来他已经炼化完了。陆远看到弹出新的声望提示，这才朝着第9层而去。刚到第9层，陆远便见房门推开，江玲珑一脸兴奋从中走出。呀，姐夫，你一直守在这里吗？看到陆远，江玲珑很是惊讶，又有些感动。自己炼化丹药这段时间，姐夫居然……可他感动还没一会儿，便听陆远摇头：“不是，我刚到，只是碰巧遇到你出关。”哦，江玲珑心中不知为何有点小失落。陆远并未察觉他的小心思，问道：“玲珑，星月宫派人来找你，我是来告诉你的。”星月宫，江玲珑心中一凝，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自己天子的身份该不会暴露了吧？他不着痕迹看了陆远一眼，发现陆远面带微笑，和之前并无两样，这才试探问道：“姐夫，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没了，他们声称是为了天子而来。只可惜你皇兄，不过现在有你也是一样。陆远懒得拆穿他，配合着他出演。哦，江玲珑长出一口气，他倒不是怕陆远知道他天子的身份后会对他有其他的企图，而是怕身份知道以后，两人关系再也无法像之前那般。他虽落魄，那也是君。以陆远如此大义爱国的性格，只怕也在乎君臣之礼，自己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撒娇了。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心思，那就是这一次他要堂堂正正的以女儿身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眼前，再度登基，不必再假扮男儿身，做一个连真面目都不敢露的天子。只要他能令大周复归，相信即便他是女儿身，天下也不会有诸多反对声音。权臣世家更没理由以此来要求他做什么。以往的天子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九公主江玲珑。江玲珑心中坚定。姐夫，他们现在在哪？我去见见他们。另一边，凉州城内，梁王躺在软榻之上，脸色苍白如纸，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不止10岁。本来的一头黑发都在此刻尽数变白，脸色的皱纹更是褶皱横生，如干瘦老师。父王，在软榻一旁，梁王膝下一众王子看到自家父王这般模样，一个个大惊失色，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自家父王可是大宗师后期，放眼天下，除了皇城以及5大宗门的掌教，谁能伤他？怎么出去一趟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梁王眼皮微抬，在大王子的扶持下颤抖着起身，刚一动作，咳嗽声不断，连忙拿出手绢捂住。当咳嗽停止，他手上的手绢已经染红，吓得一众皇子面如土色。如今天下大乱，梁王可是整个凉州的擎天柱，若他倒下，梁王府也就名存实亡，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其他势力逐一吞并。老三，梁王扫过跪倒在面前的一众王子，最终落在了一个相貌颇为俊秀的年轻人身上。此人便是梁王第3子江晨。江晨本是庶出，不为梁王所看重，从小地位还不如一些奴仆，经常还会遭受奴仆的讥讽冷嘲。同为王子郡主们也都不将他看成自己的同袍，反而将他视为耻辱。小时候他一直都是在这般环境生活，但他性格坚韧，一直想要证明自己不弱于人，哪怕他武道天赋奇差，他也没有放弃。通过他不懈努力，他总算开始在王府崭露头角，走入了梁王的眼帘，被重点对待，赐予他身份。如今江晨实力已然不弱，在一众王子中都算得上出类拔萃，已经步入先天初期，就算是面对中期也有一战之力，老牌强者在他手中都难以取胜，已经被梁王当成了下一任梁王来培养。梁王甚至还想过将天下打下来送给他，弥补这些年来对他的亏欠。父王，江晨跪着来到梁王跟前，从不流泪的他眼中已经有了雾水。老三，我大限将至，以后梁王府要靠你了，你不要记恨你的兄长们，不要手足相残，离开这里，拿着这块玉佩去补天阁，拜阁主为师，有补天阁相助才能保你，千万别想着为我报仇，那人实力很强很强。梁王气息微弱，每说一句话都会停上好久。话还没说完，梁王就已断气。父王，顿时梁王府一片哀嚎，悲呼声震天。梁王陨落，梁王府上下一片愁云惨雾。老三，父王临终前与你说了什么？不少王子更关心这个，追问江晨。江晨面色悲戚了好一会儿，当他再度睁开眼时，眼中的哀伤已经消失。他沉声道：诸位兄长，父王身死的消息瞒不了多久，如今天下大乱，凉州并非安全之地，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便随我离开凉州。什么？离开凉州？江晨，你疯了，凉州可是我们的地盘，怎么可能？父王惨死，如此大仇岂能不报？江晨，快告诉我凶手是谁，我一定要手刃仇敌，为父王报仇。对，为父王报仇。众王子高呼，一副杀意澎湃的样子。江晨摇头，报仇？哼，连父王大宗师后期都不是对方的对手，就凭我们这些先天实力，谈何报仇？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此言一出，王子们顿时沉默。是啊，连他们父王这位大宗师都不是对手，对方很可能是名满天下的大宗师圆满。大宗师圆满在这天下几近无敌的存在啊，只有当时10大高手恐怕才能胜他们一筹。放心，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个仇我迟早会报，
给我10年，我定要那人血债血偿。江辰红着眼说道。现在所有人听我调令，全部撤离凉州城。另外散布消息，说梁王已死，凉州已乱，对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凉州的世家门派，让各大世家门派齐聚凉州，我与药氏与他们相商。梁王身死的消息如风一般传遍了整个凉州，所有人听闻这个消息都感觉不可置信。梁王是谁？先皇的叔叔，当年在江湖上也是声名赫赫的存在，一双铁拳打遍天下，在100岁之前踏入大宗师之境，名动一时。如此实力的梁王竟就这般陨落了。很多人还不知道梁王真正的死因，有人说是老死，也有人说遇刺，还有人说是王子图谋王位，暗中下药。谈论的最多的是梁王被人打死了，只不过相信的人并不多。整个凉州大宗师数量不超过10位，每一位身份都很厉害，不是某世家的家主，就是某大派的掌门。他们与梁王关系虽说不上多好，但也不至于以命相搏。关键是以他们的实力，想要斩杀梁王的可能性极低。不过也有人说曾在清河县附近见过梁王出现，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候梁王遇到了不可敌的对手。传出来的还有一位隐世的绝世高手，据说那位绝世高手与天子关系匪浅，梁王此去便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来着。结果遇到那位绝世高手，双方展开惊天大战，足足打了3天3夜。后来梁王不敌败退，没多久就与世长辞。为了让他说的话更有信服力，甚至还说出当天看到了天上那一道金光，说是皇室的遁术，当日见过金光的确实不少。这话一出，顿时迎来不少附和的声音，让的这个流言更具备了说服性。于是不少人都觉得在清河县附近多出了一位能斩杀梁王的大宗师，圆满的隐世高人。一时间凉州为之疯狂，很多人都朝着清河县奔去，有想要投靠天子闯出一番事业的，也有想要拜隐世高人为师的，还有想来看看热闹的。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人便是出自各大世家门派。凉州境内突然出现这么一位大宗师圆满的强者，对于他们而言，那无异于脑袋上悬了一把刀，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斩了他们的脑袋。他们为此可是寝食难安，本想着也趁此机会，要不示弱投奔来着。可偏偏这个时候，梁王的3王子传信，说那位大宗师投奔天子，要清算所有世家门阀，这可将他们吓得不轻。毕竟当初天子落难，他们这些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算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一时间各大门派世家人人自危，不过他们可不能坐以待毙，为了自救，所有世家门阀齐聚一堂，商议着应对之策。凉州局面顿时清晰化作了2个阵营，一方是天子为首的势力，一方则是由世家门阀组成对抗大宗师的联盟。外界纷纷扬扬，流言四起。苍云县内却是另外一副景象。新月宫暂住的别院之中，师姐，此事我心意已决，你不必再劝。我不会离开相公，回到新月宫的。这里是一瓶大还丹，服用可增加30年功力，你替我交给师尊。我知道师尊待我的恩情远不是这些可以抵消，但留在新月宫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还望师姐理解。慕容九拿出一个青瓷玉瓶，递给莫君仪。你……莫君仪欲言又止，最终摇头，轻轻叹了一口气，什么都没有说。看着慕容九手中的青瓷玉瓶，眉头微皱。刚才师妹说这玩意儿能增加30年功力，真的假的？不过他没有多问，也没有试验，更没有拒绝。这是师妹给师尊的心意，他肯定要带到的。与慕容九叙旧这么久，除了重逢之喜外，他也能够感觉到慕容九在这里生活的十分开心。从内心角度来讲，他是希望慕容九继续这样开心下去的。可一想到师尊，他才不得不提出让慕容九回去新月宫的想法。虽被慕容九拒绝，但有了慕容九这番心意送给师尊，想来师尊多少也有个安慰不是？师妹放心，我会交给师尊。师尊这些年想你想的都憔悴了好多，你要是有时间，还是回去看看吧。师尊那里，我会帮你多说几句好话，以他对你的宠爱，应该不会太过为难你。莫君仪道。我当然知道师尊不会为难我，可我怕师尊为难相公。慕容九道。提及路远，莫君仪不由好奇，师妹，你倒是和师姐说说，你这位相公到底何方神圣？你们又是怎么在一起的？此事那就说来话长了。慕容九顿时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般述说起了路远的故事，以及与路远是如何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大周皇城丞相府，苏全身着一身烫金纹龙冕服，头戴白玉珠冠，站在镜前凝目看着镜中的自己，不停变换表情神色，试图找到最威严最霸气的形象。在他一旁，2个侍女深深弓着身子，正在为他整理着身上的冕服，头埋得很低。另一边站着一位文弱俊朗书生，手持折扇，笑呵呵说道：“陛下神威，天下独有。”书生名为逸轩，乃补天阁当代大弟子。补天阁大周5大门派之一，门中高手无数。苏全能够掌控朝堂，除了这些年他自己积攒下来的底蕴，更因为暗中有着5大派的支持。他为了能够得到5大派的支持，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更是做出了先皇都不曾做到的让步，才有如今这般局面。在苏全心中，只要天下在握，这点代价并不算什么。
等到自己彻底掌握了天下之后，再慢慢解决五大派也不迟。听到陛下二字，苏权很是享受，他享受这种感觉。只可惜如今时局未定，他还不能明目称帝。大周可以乱，但不能太乱，周边群雄环伺，若争斗太凶，两败俱伤，那么他就算登上皇位，也难应付大周周边其他王朝国家。他要保存实力，慢慢将诸王蚕食，只希望那一天不要太远才是。苏权轻叹一声，缓步来到一旁的龙榻上坐下，身旁侍女立马为其倒上茶水，一边扇风。如今诸王有何动静？奕轩神色一震，开始为苏权说着近来局势。果然如丞相所料，他们虽有秦王之心，可却是一盘散沙。不过一个声东击西，便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纷纷退去，固守一州，不敢向皇城进发半步。天下19州，其中有着3王已经命陨，7州尽在陛下掌握之中。12州之地，群雄割据，征伐不休，怕是没时间前来皇城了。苏权眼眸微眯，点了点头，也好。当初拿下皇室的10位大宗师，我们也伤了不少元气，正好趁此机会养精蓄锐，等他们疲尽之时，再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倒是短短几月，就已经有3位王爷陨落了吗？另外大周10大高手，另外那几位动向如何？奕轩答道：承陛下的福，君王、叶王、梁王均已陨落，大周那几位如今依旧没有插手的意思。不过诸王都想着请他们出山，君王、叶王死，倒是在朕的意料之中。倒是这梁王，他怎么也陨落了？苏权有些意外，梁王所处凉州几乎没有什么外敌，州内更是没有强大势力坐镇，并且背靠大周边境，资源充足，地势崎岖，乃易守难攻之典型，是最难对付的一州。在他的计划里，凉州是很难啃的一块骨头，都要放在最后解决的存在，怎么会无故殒命？奕轩道：据探子刚传来的消息，梁王死于一位隐士高手手中，对方很可能是投靠了天子。隐士高手投靠天子？苏权手指敲打着侍女的雪白大腿，若有所思。凉州还有这等人物？梁王的实力他很清楚，大宗师后期，能够击杀梁王，最起码也是一位大宗师后期。这样的存在不可能在江湖上无名无姓。陛下，天子如果真的得到大宗师相助，只怕凉州境内无人可敌，拿下凉州易如反掌。若让其得到凉州，恐怕会是心腹大患。如今凉州群龙无首，我们若能拿下，届时可以对其他几州形成包夹之势，对我们也是一件好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人前去？苏权沉吟了片刻，你说的不错，此刻正是拿下凉州的大好时机，正好也去探一探那天子虚实。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装神弄鬼。只是奕轩，你觉得该派谁前去凉州更好一些？陛下手下能人异士数之不尽，随便派谁都行。不过臣以为，若真是天子，那派几贵妃出面再好不过。凉州地大，山峦奇多，若天子选择避其锋芒，想要找到他如大海捞针，但有着几贵妃在，臣不信他不出面。若他真的怯战，刚好可以借此让天子在百姓心中失德，只怕无人再愿追随于他。奕轩笑意盈盈说道：好，好。苏权赞赏点头，就依你所言，既如此，此事便交由你去办。陛下放心，臣定不负使命。皇城外，官道上，千里冰封，寒风入刀。一个身穿布衣草鞋的消瘦男子正缓步前行。男子戴着一顶雨帽，上面落满了风雪，遮住了他的脸，只能看到满是胡茬的下巴。他看起来风尘仆仆，身上的衣衫很脏，脚下的草鞋都已烂了，显得十分落魄。他背上背着一把剑，剑无锋无鞘，但十分干净，与他身上的搭配看起来格格不入。雪飘落，却被他的剑一分为2，飘然落地。他缓缓停步，抬头看向远处白雪皑皑的城墙，露出了那一双凌厉锋锐的眸子。当见到城门上方那2个鲜红大字“皇城”，他才自言自语道：总算到了。说着，他取下腰间的酒壶，仰头灌了一口，酒水廉价，带着异样的干辣与暖意。他一脸享受，随即大步朝着城内走去。此人便是剑痴。这一路他施展轻功，费了接近7日，总算赶到了皇城。进入皇城，剑痴无事，四处都投来鄙视嫌弃的目光，找了一家酒楼住下，取出地图，研究了一番皇城的格局分布，确认此次的目标。按理来说，这些皇城地图向来都是绝密，外人无法知晓。可陆远这些年来的布局，暗线遍布天下，皇城中自然也不例外。白日，剑痴在皇城4周观察，辨认方位。等到入夜时分，才悄然推开房门，朝着皇城之中走去。皇城守卫森严，特别是晚上，几乎连一只苍蝇进去都能被发现。剑痴的剑术天下少有，可他的轻功算不得高明，勉强做到踏雪无痕，用来瞒过皇城的守卫绰绰有余，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剑痴就已经来到了内城。可当他刚刚踏入后宫区域时，陡然间一声暴喝声传来：大胆！此乃后宫禁地，擅闯者死！擅闯者死！声音极具压迫，好似逼得夜空中的风雪都停在了半空。剑痴踏在雪地上的脚步一顿，微微抬头，露出了那一双略带沧桑的眸子。刷刷刷，盔甲碰撞声响起，四周有着接近100位身穿皇城禁军盔甲的护卫，手持长枪朝着剑痴逼近，顿时将剑痴包围。杀！
厉喝响起，如断冰切雪。禁军眼中凶光大放，二话不说就朝着剑痴杀来。剑痴面不改色，脚尖一点，地上的积雪猛然炸开，在此刻似乎化作一道道冰箭，朝四周激射而出。噗噗噗！禁军身上那坚固无比的盔甲，竟是轻松被这地上积雪洞穿，鲜血流下，染红了雪地。不过瞬息间，第一排围杀剑痴的禁军纷纷倒下，其他禁军不由自主后退半步，喉咙滚动，面色微变。难怪敢来闯后宫，有点实力。冷笑声中，后宫高墙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位身穿红色太监服的太监。如今皇城尽在苏权掌握之中，但宫内的防御苏权并未放松，不只是用来监视控制皇帝以及后宫，同样也有防止其他势力想要派人前来夺人的情况。所以整个皇城内戒备十分森严，除了丞相府，大部分皇城高手都在宫内坐镇八方。眼前这位太监便是银翼卫副指挥使之一王振。银翼卫本是先皇培养，用来控制监察大臣，但苏权各种暗箱操作，联合百官，早就暗中将银翼卫内部侵蚀，换作了自己的人，牢牢把控，成为了苏权的一支尖刀利刃。这位王振就是银翼卫中实力排在前3的存在，实力已经步入宗师之境，还并非普通宗师，而是9品，只差一步便能步入大宗师。这个实力已经着实不弱，毕竟大宗师数量稀少，鲜会有人露面出手。放在平时，那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别说见到，就连听都很难听到与之有关的消息。是以9品宗师几乎可以横行无忌。这些年来，王振斩杀了不少贤臣名流高手，几乎没有尝过败绩。他的自信心十分之强，面对剑痴没有半分惧怕。尽管从刚才剑痴出手那一招，他已看出来人最少是个宗师，但他并未放在眼中。这段时间，皇城中来的人并不在少数，剑痴不是第一个，但能活着离开此地的目前还没有，全部死在了剑痴目前所站的地方。将雪掀开，或许还能看到他们留下的血迹。算起来，你刚好是第18个来这里的。王振并未急着出手，反而从容自得地说了起来。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猫戏老鼠的感觉。他喜欢看到人绝望崩溃，想要活却又活不成，想要死却也死不了的样子。你的废话真多。剑痴目光如刀，冷冷出声。下一刻，周身剑气迸发，直朝王振杀去。剑气吗？原来还是个剑修。王振依旧从容不迫，上一个死在这里的好像也是用剑的，只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号，好像是太白剑宗的什么伤心剑。他的剑很快，太白剑气更是锋锐无匹。你的剑有他的快吗？话音落下，剑痴的剑气才勉强来到王振的面前。看来你的剑还是不够快，比他慢了不少。王振伸出白皙手掌，对着身下虚空一按，顿时护体罡气出现，在他周身形成一圈青色光罩。可令王振没想到的是，那看似缓慢的剑气在触碰到他的防御光罩一瞬间，竟毫无阻碍地撕开了一道口子，在王振惊恐的目光中直直穿过了他的心脏。你不是？是王振捂着胸口，满脸不可思议。他没想到眼前这位看起来无比邋遢的人竟然会是一位大宗师，可天底下的大宗师他几乎全都见过，怎么会？可惜没有人能给他答案。有时候剑快不快与剑强不强并没有关系，只要能杀人，那就是好剑法。王振身影倒下，从墙头摔落，砸进雪地。剑痴似乎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一旁的银翼禁军们吞咽着口水，看着剑痴的目光充满了惊恐，一边努力朝着后面撤退。眼前这位连王振指挥使都不是对手，更别提他们谁都没有勇气直面死亡。剑痴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脚尖点地，整个人腾飞而起，落在了王振之前所在的高墙之上。只是在他飞起的一瞬间，半空中原本停住的雪开始缓缓飘落。好不容易松一口气的禁军护卫们却突然感觉到脖子上掉落了一片雪，下意识伸手一摸，黏糊糊的感觉传来，低头看去，不由瞪大眼睛，竟然全都是血。念头还没转完，禁军护卫全部倒下，无一生还。解决王振，剑痴脚步不停，按照脑海中的地图方向朝着后宫走去。不过他虽知道后宫布置，看过地图，可面对这形状几乎完全一样的宫殿，一时像是进了迷宫，找不到方向。他见远处有几个宫女正端着东西急匆匆走过，立马上前，出现在了宫女们必经之路上。待得宫女走过，他伸手将走在最后的宫女抓住，捂住嘴鼻。呜！宫女瞪大眼睛，想要叫喊，拼命挣扎。可剑痴的力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告诉我，萧贵妃、纪贵妃的寝宫在何处？若敢胡言，死！宫女被吓得几乎当场失禁，双腿都已软掉。可在死亡临头，为了活下去，她拼命点头表示配合。剑痴见状，这才缓缓松手带路。宫女不敢去看剑痴的脸，低下头，连忙朝着剑痴要去的地方走去。剑痴走在他的身后，目光不停打量四周。这里是皇宫，高手如云，即便他是大宗师，也不敢大意。别说大宗师，就算当时10大高手来此，只怕也很难安然无恙的离去。毕竟实力强不代表无敌，想要杀死大宗师，准备充分是可以做到的。他必须得小心，
还不能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斩杀王振的消息瞒不了多久，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后宫之中同样有人日夜巡守，不过这些人要么是宫女，要么是太监，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并非伺候人的，都有着武艺在身，并且实力不俗，掌控着整个后宫。在宫女的带领下，剑痴避开了巡守，来到了一座宫殿前方。宫殿冷清，屋内并没有点灯，门口连个宫女都没，这附近也没巡守经过。这里是冷宫，自从先皇崩殂，小皇帝被废除之后，萧贵妃等人彻底在后宫失势。宫女指着前方那一座宫殿，这里就是萧贵妃的宫殿了。剑痴闻言，缓步上前，轻轻敲打着殿门。殿门紧闭，里面无人应答。剑痴转头看向身后宫女，宫女连连摇头，奴婢也好久没来这里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剑痴心生不妙，犹豫了一下，还是撞开了殿门。殿内漆黑冰冷，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从一旁的窗户隐约透进来的微光，可以看到屋内梁上一些丝布飘荡。宫女取出火折，费了好大力气，才在一旁的桌上找到一个几乎燃尽了的灯台，将其点燃。微弱的火光跳动，照亮了大殿一角。当看清殿内事物时，剑痴呆立原地。只见梁上一个白裙女子悬挂其上，女子五官精致，美眸紧闭。她取出怀中画像，对比一番，正是萧贵妃。贵妃，宫女掩嘴惊呼，被吓了一跳。剑痴手指一并，寒光闪过，白绫断裂。萧贵妃掉落之际，剑痴将其接住，用手探了探鼻息，才发现已经毫无声息，死了应该有了几天。剑痴无言，自己来晚了。这样孤寂深宫，寻常人根本不可能久待，没有了任何希望，就像囚笼将人困死。萧贵妃选择了解脱。剑痴沉默了一瞬，当机立断将萧贵妃背负在身，用白绫缠住。既是公子吩咐的事，他必要做到，哪怕是尸体，他也要带回去。不过他心中更为担心另一人，纪贵妃。带我去找纪贵妃。剑痴很怕，连纪贵妃也。宫女回过神来，不敢迟疑，连忙带路。为了不耽误时间，生怕自己再晚，剑痴不再隐匿，拉着宫女疾驰。不多时，便已来到了另外一处宫殿。这同样是一座冷宫，只不过看到宫殿内还亮着灯火，剑痴松了一口气。这时，宫内传来一声声喝骂：“哼，怎么还看不上这些吃食？有的吃你就偷着乐吧，还当你是以前的太后呢？告诉你吧，小皇帝已经死了，你没有了任何靠山，你敢再给我摆脸色，有你好看！嗨嗨，咳个什么劲？我要是你啊，直接死了得了，活着浪费粮食，要是没有了，你自己忍着吧。”声音尖锐刺耳，剑痴面色微沉，抬步走向宫殿，推开殿门。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得殿内几人为之一惊，纷纷转头。当看到来人是个布衣草鞋的邋遢汉子，宫女里眼里几乎下意识有着嫌弃，怒斥出声道：“哪里来的？”可话刚出口，他便意识到不对，连忙止住。这里可是后宫，能来到这里的哪个又会是简单人物？眼前这人说着，连忙跪倒在地，求饶起来：“前辈饶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在宫女一旁还坐着一个温婉文静的女子，女子脸色苍白如纸，头上的装饰也已不见，头发散发，多了几分病态的凄美，一身简单的素裙尽显落魄。她盘坐在地，面前摆放着简单的半碗米饭，一些明显被吃了一半的食物。此刻她坐在那里，不为所动，目光落在剑痴身上，没有说话。她神色淡然，仿佛一切都不能引动她情绪分毫。大周太后纪星月。剑痴目光扫过这些宫女一眼，而后落在纪星月身上，很快低下头，拱手道：“在下剑痴，接太后出宫。”“你是谁派来的？”纪星月不为所动，淡然开口，声音温和至极：“回太后，我家大人是苍云县令陆远。”剑痴恭敬开口。此言一出，原本面无表情的纪星月似是颤抖了一下，广袖下的玉手都是一僵。陆远。纪星月呢喃重复了一句，他差不多忘记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那个几乎印在内心深处的名字，是他一生的遗憾。他知道往事无可挽回，只能尽力弥补亏欠。这段时间，他仿佛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睡梦中无意间常常想起往事。云想衣上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低低吟唱，声音婉转，仿佛想起了与陆远的初见。这首诗是陆远送他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少女，为此高兴了好久，连梦都是甜的。那段在平原镇上的过往，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只可惜天意弄人，事实往往不会按照他们所预想的那般发展。在见面时，她是高高在上的贵妃，而他站在朝堂上，失望溢于言表。他甚至能够感觉到那一刻的他有多么无助，多么痛苦。那一刻，他有好多话想说，想要解释，可是他最终什么都没有说。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平添忧愁，反而会为他惹来杀身之祸。不如让他恨自己，这本就是自己的错。如果自己当初死在那一场劫难之中，或许对他才是最好的结局。他紧闭双眸，努力不让眼泪流出，转过了身子，不去看剑痴，挥了挥手，深吸一口气，尽量使得声音不那么颤抖，不那么嘶哑。“你走吧，告诉陆大人，心意我领了。”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口，
若来世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他已没脸见他，不知该以什么身份。他也不想让他看到此刻落魄病态的自己，哪怕死在他的记忆中也要是最美的样子。剑痴虽不懂情爱，也不知两人有着怎样过往，他只有命令。时间紧迫，见纪星月不答应，他急得单膝跪地：太后，快随我走吧，不只是大人，你的女儿也在等着你呢。纪星月豁然睁眼，身子又是一颤。女儿玲珑，玲珑，她还活着。听到这个名字，纪星月毫无波动的眸子顿时散发出光彩。那一夜，皇城巨变，江玲珑不知所踪，紧接着便是傀儡登基，与他相熟的大臣入狱，纪家被清算。尽管他没有亲眼见到，也没有人告诉他，可聪慧的他也不免猜到发生了什么。大周的天已经变了，他曾费赏金在后宫尽量打听消息，可也只听到只言片语。在他看来，连皇室的10大宗师都没能幸免，江玲珑只怕早已遭了毒手。他有心报仇，可一介女流在这后宫亦无能为力，只能每日在哀怨自艾中度过。可此刻听眼前这人的意思，他的女儿江玲珑或许没死，玲珑公主被追杀，逃至了大人管辖的苍云地界，逃过一劫。剑痴言简意赅，但听得纪星月心惊肉跳。他如何不知道，这简单几句话，江玲珑面对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生死危机。是陆远救了他，陆远他。纪星月心中有些疑惑，陆远不是被贬去苍云当县令了吗？怎么突然有这番实力？他如何不清楚，奸臣追杀江玲珑，派出的人肯定实力不俗，不会留下后患。能够从他们手下救下江玲珑，实力可不普通。他目光落在剑痴身上，同样有些吃惊，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人对陆远崇敬有加，而能够孤身一人来到这皇城后宫之中，实力只怕也不容小觑，最少也得是9品宗师的实力，否则绝不可能悄无声息来到这里。不过20年未见，陆远的变化这么大。太后，快随我离去吧，此地并非久待之地。剑痴催促道。纪星月深吸一口气，露出放心的笑容，摇了摇头，还是道：不了，你自己走吧，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面目见他。何况我命不久矣，带着我，你连皇宫都出不去，只会拖累你罢了。你是他的人，我已经欠他够多了，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劳烦大侠带一句话给你家大人。太后，我的职责是带你离开，不是带话，有什么话你自己与大人说吧，得罪了。剑痴打断了纪星月要说的话，随后上前手指一点，隔空将纪星月穴位点了，而后将其放在萧贵妃身上，再度用白绫捆住。虽说他是练武之人，力量奇大，背着2人也不觉得重，可这对他多少有些影响。做完这一切，剑痴冷冷扫了还跪在地上的其他宫女，眼神一寒，剑气迸发，数位宫女尽数殒命。饶了我！原本带路的宫女见此，被吓得不轻，连忙求饶。剑痴懒得理会他，也没有要了他的命，转身就走。可走出大殿，来到殿门前的空地，四周便有无数破空声响起，咻咻咻，数不清的利剑划破黑幕，朝着剑痴击射而来。黑夜中能见度极低，剑痴耳朵一动，顿时警觉，背上有人，剑已在手中，伸手握剑，真元涌动，一股无形剑气震荡开来，剑羽折损，顿时失去动力，掉落一地。呵呵，有几分实力。轻笑声中，院墙上火把亮起，整个冷宫都被包围，照亮了这一个小院。紧接着，一道人影缓缓自院门走出，借着火把的微光，可以看到来人身穿紫袍，火光跳动，映照着他胸前文莽。赵松。纪星月认出来人，心中微凉。他虽被点穴无法动作，可却还是能够说话。他是被逼无奈离开，可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愿让陆远派来的高手折戟在此，当下连忙开口道：大侠，他是赵松，大宗师中期的实力，修炼魁弄玉功，一身真元极为强横，肉身防御十足，没有破绽，曾经面对皇室的后期大宗师也不落下风，当心。纪星月这话自也落在了赵松口中。听到自己老底被揭，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一双如毒蛇阴冷的眸子微微眯起，杀意十足。高手对战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如果对方有了防备，想要突施冷箭的难度无疑大增。不过幸好此刻优势尽在他手，否则还真不好说。他冷冷扫过剑痴，开口道：咱家看你是个人才，若是束手就擒，加入我东厂还可活命，如若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很惨。他之所以出面，就是为此，当然也是想摸摸剑痴底细，看谁敢来强闯后宫，也好对付那幕后主使。敢与丞相作对，那必然是不可能留在这个世上啊！我可没兴趣做太监。剑痴冷笑，嘲讽意味十足。找死！赵松面色微寒，后退一步，在其身后顿时有着8人站了出来。这8人皆是宗师，是他从民间寻来，从小培养的心腹。虽不是9品宗师，可8人这些年心意相通，合战之力远非普通9品宗师可比。合纵连击之术，几近大成。这8人手持金圈，顿时将剑痴包围其中。紧接着围绕着剑痴缓缓转动，速度不断加快。一时间，8人变成16人，16人变成32人。随着速度越快，他们的身影几乎看不清，宛如有着无数个人，无数个金圈，没有任何的破绽。
剑痴站在原地，缓缓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眼睛已经不起作用，反而会干扰自己，听力才是最为关键。砰！人影之中有人先动，金圈朝着剑痴轰击而来。出其不意，剑痴耳朵一动，听声辨位，反手一剑刺出。当！金铁交击声响起，那人攻势被阻。一招出手，剑痴乘胜追击，剑气释放，想要破开一人，找到缺口。可那8人如连体一般，竟是齐力将剑气吞噬，如泥牛入海，没有一丝波澜。赵松得意一笑，不过如此，咱家耐心有限，再给你一次机会，将士不将，想你老母！剑痴怒喝，知道如此被动的局面不能坐以待毙，整个人脚尖一点，升入半空，同时两指并剑，划过剑刃，真元汇聚，剑身之上光芒大放，化作了耀眼红光，照亮苍穹。下一刻，举剑怒斩而下，轰！红色剑光照亮黑夜，巨响声中，地板炸开，烟尘四起。围住剑痴的8人的联合纵击之术，面对如此暴力的一剑，也无法抗住，纷纷倒飞而出，在半空中吐出一口鲜血，摔在了赵松跟前。赵松轻轻挥手，压下冲击波，整个人稳如泰山，免除了其他地方被波及。建议吗？以前倒是没听说过天下有你这么一号用剑好手，实在是埋没人才。咱家劝你最好识相一点，不要与咱家作对，否则今日此地便是你的埋骨之地。赵松同样爱惜人才，再三开口。天下大乱之际，任何一位高手都无比珍贵，若是这样死了，无疑有些可惜。剑痴一剑斩出缺口，并不答话，人在半空借力而行，腾飞而起，就欲离去。此地乃是皇城，高手云集，若他只有一人，他哪怕战死在此，也不会率先离去。可此次带着任务，萧贵妃已死，他务必要保己贵妃安全，带回2具尸体，他实在不知如何与陆远交代，岂不辜负这些年来陆远对他的培养信任？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事情。纪星月将这一剑看在眼中，眼中有些震撼。赵松派出的那8人可不是普通人，竟被剑痴一剑击退，可见剑痴实力之强。而这样的强者，居然甘心为陆远卖命。陆远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心中虽好奇，可他也明白自己的存在无疑是剑痴的累赘。大侠，你放下我吧，我命不久，实在不值。剑痴一言不发，并无这样的打算，轻功施展，在半空疾驰。想逃？天真！赵松冷笑，大手一挥，无数弓箭对准剑痴。这些弓箭可不是普通的弓箭，武者专用，破坏力极强，都是由金铁烧制，以内力拉动，连护体钢器都能洞穿。若是挨上一发，当场碎骨穿髓，其上还覆盖剧毒，重者力亡。噗噗噗！无数利箭追着剑痴而去。剑痴一剑斩落第1批羽箭，但很快又有着第2批、第3批，不行。剑痴摇头，知道这样是绝对逃不出去的。羽箭无穷，赵松此举是想消耗他的内力，何况他也无法挡住所有羽箭，后面还有纪星月，万一中上一箭，这一切就白费了。念头闪过，剑痴又挡住一轮攻势，眼看箭头擦着纪星月额头飞过，几缕发丝飘荡夜空，吓了剑痴一跳。当下连忙借力，朝着皇城内部冲去，但一落下，有着无数皇城高手围杀在此，剑痴只能用剑斩出一条血路。尽管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一合之敌，可这对他的消耗也是不少。攻杀纪太后！有人下达命令，他们一直旁观，皆被剑痴神威所慑，可也看出剑痴的弱点，那就是身后的纪星月。如此，剑痴很快就会露出破绽。果然，在对方目标转换之后，剑痴开始有些招架不住，频频出现失误。每次想要保住纪星月的时候，都会露出破绽，被其他人趁机偷袭。几十个回合下来，剑痴身上已经带伤，气息有所萎靡，不复之前威势。赵松坐在一旁，淡淡饮茶，并不在乎死去的那些皇城禁军，冷眼看着这一场好戏。当试探完剑痴的剑招，看穿其底细后，赵松眼眸微眯，看准时机，手中茶杯飞出，直逼剑痴的弱点。噗！赵松实力本就不弱，此刻偷袭出手，剑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空间，硬生生挨上了这么一击，当场喷出一口鲜血，将手中的冰剑都是染红。大侠，你别管我了！纪星月急得不行，很想死在他们刀剑之下，可惜他被点了大穴，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剑痴受创。剑痴不答，如鹰般的眸子冷冷扫过一旁的赵松，伸出手擦拭着嘴角血迹，然后举剑舔抵着上面的鲜血。下一刻，他一声大喝，无边剑意迸发，头顶的梭帽炸开，头发散开，无风自动，漫天风雪都在此刻变得急促起来。剑痴举剑，风雪似有所感，朝他汇聚而去。当心！赵松脸色微变，一声提醒，紧接着手拍座椅，整个人疾飞而出。身在半空，无边真元汇聚手中，青光弥漫手掌，一掌拍下，掌印飞出，迎风剑掌眨眼间便已形成青色的元气巨掌，朝着剑痴镇压而下。风雪齐聚，围绕剑痴手中的剑不断飘动，被其吸收。下一刻，剑痴一剑斩下，杀神一刀斩，无数冰寒剑气化作蓝色巨剑，迎上了青色巨掌。
剑气巨掌于半空交汇，触碰的瞬间，巨掌被剑气轻易切割为二，恐怖的冲击力扩散，四周院墙砖石崩坏，古树倒塌，人影倒飞，皇宫一角差点成为废墟。赵松身处冲击中心，无边剑意似乎化作无数举剑朝他斩来，他不断后退，同时使出金色护体罡气抵挡着剑气入侵。这一击他已落了下风，剑痴一刀斩出，他自身消耗巨大，并不停留，转身就跑，速度施展到极致。而其他人反应过来时，才发现剑痴的身影已经不见。追！赵松面色一寒，冷声开口。顿时皇城大批人马出动，追杀剑痴而去。可恶，你们怎么办事的？偌大皇城居然连个人都看不住，让人如入无人之境，简直废物。逸轩刚来到后宫，准备带走纪贵妃，却听闻纪贵妃被劫一事，勃然大怒。没有了纪贵妃，可很难引出天子现身。属下该死，已经派人前去追杀，他逃不出皇城。赵松弓着身子，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意。逸轩现在是丞相手下的红人，话语权极大，不是他所能招惹。逸轩一挥衣袖，坐在榻上，问道：来者何人？公子还没调查清楚，此人实力已经步入大宗师中期，还领悟了剑意，当世剑修可排进前10，但却从未听闻有关此人的消息。从他的剑法路数，更是看不出任何名堂，不像是出自太白剑宗。不过咱家感觉他的剑法有几处倒像是问剑山庄的家传剑法，说不定与问剑山庄有几分关系。哼，真是一群废物。逸轩越想越气，不管什么太白剑宗、问剑山庄，只要敢与丞相作对，那下场只有一个。赵松附和笑着，不敢接话。逸轩道：不论如何，都要将其抓回，不论生死。给你3日时间。赵松心中一紧，是公子，在下即刻亲自出马，将其缉拿归来。